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冰封世纪会降临，寒流席卷全球，仅仅3天时间，气温骤降100度，整个城市变成冰雕，全球的河流和海洋都被冰封。如果是丧尸末日，人类尚可一战，可是，在大自然面前，各种生物大面积灭绝，人类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秩序彻底崩溃，人性被泯灭，善意被践踏。很多人选择自杀，可我却被心爱的女人出卖，不但囤积的物资被抢，身体还被分尸当成了口粮，杀了她，尸体也能吃，不要浪费，是吃的。终于有吃的了，痛，太痛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弥漫张毅的全身上下。此时的他正在被自己曾经信任帮助过的朋友和邻居们贪婪的分割，是我让他开的门，你们得给我留一块排骨熬汤喝。就是这个女人骗张毅打开了房门，然后害死了他。张毅望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憎恨与懊悔，要怪只能怪自己太傻，太善良了，才会在这末世沦为他人的口粮。要是有来世，你们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定当100倍奉还。很快，张毅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然而就在下一刻，他猛地睁开了眼睛，然后从沙发上坐了起来。刚刚所经历的地狱场景，那可怕的痛觉历历在目。张毅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上下很快就被汗水浸湿了。怎么回事？我不是被那些禽兽邻居们给杀死了吗？回过神之后，张毅开始打量周围的一切，随后打开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上面显示着时间11月12日，距离全球冰封还有整整1个月。空气中那舒适的温度让他有点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西历2050年12月，蓝星受到50万光年外一颗超新星爆炸的影响，迎来了全球性的寒武风暴，天海市日常气温都在零下60-70度，各类物种大面积灭绝，包括人类。张毅靠着超市仓库主管的关系囤积了不少物质，在家里他好不容易给撑了下来，结果被那群狼心狗肺的畜生抢走，甚至还被分尸做成了口粮。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保证安全，囤积足够的物资，在末世活下去，再好好报复那些人渣。饮食、娱乐都得兼顾，否则的话，时间长了精神一定会被崩溃，还必须有足够精良的武器，打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就在这个时候，张毅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缕白光，他觉得是自己的眼睛花了，伸手去揉了揉，结果他的意识瞬间就进入了那道白光当中。这是异空间，看样子伽马射线的经过让他拥有了特殊的能力。有了这个，我就能存放海量的物资了。要是能把我主管的沃德玛超市华南仓库借机搬空，10辈子的物质都不用愁了。再过1个月就是末日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得赶紧吃，不然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张毅潇洒的转身，来到一家米其林3星的餐厅，然后把上面最贵的菜全都点了一遍，又要了一瓶拉菲庄园的红酒。这一套下来，5万块钱就花了下去。要知道，在末日来临之后，人们甚至可以为了一包泡面跪下来磕头，到时候想吃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就在张毅吃饱喝足离开餐厅的时候，2个妆容精致的女人刚好路过米其林餐厅。雨晴，你可真是好福气啊！追你这舔狗，原来还是个野性富二代。林采宁的语气之中有些羡慕。张毅，这么巧啊？你这是要去哪里？方雨晴伸手将自己的头发拢到耳后，故意露出自己白皙的脖颈和粉色的耳垂，还是这套装纯洁扮可怜的白莲花，到头来就是个害死我还想拆了肋骨熬汤喝的绿茶女。张毅故意举起手中的黑卡，潇洒地说道：“我要去超市买点东西，不能让你死得太便宜，正好要去收集物资，看我不好好玩死你。”方雨晴给林采宁使了一个眼色，连忙说道：“这么巧，我们也打算去买点东西，正好顺路。”张毅眉头微微一皱，这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和方雨晴是一丘之貉，当初害死自己，她也有一份。张毅，这么多东西得多少人吃呀？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就是你是要出去露营吗？张毅冷笑了一声说道：“马上就是世界末日了，我多囤点东西过日子。”方雨晴只当张毅是在开玩笑，哎呀，不想说就算了嘛，开这种玩笑干嘛？只是人家今天帮了你这么大的忙，回头你可得请我吃饭哦。张毅嘴角微微勾起，好啊，不过最近我比较忙，没什么空，下个月吧。方雨晴高兴地说道。那好啊，咱们一言为定。林采宁赶紧凑过来，好呀好呀，咱们一起嬉戏。张毅毫不客气地使唤着2个女人，让他们帮自己把东西推回家。于是一行3人就推着3大车的物资，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之中推回了小区。一个带着孙子出来玩的大妈走过来，她看着推车里面那些吃的，还有新鲜的牛羊肉，顿时有些心动。小张啊，你怎么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是不是仓库里面处理的呀？说话的时候，他那个孙子小虎伸手就掏出一盒巧克力，别看他人小，但是眼睛歹毒得很。那一盒进口巧克力超市里卖200多。张毅二话不说，劈手就把东西抢了回来，然后他冷冷地对林大妈说道：“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自己留着吃呢。你这个坏蛋，快把巧克力还给我，要不然我打死你！”张毅可不惯着他，指着小虎说道：“再说一句我扇你的嘴！”林大妈沉声说道：“你都多大个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计较？不就是一盒巧克力吗？送给他吃怎么了？这样，这盒算我买的，回头我就把钱给你，当谁想占你便宜似的。”张毅却是嘴角一撇。我说了，这是我自己吃的，要么现在给钱，要么你自己去超市买去。然后张毅冷笑了一声，招呼方雨晴和林采宁就走。他们前脚刚走，后面就传来林大妈的大骂声。张毅充耳不闻，等到把3车的物资都推回家中，张毅就让他们离开了。张毅，别忘了要请客哦。方雨晴冲张毅俏皮地眨了下眼睛。可是张毅看到之后，只感觉内心一阵反胃。他敷衍了一下，好的，下次一定。他们走之后，张毅打开了自己的异空间，然后把东西都收了进去，准备观察一下这些物资放在空间之中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取暖的首选是壁炉，必须在家里加装绝缘隔热层，还需要把我家打造成一个无法攻破的钢铁堡垒。接下来就是武器，开山刀、撬棍和开山斧很好搞到，弓弩、气枪和复合弓也有渠道，只是枪械类的武器就不好办了。反正还有1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变卖手头的资产，拿到钱了总有办法搞定的。第2天一早，张毅打开异空间，查看扔进里面的物资的变化。
肉类蔬菜竟然丝毫没有变化，几条活鱼却死掉了，不过也没有变质，看来异空间无法保存活物，但时间流速或许跟外面不同，既然可以保存鲜肉和蔬菜、水果，那么做好的饭菜又怎么样？于是张毅立刻打电话给天海市最大的5星级酒店，您好，我家里面要邀请客人大摆3天3夜的流水席，所以需要预定500桌饭菜。电话那头也是吃了一惊，500桌饭菜就是他们做也得做上好久。张先生，500桌酒席可得上百万，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会马上为您准备，不过需要您提前打20万定金过来。张毅答道：这个没问题，等下把你们账号发过来，我给你们转账。张毅挂上电话之后，不由得感叹道：钱虽然1个月后就没用了，但现在要买东西还是需要用到钱的。他的手里面除了父母留下来的遗产以及自己的积蓄，一共还有200万，剩下的就还有一套价值500万的房子。张毅去到银行抵押房子，银行这边只给到他400万的贷款，看来还得想别的法子。去掉买酒席花掉了100多万，剩下的重新装修房子应该是够了，不过还需要大量的购买药品、武器，这些钱未必够。嘿，哥们，是不是需要用钱啊？距离全球冰封末日降临还剩下1个月，我为了打造超级安全屋，把房子抵押银行贷款了400万，然后在5星级酒店订购了500座的食物，还需要囤积大量的武器弹药，所以这几百万还远远不够。正当我在苦恼的时候，背后一道声音传来：嘿，哥们，是不是需要用钱啊？张毅回头看了一眼那黄毛，你现在是不是需要用钱？而银行那边不肯借给你，要不要试试咱们公司？张毅一听这话就明白过来，眼前这人肯定是放高利贷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送钱来了。张毅激动地说道：你们真的能借钱给我？我需要500万，只要你们能够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我保证最多3个月就可以把钱还回来。胡明华笑道：这个事情好商量，我们公司可是非常有实力的，走吧，咱们到公司里面去慢慢谈。张毅一脸期待的神色跟着胡明华来到一个偏僻的写字楼里面，这家借贷公司的老板看着5大3粗的，却穿着一身大牌的班尼路西装，借的不少啊。张先生准备多久还上？丑话说在前头，我们的利息可是很高的，不愧是搞高利贷的公司。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粗暴，这样的公司本身就不正规，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而且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还钱，根本不担心你赖账。我们的利息是4分，你借500万，还的时候就得还700万，所以你要先给我打一张700万的欠条。另外，你必须要有足够价值的东西作为抵押，房子、工厂、汽车都可以。张毅假装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一咬牙，从身上把房产证给拿了出来。我这套房子价值500多万，抵押给你们总行了吧？不行不行，张先生，您这套房子最多值个400万，可是想从我这里拿走500万，我有些亏啊。张毅一脸骇然的表情，激动的说道：我现在特别着急用钱，只要你今天可以把钱给我打过来，400万也行，到时候我还是给你700万。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以400万达成了协议。签完了合同之后，很快张毅的账户上就收到了400万现金。他离开之后，办公室里面传来了陈雄和胡明华畅快的大笑声。这生意做的可真够简单的，看来那个傻小子真的是火烧眉毛了。这是条大鱼，想办法榨干他。我这就去联系境外机构，到时候看看他身上有什么值钱的零件能卖掉。张毅乐呵呵的离开了借贷公司。他回头看了一眼写字楼，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嘲讽：他们都是好人呐，白白送钱给我花。张毅开着汽车来到了天海市大名鼎鼎的战龙安保公司。战龙是华国最大的安保公司之一，是专门为大富豪和明星提供安保业务的，甚至有些时候官方的高层出行也会请他们提供帮助。张毅之所以找到他们，是因为前世他曾听说过战龙公司为江南省首富打造过一个顶级的安全屋。据说那位房地产起家的大老板在末日当中仍然能够生活得很潇洒。不久之后，一个业务经理来到他面前：先生你好，我叫吴怀仁，是业务部的经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我需要你们为我打造一个安全屋，就是那种可以抵挡世界末日的最高级别安全屋。张先生，我们战龙是世界一流的安保公司，您的要求我们肯定能够满足。我们公司的服务都是私人定制，您可以在里面挑选自己需要的业务，并且上面有相应的标价。信息化时代，沟通起来就是方便。张毅接过他递来的电脑，然后开始认真筛选上面的服务。不得不说，专业公司就是专业公司，只要你钱到位，战龙安保公司几乎可以满足你一切的要求，包括在底下100米和海底打造安全屋。张毅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他的屋子打造成一个绝对无人可以入侵的铁网吧。勾选完了这些之后，张毅就把电脑递给了吴怀仁。吴怀仁看完之后，也是忍不住瞪大了眼睛。一间只有120平米的房子，却打造得如同铁桶一般，只要加上武器，这简直就是一座大型的堡垒啊！吴怀仁喃喃道。听到这番话，张毅眸光一闪：哦，你对堡垒还有研究吗？吴怀仁嘿嘿笑道：我当初在国外当过雇佣兵，对于这些军武方面的知识了如指掌。张毅的脑海当中一道灵光闪过，他忽然压低了声音对吴怀仁说道：那你有办法搞到枪吗？这一句话让吴怀仁的表情也变得严肃了起来。张先生，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仇家，所以让你这么害怕？张毅借坡下驴：没错，我得罪了一些道上的人，他们出手非常狠辣，而且手里面有枪。我搞的这个安全屋项目得花上800多万，要是后面我还是出了问题，对于你们公司的影响也不太好。最多半个月我们就可以帮您完成安全屋的打造，这期间我帮你打听枪的消息，搞到了我再联系您。吴怀仁显然是一时拿不定主意。张毅跟吴怀仁谈完之后，支付了100万元的定金。至于剩下的尾款嘛，这辈子是没有机会再支付了。接着张毅来到了一家狩猎俱乐部，这里有许多合法途径获得的弓弩、复合弓以及气枪，另外他还买了2把上好的猎刀。张毅刚回到小区，给他送餐的货车就已经到了门口，浩浩荡荡20-30辆车子，把路都给围堵得水泄不通，这可让小区的邻居们都看傻了眼。好家伙，这最起码得有几百桌吧？你看清楚了，那可是鸿福天下5星级大酒店，在那里订了几百桌，少说也得100来万。我的妈呀，
一顿酒席就能花上100来万，张毅真是深藏不露。以前只知道他们家底子不错，现在看来怕是个大富豪啊！他要真是富二代，那得让他继续对我死心塌地，先搬去地下仓库那边。我已经跟物业打好招呼了，没想到这么大的地下仓库都快给填满了，这也太多了。接着他就把这些美食全部给收入了自己的异空间。第二天，一大批穿着工作服的战龙公司工人开始测量张毅家房子的数据，周围不少邻居看到这一幕，眼睛里也满是好奇。这张毅最近是不是吃错什么药啊？怎么老是整那么多幺蛾子？就是啊，前几天我在超市还看到他买了3手推车的吃的呢，不知道的还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囤那么多吃的，过期了不全都浪费了吗？说不定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呢。同时他也收到了无怀人的信息，有人愿意为你提供需要的东西，价格上会有点小贵，装修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这段时间我去酒店住着，来到沃德玛华南仓库之后，张毅照常打卡上班。身为仓库的主管，张毅对这里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食物、百货、工具还有任何生活所需的物资，这里应有尽有，供养上千人都不成问题。为防万一，末日来临提前1周就必须搬空这里，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打造安全屋，我跟放高利贷的借款400万，同时还在5星级酒店订购了几百座酒席，而且还通过特殊渠道购买了一大批现代化武器。正当我站在沃德玛华南仓库里，计划着如何搬空这里的物资时，突然收到了战龙安保经理发来的信息，安全屋也打造完毕，今天就可以过来验收了。回到家中一看，张毅也是忍不住眼前一亮，不愧是国内一流的安保公司，速度和质量都没得挑剔。全屋已经按照张毅的要求加装了200毫米厚的合金板，通风系统采用的是军工级别，可以过滤任何有害气体，防止有人从外界进行毒气攻击。另外，全屋的保暖系统也全部重做，采用的是北极科学研究所的专业级材料。除了按照您的要求打造了壁炉之外，还可以隔绝99.5%的温度流失。窗户的材料全都是防弹而且防爆的，甚至比屋内的合金板还要结实。另外，我们在整栋楼都做了监控系统，一共300个摄像头，可以让您监控整栋楼每一个楼层。张毅对于这座安全屋非常的满意，恐怕除非是携带重武器的军队，否则没有人可以强行闯入他的家中。就算是整栋楼都倒塌了，恐怕他的房间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吴怀仁也满脸笑容，他拿出文件请张毅签了字，然后说道：“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请您在3个月之内付清我们的尾款。”张毅笑眯眯的点了点头，一定一定，心里却想着末日来临，你们能不能活下来都是未知数。想到自己只花了100万的定金，就白嫖了一座价值近千万的安全屋，实在是太爽了。同时他订购的一大车饮用水也到了楼下，看到张毅又买了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周围的邻居们全都在议论纷纷，这个张毅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前几天他们家装修，我看到不少人抬着起码10几厘米厚的钢板，学人家电影里面搞什么安全屋，现在又买了那么多水桶，他该不会以为天海市将来会缺水吧？门卫李大叔热心的走过来询问道：“小张啊，你买那么多水桶到底是干啥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和我说，我给你搭把手。”张毅看着热心的李大叔，心里面也是不禁有些感慨。前世冰封来临的时候，他把自己最后的食物给了一对即将饿死的母女，自己却丢了性命，也是这个小区对我很好的热心人。李大叔，今年气温有些反常，我有内部消息，这个冬天很不好过，为了以防万一，你最好也多囤点吃的喝的，免得到时候物资涨价。真的假的？消息靠谱不？张毅点了点头，你看看，我都准备了这么多东西了，你可以囤点泡面和矿泉水，这些东西也不怕买得多。行，我平时一个人住，多囤点也不碍事。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张毅是一天都没有闲着，他把手中每一分钱都毫不节省地花了出去，每天吃饭都要去最好的餐厅，而且在这期间，他每天都要去天海市的打靶场练习弓弩和枪械射击，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很快就过去了20多天，距离末日即将来临还剩下3天时间，张毅回到了沃德玛仓库，正常上起了班。他决定采用最为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是在他同事们喝的茶水当中加入安眠药，反正距离末世只有几天时间了，他也不怕被查出来是自己干的。由于这些人都是张毅的老熟人，所以张毅很轻易的就得手了。等到药效发作之后，他们沉沉睡去，这一下就可以放手去干了。占地面积960平方米的沃尔玛华南仓库被一个人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偷得精光。仓库里不但有各种粮油、零食、生鲜、各种生活用品，还有各种挖掘机、拖拉机、火车、航空母舰，价值上百亿的物资都给搬进了这个男人的异空间。原来他是重生回来的，他知道还有3天将会进入冰封时代，届时全球气温将会降到零下100度。1个小时前，他买了很多高端热饮分给同事们，大家都喝得很开心。他们不知道的是，所有的饮料里都放了安眠药。等所有人都熟睡后，张毅把所有的监控设备全部关闭，接着来到仓库前，大手一挥，哗啦啦，所有的物资都被他一扫而空。同时还找到了一箱2025年最新的科技产品，这种防寒服可以抵御零下100度的极寒温度。等做完这一切，也给自己来了2两，接着倒在了同事的怀里。主管，出大事了，快醒醒，我们的仓库被人给搬空了。接着我就开始小金人的表演，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是我拿的，毕竟整个仓库价值100亿的物资，短短2个小时消失不见，这显然不是他们能做到的。接下来就是各种流程，上面派人下来调查，也没有查出什么来。只不过作为主管，张毅被勒令短期内不允许他离开天海市，并且必须随时配合警方以及沃尔玛公司内部的调查。新闻也相继报道，简直就是一件离奇事件。2天时间很快就过去，终于12月12日这一天还是到来了。这一天的凌晨2点，超新星爆炸产生的余波席卷全球，气温骤降，给这颗星球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一开始雪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但是不到2分钟之后，就开始变成了鹅毛大雪。短短2分钟的时间，气温就降了50度，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当它有所改变的时候，不会跟你打任何招呼。张毅的内心也有些惆怅，原本的世界就要不复存在了。
西历2050年12月，蓝星受到50万光年外一颗超新星爆炸的影响，迎来了全球性的寒武风暴。原本晴朗的天气，一瞬间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气温快速下降，窗外寒风呼啸。张毅的内心开始有些紧张。虽然自己花了价值高达800万打造的安全屋非常完美，但是难免会有些担心，到底能不能彻底抵挡得住接下来的大降温？张毅打开手机，发现网络上全是讨论天气的话题，有的人在叫苦连天，也有些人表示很高兴，突然下这么大的雪，都可以不用上班了。很多的小姐姐还兴奋地发了自己跟大雪的合照。张毅摇了摇头，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接下来大雪将会持续下3个月，温度也会越来越低，到时候你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心情赏雪了。他们谁都不知道，这场大雪和大降温最终会带来一场谁都无法承受的灾难。第二天就开始出现了各种状态，天呐，怎么突然下了那么大的雪？天气预报也没有说啊，大半夜的给我冻醒了，赶紧起来开空调。别说了，我们家这破空调制暖效果不给力啊，半天了，越来越冷，也不知道这么冷的天气要持续多久，我过冬的衣服还没买呢。张毅还在温暖的被窝中，手机铃声把他给吵醒，没好气地问道：“谁啊？”这个时候打电话，方雨晴听到张毅冷冰冰的语气，愣了一下。张毅，今天外面好冷啊，你之前囤物资是不是提前知道会大降温？张毅懒洋洋地说道：“我也是听朋友随口提到的，不过没想到降温降得这么厉害，怪不得你囤了那么多东西。张毅，你真是的，这种事情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不愧是白莲花，想不到他竟然还有脸过来埋怨自己。没什么事我就挂了。”还没等方雨晴把话说完，他就直接挂断了电话。这家伙最近发什么疯，连我的电话他也敢挂？冰河世纪降临第一天，晴朗的天空一瞬间下起了鹅毛大雪，一晚上的时间，气温从25度降到了零下50度，很多人都在半夜被冻醒。张毅睡在自己800万的安全屋里，被电话吵醒。张毅，你也真是的，这种事情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害得我被冻到了。张毅眉头一皱，想不到他竟然还有脸过来埋怨自己，他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把手机扔到了一边。接着他就去洗手间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昨天晚上，一股强冷空气袭击了全球各地，导致全球气温出现剧烈变化，普遍降温达到了70到100摄氏度。关于这股冷空气来袭的原因，气象部门正在进行调查。接下来的几天，希望大家注意好保暖，不要冻伤，不要进行物资哄抢。雪灾很快就会过去的，希望大家不要恐慌。听到女主播的话语，张毅嗤之以鼻。冰河世纪来临之后，想要活下去只能靠自己，真要是傻傻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肯定是死得最早的那一批。这个时候，张毅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他饶有兴致，很想看看那些之前笑话自己的邻居们在聊些什么。首先看到的是方雨晴的消息：“张毅，你怎么突然挂人家电话？外面好大的雪，我没有办法出去。你不是买了很多吃的吗？能不能先借我一些？等到雪灾过去了，我会还你的。”张毅挑了挑眉，嘴角浮起了一抹冷笑，自己不愿冒着超低温出去，就伸手找我要吃的。这白莲花想的还挺美，前世他就是被这个白莲花迷惑，把自己家里的吃的给了他很多，最后他竟然把张毅给害死了，还要挖掉张毅的肋骨熬汤喝。这一世，你休想从我手里拿到半点好处。张毅现在只想好好的戏弄他，然后看着他如何凄惨的死去。想到这里，他嘴角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给方雨晴发去了消息：“你早说啊，我家里囤的东西都吃的差不多了。你瞧，今天早上刚煎的牛排，还有少说2、3万的法国红酒。”明明住在一个单元楼，张毅竟然过得这么好，立刻让方雨晴嫉妒的要死。他立刻给张毅发过去消息：“真好啊，人家也想吃牛排喝红酒呢。”张毅慢悠悠的回复过去一条消息：“想吃就去超市买吗？”张毅，你真不是个男人，给你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知道过来表现一下。哼！但他还是忍住了没有发出去，不能生气，忍住不能让鱼塘里的一条鱼乱了心智。张毅没有继续理睬方雨晴，把手机丢到了一边。他想通过监控大楼监控系统的平板电脑，打算看一看好戏。正好见到居委会的林大妈在呼吁大家不要慌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要着急，不过是突然的降温而已。要相信我们的官方，最多2、3天就过去了。我们居委会也会帮大家想办法度过这场雪灾。千万不要去哄抢物资，不要给官方惹麻烦。这么大的雪，家里面不囤点物资能行吗？就是啊，要不然出去买点菜回来吧，恐怕这几天菜价又要涨疯了。林大妈立刻加重了语气：“你们这是在干嘛？这不是在给我们添乱吗？哄抢物资只会导致物价变贵，到时候大家都要吃高价菜。谁要是敢去囤积物资被我发现的话，别怪我向上面举报他扰乱民信。”正在这时，一道声音从后面传来：“林大妈，你知道这场雪灾会持续多久吗？万一时间很长，到时候大家没有吃的，谁来负这个责任？”冰河世纪降临第一天，晴朗的天空一瞬间下起了鹅毛大雪，一晚上的时间，气温从25度下降到了50度，人们也开始恐慌。正当居委会的大妈在安抚众人时，一道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林大妈，你知道这场雪灾要持续多久吗？万一时间很长，到时候大家没有吃的，谁来负这个责任？”“是啊，你不让我们囤物资，到时候缺吃少喝算谁的？你给我们吃的吗？”林大妈见到众人都站出来反驳她，也是有些心慌。该死的小子，在这么多人面前反驳我，这不是不给我面子吗？还有你，张毅，不要在这种时候煽动人心，你这样可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哎呦喂，这么大一顶高帽子，我可是戴不起。放心好了，外面那么冷，叫我出去我都不出去，你们随意。林大妈咬牙切齿，这个张毅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回头想个办法，找个黑地把他拘几天。张毅的心中有些哀叹，末日来临，不知道多少人要被冻饿而死。不过有些人是死有余辜，比如说前世那些害死自己的邻居们，不管他们是死是活，反正张毅下定了决心，自己要一直苟下去，不需要考虑工作和人情世故，这样的生活可比末日之前爽多了，只需要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就好。过了一会儿之后，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谁啊？这种时候发消息：“张毅，现在外面的道路都被大雪给封住了，你等下带着工具出来帮忙扫雪。”居委会林大妈在群里艾特他，这报复来的还挺快的嘛。张毅当即回绝了，
就算扫雪也是等到雪停了再说。对啊，外面零下70多度，出去一会儿估计就得冻伤。我们这里又不是东北，压根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御寒设备，怎么出得去？这么多人跟着起哄，林大妈当场就急了。你们这是什么态度？那扫雪又不是为了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吗？你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到灾难不主动出手为人民服务，都想着逃避怎么行？张毅，我以居委会的名义命令你，必须要出去扫雪。现在是危难时刻，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听从组织的指挥。如今雪灾刚刚来临，各种社会秩序尚且存在，大家都不敢违背。张毅当然知道这些鸵鸟的心思，他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既然是为了大家，你们居委会的人应该带头出去扫雪才对。而且要说年轻力壮，咱们小区里面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只喊了我们几个？是不是觉得我们好欺负啊？其他业主们看到张毅这么说，纷纷满意的点了点头。就是找的全都是老实人，怎么不去找陈正豪和许浩他们？6楼做土方项目的陈正豪手底下有几百号人，8楼的那个富二代许浩家里在高层还有关系。林大妈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提他们俩。张毅直接戳穿了林大妈欺软怕硬的本质，这让林大妈面子顿时挂不住了。全球冰封末日降临，我跟放高利贷的借款800万打造了一个安全屋，同时还把100亿物资的沃尔玛华南仓库搬空。冰封降临才第4天，3米深的大雪几乎将整个1层楼全部掩盖。居委会林大妈公报私仇找张毅的麻烦，不料被张毅当着所有居民的面给怒怼了回去，这让林大妈面子顿时挂不住了。6楼做土方项目的陈正豪手底下有几百号人，8楼那个叫许浩的富二代家里在高层还有关系。前世第一个用斧头砸开我家大门的就是陈正豪，许浩则是第一个对我动刀的人。这些邻居们除了极少几个，剩下的都参与了对张毅的攻击或者抢劫，都不是好东西，所以张毅谁的面子都不给，就要恶心死你们。林大妈看着手机，脸色顿时一变，你个王八蛋，这么点名道姓，就是让我下不来台。要是我不干，那大家以后谁还把我当回事？没办法，他只好在群里艾特陈正豪与许浩。好，这鬼都能冻死的天气，谁没事找事？小区是我家，扫雪靠大家，希望有空的家人可以带上工具，一起出去扫雪。扫你妈的头啊！没看到外面还下着那么大的雪吗？再发癫，老子弄死你！富二代许浩也是发来了语音，你们扫雪关我屁事啊！老子又用不着上班，再艾特老子让你好看，傻狗一条！天天拿着业主的钱作威作福，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说完之后，他还发了一张搂着一个女人的画面发到群里，你们赶紧把雪给扫了，我才好离开这个鬼地方出去快活。林大妈简直气死了，都是张毅干的好事，不然我犯得着得罪他们吗？陈正豪跟许浩这么一闹，也彻底让大家寒了心。林大妈的话也成了狗屁，没有人搭理了，所以他私信给张毅，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都不出去扫雪，这下你满意了？张毅眉头一挑，哟呵，还有送上门来找骂的，你他妈自己欺软怕硬，被人家骂的屁都不敢放一个，到我这里来狗叫什么？我他妈也不是好欺负的，再跟疯狗似的来我这里鬼叫，小心我弄死你！果然，张毅说出了这一番狠话之后，也让林大妈吓得胆战心惊。张毅刚骂完林大妈，突然有人砰砰砰的敲门，张毅，你个孙子给我出来！陈正豪气势汹汹的站在他家门口，竟然敢在群里拿老子说事，有种的出来，看我怎么弄死你！张毅从柜子里面拿起一把手弩，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他已经把手弩使用的非常熟练。陈正豪恶狠狠地骂着，然后用力的砸着20厘米厚的安全门。他在外面骂骂咧咧，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人用弩箭给瞄准。全球冰封末日降临，我跟放高利贷的借款800万打造了一个安全屋，同时还把100亿物资的沃尔玛华南仓库搬空。冰封降临才第4天，人们就已经开始恐慌起来。陈正豪正气势汹汹地砸着张毅家的大门，他不知道的是，张毅已经拿着手弩对准了他，并且20厘米厚的安全门上都留的有射击孔。张毅看着陈正豪那凶恶的样子，嘴角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弩箭向下移动，对准了陈正豪的腿部。让你死得太痛快，岂不是很没意思？龟孙子，你刚刚不是挺牛叉的吗？等老子进来你就死定了！一声细微的破空之声响起，陈正豪的腿直接被弩箭给贯穿。陈正豪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然后倒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腿哀嚎了起来。不错，效果绝佳，直接贯穿了一条小腿。零下70多度的低温下受到贯穿伤，估计得废了。陈正豪此时痛苦万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遇上了一个可怕的狠人。其实他们这些流氓就喜欢欺负老实人，遇到敢玩弩箭的狠人也怕得要死。陈正豪拖着残腿回到了电梯，除了疼痛还有满脸的惊恐。刚刚对方毫不留情的出手，让他感觉到了赤裸裸的杀意，是真的想杀了他，得赶紧找人治疗，这样下去半个钟头腿就得废。于是他拨打了120，但是电话却一直拨不通。此时外界天寒地冻，医院也陷入了停业的状态，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术把腿保住再说。看来也是个狠人，他从抽屉里取出来刀子和酒精灯、纱布以及止血的药物，最起码也得把这一根弩箭给取出来。极寒低温之下，他腿上的伤口已经结冰，心里想着还好是冻住的，省得自己打麻药。得亏他是个混社会的狠人，咬紧牙迅速把剑给拔了出来。陈正豪躺在沙发上，大口喘着粗气，这么寒冷的天气还是被疼得满头大汗。张毅，你给老子等着，不弄死你我陈正豪这3个字以后倒着写，你算什么东西？再敢惹我，剩下的那条腿也给你废了。大家看着业主群里的对话都吓了一跳，他们没有想到张毅竟然敢跟陈正豪作对，还伤了他一条腿。陈正豪立刻打电话给自己的小弟们，都给我来阅历小区，能伤人的家伙都抄上，今天非得弄死那狗东西。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张毅看着冰封前世破他房门，让自己惨死家中的黑老大，心中发誓此生定要他血债血偿。就在今天，陈正浩气势汹汹地拿着棒球棍砸我家房门，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向软弱的我竟然拿着手弩一箭把他小腿射穿。在这种零下70多度、医院系统也瘫痪的条件下，他那条
条腿多半是要废了，直接让他恼羞成怒，打电话摇人，都给我来阅历小区，能伤人的家伙都抄上，今天非得弄死那狗东西。得到陈正豪的命令之后，纷纷拿上砍刀和棒球棍、钢管等物件来到了陈正豪家里。那孙子就住在2401，小逼崽子很阴险，手里头有手弩，开门，草泥马的，敢射我们豪哥，今天看我们不弄死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出来受死！他们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则是用带来的锤子和铁棍开始猛砸张毅家的房门，下手太重，反弹过来整个手臂都震麻了。卧槽，这门竟然是纯金属的，还那么厚，这怎么砸啊？他妈的，这个人招惹了多少仇家？王八壳子比城墙都厚。张毅一边打着游戏，一边通过监视屏幕看着他们砸门。桌子上摆满了装备，他刚好卡在了第一关的 BOSS 那里，死了7、8回都没有过去。此时的心情有些差，听到外面的叫骂声和咚咚咚的砸门声，张毅没好气的吼道：“你们就不能用点力吗？没吃饭啊？”听着外面小卡拉米的叫声，他终于是有些烦了。他来到厨房，用一根水管子接上了水龙头。张毅冷笑了一声，然后把水管从门孔里伸出，同一招还想用2次。他们拿着木质盾牌挡着。下一秒，张毅打开水龙头，汹涌的水流在狭小的走廊里如同暴雨一般，瞬间淋在他们的身上，零下70多度，冷水浇在身上迅速的结冰，顿时让他们如同被放进了冰窖当中一般。卧槽，好冷，冻死我了！别浇了，别浇了！一个个被冻得嘴唇发紫，甚至有些人因为过度低温当场休克了过去。等等我，裤子冻上走不动了。本来还想用手弩教训你们的，不过还是大水灌溉更保险，效果还挺不错。陈正豪见到他们狼狈的回来，不由得大怒：“那个小兔崽子呢？你们把他抓回来了没有？”看着他们脱了衣服抱在一起取暖，陈正豪用力的拍着桌子骂道：“谁来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张毅太过卑鄙了，竟然用水管子呲我们，根本受不了啊！他们家的门不知道有多厚，我们砸了半天也只掉了1.7而已。”陈正豪听完之后，眉头深深皱了起来，看样子想要强攻有些困难。没关系，他们家就算是个铁王八，也总会有破绽的。而且我就不相信他能一辈子待在家里不出来。你们几个人就在附近守着，只要他一出门，立刻就把他给我打死。张毅来到落地窗前，看到了保安的尤大叔和几个年轻人费力地挖掘着门口厚厚的雪层。雪下得这么快，没有铲雪车来处理都是无济于事。大家回去吧，别冻坏了。出门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零下70多度的天气，他们也不可能坚持多久。张毅摇了摇头，人类的力量根本没办法和这种级别的天灾抗衡。据报道，大米国由于对雪灾防控不力，已经造成2亿人受灾，数千万人死亡。我国的雪灾发展处于可控范围内，望大家不要紧张慌乱，相信官方的力量。这场雪灾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根本不能用常理估计，外界还是太乐观了。冰河世纪降临第3天，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70度，地面的积雪已达到了3米以上，连出门都成为了一种奢望。新闻报道，我国的雪灾发展处于可控范围内，望大家不要紧张慌乱，相信官方的力量。张毅摇了摇头，外界还是太乐观了，人类的力量根本没办法和这种级别的天灾抗衡。而业主群中，林大妈却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叫着，大家都看到新闻了吧？所以不用担心，很快就会结束。如果谁家里需要物资的，都相互帮助一下，没必要囤着。同时，张雨晴也发来了一条消息：“张毅，你没事吧？”张毅眉头挑了挑，发消息关心我，怕不是在确认我还是不是还活着吧？我们家吃的没了，我记得你买了不少东西，能不能给我一点啊？这么快就图穷匕现了？你是要请人吃饭吗？不凑巧，我已经吃过了。你看那边的方雨晴看到这照片，气得眉毛倒竖。该死的张毅，原本还打算留她做备胎，现在看来还得往后排了。她的闺蜜林彩宁给她发了一条消息：“张毅，你怎么那么笨？”雨晴不高兴了，问题会很严重的，我才不吃你们这一套，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你们继续演。这对绿茶加白莲花的组合，张毅早就看透了。通常林彩宁出手都是帮方雨晴打配合，因为方雨晴需要维持清纯女神的形象，所以要礼物，暗示男人帮方雨晴花钱这种事情都是林彩宁去说。只可惜张毅是重生回来的，早就看透了他们无耻的面目，直接把他俩气得够呛，接着就把目标转向了另外一个舔狗。林彩宁捅了捅方雨晴，这个张毅不开窍，你不是还有别的舔狗吗？他们小区住着不少在仓库工作的同事，于是他就给住在同小区的周鹏打了个电话，结果不到5分钟，周鹏就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还送来了一杯包吃的。方雨晴难得的冲周鹏露出了笑容，谢谢你，周鹏，你真好。几句甜言蜜语，他就把周鹏给打发了，然后回到屋子里，立刻变了一副面孔，切，就你这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整栋大楼里面气氛已经开始逐渐变得异样起来，不过这一切张毅都看在眼里，他知道最严重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突然整个岳麓小区陷入了一片黑暗当中，这预示着真正的末日来临。冰河世纪降临第4天，气温降到了零下70度，地面的积雪已达到了3米以上，物资遭到哄抢，一颗白菜都卖到了500元。新闻报道，这场雪灾很快就会过去，大家不要恐慌。正当人们在庆幸时，突然停水停电，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黑暗，人们开始恐慌起来。你们家有电吗？我们家没电啊，而且自来水也停了，给孩子冲奶粉的热水也没有了，这怎么办啊？这么冷的天气，空调彻底不能用了，也没办法用取暖器，这日子可怎么过？上面怎么不出来管一管呀？屋子里都零下30多度，我们家吃的东西也没多少了，再这样下去，真的要死人的。张毅默默摇了摇头，官方已经无暇顾及所有人了，想要活下去，只能够靠自己。还好自己的仓库里储存了海量的备用电池，还有发动机与燃油，整栋大楼就只有一盏灯火。末日从今天开始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降临。林大妈死死盯着居委会群组里的消息，浑身都在剧烈的颤抖。
他希望能看到上面派人下来处理的信息，可是看到的却是更加让他失望的消息。全世界都在下暴雪，据说是数十万年难得一遇的雪灾，可能我们迎来了又一场生物大灭绝，也就是末世。国内几大重点城市都已经沦陷了，接下来想要活着，咱们只能靠自己，一定要多囤物资，尤其是食物和取暖的能源。奶奶，外面怎么那么冷啊？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林大妈看着自己的小孙子，心中也是一沉。我必须要保护好我们娘俩，一定得活下去。林大妈死死咬住自己的嘴唇，眼睛里闪过一抹很辣的神色，接着就在业主群里面讲话。我已经得到了消息，官方正在进行抢修，灾难只是暂时的，并且上面下达了通知，非常时期由我们居委会对小区业主进行统一管理。张毅发出了一声嗤笑，他知道林大妈是在说谎，上一世他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方式从别人手里骗走了不少物资。断了一条腿的陈正豪以及他的那些被张毅淋了一身水的小弟就更惨了，好几个人都开始发起了高烧。豪哥，这怎么办啊？而这个天气让他们出门去买药更是不可能，他们只能够选择硬扛。张毅房间里却有27度，灯火通明，不愁吃不愁喝，大概就是缺少一个女人陪伴。末世之中，人心是绝对无法衡量的东西，他曾经就亲眼看见一个女人为了一包泡面，亲手把自己的丈夫给砸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张毅的手机又亮了起来，发现是林大妈在业主群里面艾特所有人。由于现在的暴雪对大家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了让大家共同度过难关，居委会将会收集每一家每一户手头的物资，然后进行统一分配，这是官方下达的指令，请各家各户务必要配合。又是和前世一样的套路。而沃尔玛的仓库主管张毅也是被林大妈给盯上了，给他发来了私信：小张啊，上次你可是买了3大车的东西呢，现在大家遇到了麻烦，到了你发挥精神的时候了。你放心，等到雪灾一过去，我们肯定会还给你，大家还会念你的好。上一世就是林大妈带头哄骗大家交物质，张毅好心送了一点出去，结果引狼入室被他们杀死，还被别人当做了口粮。他嘴角上扬，懒洋洋的发了条语音过去，那可太好了。林大妈，你要收集到了物资，麻烦也分我一点。大雪封城第4天，突然停水停电，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林大妈提前得到消息，这场雪灾会带来一场生物大灭绝，于是她就利用职权开始打起了别人物资的主意。官方通知，设备正在抢修，为了让大家共同度过难关，所有物资由居委统一分配。林大妈，我家没饭吃了，你收集到物资记得给我一点。你小子骗鬼呢？你们做仓库工作的，家里肯定囤了不少东西，我就不信你手脚干净。林大妈铁青着脸，咬了咬牙，我得冷静，不能放弃，只要搞定他，我们娘俩就能搞到一大堆物资。小张啊，这次是组织上的命令，你一定要服从啊！大家和组织上都会记得你的好，你起个带头作用。张毅用懒散的语气说道：真没骗你，我家里啥都吃完了，要不你送我几包泡面吧，发挥一下带头作用，跟你好好说话不行了是吧？你以为我是以个人的名义在和你说话吗？我是在代表组织，你不交出手里的物资，就是和组织对抗，回头我一定会处理你。张毅冷笑了起来，不过就是一个居委会的干事，还代表组织，你真拿着鸡毛当令箭啊？还在这里跟我装大半蒜，你丫傻逼吧？你有本事随便使，我在家里等着你。他的这一番操作，把林大妈的肺都快给气炸了，这个该死的东西，真想弄死你！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林大妈连哄带吓，真的从好几户人家手里骗到了一些物资。张毅通过监控探头都看得一清二楚，不过他该玩玩该吃吃，自然是没必要管别人家的闲事。正常人家里的物资顶多只会存3-5天的存量，而从冰雪暴来临到现在已经是第5天了，外界已经陷入了混乱的状态。之前被林大妈连哄带骗弄走了物资的那些人家，终于忍不住在群里开始质问林大妈：你说好的物资拿走之后统一分配呢？这都2天了，你给我们拿一些吧。林大妈却仿佛消失了一般，没有任何回答。整栋楼只有她和张毅真的清楚发生了什么。一群白痴，老娘辛辛苦苦骗来的物资，怎么可能给你们还回去？见到林大妈怎么喊都不回话，邻居们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这个时候，手机铃声急促的响了起来。当他拿起手机，脸上露出了一抹害怕的神色。陈正豪，他找我干什么？林大妈，你真是好本事啊，把大家手里的物资都搞到你手里去了。作为居委会的干事，为大家统筹管理物资是我分内的事情。陈正豪发出了一声冷笑。那正好我们家现在就挺缺物资的，你快些给我送来。为了自己和孙子能活下去，林大妈就用各种理由搪塞他。陈正豪怒骂道：老东西，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你乖乖把东西给我交出来也就算了，要不然我跟屋里这10几个兄弟就亲自过去取。冰河世纪降临第5天，城市停水停电，陷入一片黑暗，有些人也按耐不住开始抢夺别人的物资。陈正豪怒骂道：老东西，赶紧乖乖把东西交出来，别等我带兄弟们亲自过去取。下一秒，房门被轰隆一声撞开，林大妈满脸惊恐的大喊：你这是私闯民宅！陈正豪对着林大妈的脸狠狠就扇了一巴掌。老东西，让你哄骗邻居们的物资，老子这是替天行道。张毅吃着火腿，欣赏着监视里的精彩节目。哟呵，已经开始狗咬狗了。他嘴角露出坏笑。如果我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发到群里，不知道会怎么样？那一定会相当的精彩。于是他按下了录制键，给我搜。这屋子所有吃的喝的咱们都拿走，这都是邻居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可不能便宜了他。林大妈抱着陈正豪的大腿说道：你们不能把东西都拿走，那还有我们家自己囤的东西，你们都拿走了，我和我孙子还怎么活？陈正豪冷冷地盯着他嗤笑道：关老子屁事，给我滚！说完
他用完好的那条腿一脚踹了过去，刚好踹在林大妈的脸上。林大妈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向后倒去。林大妈的孙子小虎发现奶奶被打倒在地，顿时红了眼睛。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水果刀，你们这群狗日的，都给我滚出去！说着就冲上去，噗呲一声，一刀扎到了一个小卡拉米的屁股上。小卡拉米痛呼了一声，扭头看到扎自己的竟然是个小孩子，更是气得眼睛冒火。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砰的一声，对着小虎的肚子用尽了12分的力气就踹了过去。老五，你什么时候练的这么好的腿功啊？竟然把那个小兔崽子给踹飞了，厉害厉害！老五洋洋得意的说道。帅不帅？真该让你们把刚才那一幕给拍下来。林大妈朝着小虎扑了过去，绝望的痛呼了一声：“我的孙子啊！”陈正豪则是甩出一句：“活该，一老一小都不是好东西，这就是你哄骗邻居们的代价，我这是替天行道。”说完，一群人拿着自己的战利品就离开了这里。业主群里，那些被骗的业主还在对林大妈痛骂不止：“大骗子，活该！对付这种人就该用雷霆手段。”张毅看着业主们的聊天，却是摇了摇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一幕也代表着文明社会的规则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接下来，凶残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毕竟完整的冰面只要裂开一角，就会迅速的扩大。只可惜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张毅躺在沙发上，微笑着发出了感叹。林大妈在绝望之下，只能够在业主群里面求救，希望有人可以帮忙救救她的孙子。业主们却没有人同情她。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周可尔的女人站了出来，让我给孩子看看吧。不过我不保证一定可以把他治好。一包泡面卖出2000元的天价，很多人被活活冻死在雪地里。这大雪已经连续下了7天，地面的积雪都快把1楼层掩盖，整个世界都被暴雪淹没。北方气温也降到了零下100多度，社会秩序崩坏。才6岁的小孩被上面抢劫物资的人一脚把肝脏都踢破裂了。林大妈只能绝望的在业主群里求救。可此时幸灾乐祸的人不在少数，还各种嘲讽不嫌事大。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下一个被上门抢劫的就是自己。好在周可尔及时出来做了应急处理，他是天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张毅摇了摇头，就算把那熊孩子救回来又如何？外面已经瘫痪了，只要雪灾还在持续，他就坚持不了几天。望着城中那冰冻的景象，众人的心宛如沉浸在冰冷的深渊之中。宝妈谢丽没发出信息，谁来救救我孩子？他才6个月，已经2天没有进食了，我可以高价买，我家里还有几包泡面，需要的话可以卖给你。就这样的2句对话，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富二代许浩突然冒了出来，你们家有多少？我全都要了，我出2000一包。一下子群里就炸开了锅，一包泡面2000块，又不是丧尸围城，至于吗？只不过是今年的冬天提早到来了，雪下的大了一点而已。张毅轻笑着摇了摇头，在这种大自然的天灾面前，丧尸围城也不过是小儿科。许浩头脑还是比较清醒，整个城市的交通和设施都瘫痪的情况下，生活物资才是最重要的，哪怕花再多的钱，也要从这群穷逼手里把物资弄到手。我就是花钱买个安心，你们愿意卖就私信我，价格都好商量。在张毅前世的记忆中，谢丽梅带着她6岁女儿，在她死去的时候，他们娘俩都还活得好好的。看来这女人也没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冰封末日第10天，大雪也整整下了10天，一刻都没停过。方雨晴还是按耐不住给张毅打来了视频通话。这个时候，大部分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吃光了。看着张毅家里的场景，2个女人目瞪口呆，惊叫道：“他居然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张毅还不忘嘲讽一句：“看你们都瘦了，恭喜恭喜！”林采宁也把脑袋凑过来，死死盯着屏幕。张毅，你们家很暖和吗？你怎么还在擦汗？张毅把镜头对着熊熊燃烧的壁炉说道：“这玩意温度太高，热得我难受呀。”听着这些发酸的话，雨晴一脸谄媚的道：“张毅哥哥真厉害，我好崇拜你啊！可以让我去你们家看看吗？”全球冰封末日降临，我跟放高利贷的借款800万打造了一个安全屋，同时还把100亿物资的沃尔玛华南仓库搬空。冰封降临第10天，城市里到处都是人的尸体，每天只能提供1个小时的供电，大部分人家里的食物基本都已经吃完。见到张毅家里还有吃的，女人对着镜头谄媚的说道：“张毅哥哥好厉害，我可以去你家里吗？咱们好久没有见面了，雨晴好想你啊。”张毅一脸嫌弃，真恶心，我以前脑子进水，竟然苦苦追了他2年，天气这么冷，你们还是在家里好好歇着吧。看着他俩狼狈的样子，张毅心里都乐开了花。方雨晴立马就变了一张脸，生气的说道：“张毅，你别太过分，老娘还不稀罕你个屌丝。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装了，你还是去钓你的金龟婿吧，有钱人都是傻子。”方雨晴怒吼道：“你给我闭嘴！”张毅嗤笑道：“我不就是说点实话吗？你激动什么？还真是又当又立。”说完之后，张毅迅速挂断了电话，不给方雨晴骂街的机会。被张毅如此嘲讽，把他气得不打一处来，竟然敢骂我，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她的闺蜜林采宁却责备起他来，要不是你当初玩过了，现在我们都能住到她家里去，都什么时候了还故作清高，搞得谁稀罕你似的。她现在可比富二代强多了。于是白莲花跟绿茶婊就在床上扭打在了一起，发疯似的互相扯彼此的头发。新闻报道，现在各大发电站处于停业状态，电力匮乏，官方下达通知，为了满足大家的电力需求，每天下午会定时供电1个小时。张毅看到这条新闻，微微挑了挑眉，在这种时候，官方还愿意将电供给广大普通人。此时各个群里也炸开了锅，泡面也从2000一包涨到了5000一包。张毅依旧是感觉到无语，都这种时候了，还有人愿意拿着物资去换钱，人类的贪婪本质实在是一览无余。不过生活必须继续，每个人都渴望生存，即便是失去了希望，但大家都不想死，哪怕是狗活着也好。小虎已经昏迷，周可儿正在给陈正豪处理伤口，富二代许浩通过高价从邻居手里买了不少物资。此时2个女人也开始打起了张毅的主意，现在只有他们家有大量的物资，得想办法把它解决了，我们才能活下去。于是
是方雨晴拨通了张鹏的电话，一场惊天秘密就此开始酝酿起来。大雪已经持续下了10天，城市里到处都是人的尸体，泡面都卖到了5000一包。原本纯洁的少女为了生存也开始变得狠毒起来。方雨晴拨通了她的追求者张鹏的电话，一脸委屈的说道：“张毅仗着自己家有好吃好喝的，就故意羞辱我，要我上门陪睡。”周鹏看着方雨晴梨花带雨的模样，怒气冲冲的说道：“这个畜生，我今天非得宰了他不可！他们家里囤了很多吃的，还装有壁炉，咱们把他给处理掉，我们一起住进去。”方雨晴一脸魅惑的眼神望着他，但是我们得带着武器过去。张毅那么自私的人，我们得小心，最好是先下手为强。很快他们就带着武器来到了张毅家门口，2把菜刀，一根棒球棍，准备动作都做好后，周鹏敲响了张毅家的房门。张毅通过监控看到自己曾经的情敌周鹏有些好奇，他来找我做什么？张毅调出另一个监控，看到躲在门两旁手中拿着菜刀和棒球棍一脸杀气的2个女人，张毅的后背也是冒出了一股寒气，深邃的黑色眼眸中冷酷无情的杀意逐渐弥漫开来。就凭你们还想杀我？于是他来到厨房，在水龙头上接上一根水管。张鹏在外面继续喊道：“我用退烧药跟你换点吃的，这么好的吗？还有布洛芬，稍等一下，我马上开门。”听到张毅的回答，几个人的脸上也出现了兴奋之色。你快点吧，我都快饿得不行了。张毅将水管伸进门上的射击孔，你只要1包泡面，那多不好意思，你吃亏了。3人以为张毅上钩了，激动的脸上的表情都扭曲了起来。哗啦啦，一股突如其来的液体浇到了3人的头上，顿时尖叫起来。这是什么东西？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是泔水，是尿，尿液淋头。2个女人立刻蹲在地上哇哇哇的呕吐起来。张鹏愤怒的敲打着门：“张毅，我他妈老子弄死你！”房内传来张毅畅快的大笑声，不是说饿得不行了吗？赶紧吃点呀，味道这么香。周鹏气得不行，举起菜刀就朝着20厘米厚的合金门砍了上去。砰的一声，门纹丝未动，菜刀直接被巨大的反震之力震飞，从周鹏的脑袋掠过，虎口也被震得鲜血直流，直接拉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响起，周鹏被疼得在地上翻滚，2个女人也被吓得转身就跑。张毅在房间里看着这一切，露出得意的笑容：“我就不出去，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席卷了整座城市，刚开始人们激情欢呼，还拿着手机开始自拍，都以为只不过是天气的反复无常，直到暴雪连续下了10天后，才发现是寒冰末世的到来。很多市民家里的粮食开始短缺，整个城市的交通和电力系统也全部瘫痪，一些邪恶的本性也随之爆发出来。突然砰的一声，一道枪声划破夜晚的宁静，张毅也从睡梦中惊醒，没想到小区里竟然有人有枪。他表情凝重地打开监控查看，结果眼前的景象让他忍不住瞳孔一缩，原来是社会黑哥陈振豪带着一群小弟抢了5楼的一个住户，同时他还拍了2张照片发到业主群里，所有人都被这血腥残酷的一幕给震惊到了。看着他手里的枪以及血腥的画面，大家内心都充满了恐惧，以后这栋楼由我说了算，谁要是不听话，这就是他的下场。平时叽叽喳喳的大群一瞬间变得鸦雀无声。突然叮咚一声，一个辛辣的群发来消息，尤大叔说道：“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不能让他把我的粮食都给抢了。我们这么多人，他一共才5、6个，现在已经被他抢了3家了，这样下去我们都得死在他手里。对，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他就不足畏惧。况且他现在还缺了一条腿。尤大叔，我们家这把刀很锋利，借给你用，你找个机会从背后偷袭他。”就这样叽叽喳喳，七嘴八舌的想个不停，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行动的。见此，尤大叔也是无语。张毅看着窗外的大雪，一阵感叹，这剧情还真是和前世一模一样。在前世，陈正豪就靠着一把手枪，几乎把整栋楼的人都抢了个遍，最后很多人都被活活饿死，就连他自己也被分尸，还被当成了口粮。原本拉新的群是为了讨论如何对付陈正豪，结果莫名其妙的变成了男女对立的争吵。这种事你们男人就应该冲上去保护我们老弱妇孺，哪怕跟他们1换1，其他人也安全了。冰封降临才10天，人吃人的画面就开始出现。看到陈正豪家门口的2具尸体，张毅也是后背发凉，忍不住感叹道：“难怪他能够在黑道上混得风生水起，真是个狠人，竟然把自家兄弟当作备用粮食。”群里还在不停的争吵，女的站在道德制高点，要男人们跟陈正豪1换1，有的又抱着侥幸心理，不能再去招惹他。总之是谁也不愿意冲在前面当冤大头。张毅发现群里是异常热闹，他便将此当作笑话来看待，毕竟现在娱乐的渠道不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业主群内的大多数人都是死有余辜。一个叫刘甜甜的小仙女义愤填膺的骂道：“老娘以后绝对不会嫁给你们这种懦弱的男人。”语音刚发出去，就听见有人在哐哐哐的砸他家的门。毕竟才20岁的一个小女孩，哪里见过如此阵仗，瞬间被吓得魂不附体，立马就往群里求救：“大家快来救救我，他们在砸我家的门！”刘甜甜着急的往群里发着一条又一条的信息，不料没有一个人理她。热闹的群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见此，女孩便把仇恨指向了大家：“我要是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接着刘甜甜发出了一声尖叫，就被2人给拽着腿拖了出去。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不用看大家也能猜到，对女孩来说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刚才还抱着侥幸心理的人，最后的一丝希望也跟着破灭。不行，必须得想办法，要不然我们俩也会和刘甜甜一样的下场。方雨晴对林采宁说道。此刻她的内心已经无法用简单的恐惧2个字来形容，同时眼神
人里也有了一丝决绝，只有张毅能救自己。而此时又有2家住户遭到陈正豪一伙人的抢劫，男人反抗遭到了杀害，手下的小弟有点看不过去，开口道：“豪哥，拿走他们的物资就好了，不至于非要杀人吧？”陈正豪用枪指着他脑袋说道：“少他妈跟我废话，要你做就做，我做事还不用你教。”几个小弟立马被吓得赶紧点头说明白，明白就好，不枉费我一片苦心。他心里也非常明白，要不是自己手里有枪，这群人也未必会全听他的，必须得让他们也沾血吃肉才行。张毅正在做饭吃，突然手机又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一看，又是一个新的群消息，里面有7、8个人都是他认识的。张毅一眼就明白了，肯定是方雨晴向这些人透露了他家的房子非常出色，然后想通过道德绑架都搬到他们家里来。上一世被邻居分尸当作口粮，没想到这一世女人又故技重施。张毅、陈正豪他们已经开始吃人了，已经有好几家都被陈正豪他们杀掉了。小甜甜家里没有粮食就被拖去分尸，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了。张毅，你让我们进去吧，这样人多我们还能够保护你。哟呵，冠冕堂皇的还保护我，要不是我经历过一世，我还真信了你们的鬼话。我现在过得好得很，不需要你们帮助。接着又开始道德绑架。张毅，现在大家都很危险，这么多条人命，你不能见死不救。况且我们都是认识了那么多年，难道你就忍心眼睁睁看着我们被陈正豪给杀死吗？我们可是那么多年的朋友邻居啊。张毅直接说道，都这种时候了，你们就别跟我演了，我要是放你们进来，下一个死的就我了。说完之后，张毅就直接退出了群聊。眼看张毅油盐不进，几人就决定强攻。一旁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说道，我们这么多人，提前准备好防护，然后再强行破门给他一举拿下。陆涛咳嗽了一声，都不用那么麻烦，开门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我可是在开锁公司上班的，市面上常用的各种锁我都能打开。于是一群人便拿着雨伞，带着各种工具就开始在张毅家门前捣鼓起来。张毅，你除了泼水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之外，看你还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现在自己开门还来得及，否则等我们进去你就完犊子了。张毅看着监控挑了挑眉，来得正好，上一回没有弄死你，这次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于是他点开了安全屋控制软件，轻轻按下了高压电防御系统。突然一股强大的电流穿透了陆涛的全身，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尖叫。陆涛面目狰狞地向同伴求救，表情显得异常痛苦，仿佛正在经历着无法言喻的折磨。旁边的方雨晴、周鹏等人看得傻了眼，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也没有合适的绝缘工具可以用。很快，陆涛的身体开始冒起浓烟，一阵烧焦的味道传出，最后只剩下半截手臂挂在门上。另外的2人一脸惊恐地怒吼道：“张毅，你他妈就是个畜生，有种给老子滚出来，看我怎么弄死你！”张毅瞬间来火，他妈的想死我就成全你！你们不去对付陈正豪，反而跑来对付我，是看我好欺负吗？这人明目张胆地去开别人家的门，不料瞬间被高压电防盗系统烧得外焦里嫩，一阵浓烟过后，就只剩下了半条手臂挂在门上。同伙见状，便怒气冲冲地拿着钢管就要上去砸门。他不知道的是，张毅已经拿着弩箭对准了他，毫不客气地扣动扳机，接着就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响起。孙志超被一箭射到胳膊上，鲜血四溅，剩下的几个被吓得不行，赶紧扶着孙志超就往回跑。先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刚一转身，咻咻咻，又是2支箭矢再次从门孔里射了出来，杀猪般的惨叫声再次响起。剩下的2人也都纷纷中箭。7个人原本想仗着人多抢了张毅家的房子，结果弄得1死3伤的局面，只剩下完好的3个女人也是疯狂逃窜。回到房间关上房门之后，一群人惊魂未定的大口喘着粗气，几个伤员痛苦的咬着牙倒在地上。王敏看着他们的伤口更是一脸震惊，这些箭都是生锈的，那龟孙子真是恶毒，特意用生锈的箭头对付咱们，没有抗生素类的药物，这种天气中招就只能等死。孙志超感到心中一阵后怕，他的瞳孔紧缩，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如同黑暗的阴影，瞬间笼罩在他的心头。一声清脆的巴掌声传来，王敏气愤地打了方雨晴一巴掌，都是你个贱人害的，你们之前不是说只有门是坚固的吗？为什么会有箭？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躲得远远的？方雨晴委屈地哭着解释道，我不知道啊，我们之前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弩箭攻击我们。周鹏急忙挡在自己心爱的女人身前劝说道，表姐别这样，我可以证明雨晴真的不知道。王敏气得破口大骂，这些人都是被你们害的，你们给我滚出去！孙志超表示，我们现在都伤得这么重，要赶紧找周医生来帮忙，要不然我们都得死。王敏思考片刻后，便拨通了周可儿的电话。之前林小虎被踢得肝脏破裂，也是他帮忙保住了一条命。当周可儿看到这伤时，也是感觉有点奇怪，竟然跟陈正豪的一样，都是同样的箭伤。王敏见周可儿皱起了眉头，担忧地说道，周大夫，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大家的命都全靠你了，伤势太重了，而且上面还全是铁锈，我这里没有抗生素类药物，到时候恐怕也是死。王敏的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孙志超几个人都是他的亲朋好友，本来在这种环境下就特别没有安全感，要是一瞬间失去那么多亲人和朋友，谁遇到都会崩溃。王敏悲痛地骂道，那个张毅真是太无情了，他怎么能这么狠毒？我们也只是想住到他家里去，也没有打算要他的命。听到这里，周可儿大致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只是没有想到这么一个阳光帅气的少年做起事来也能这么狠，这么多人都被他射杀。周可儿淡淡地说道，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们治疗，但是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也希望你们能做好心理准备。听到药方，雨晴激动地说道，张毅家有药，1个月前我亲眼看到有人把很多药给他送上门，一群人上门抢劫，不料房主早有准备，结果落得1死3伤的下场。但是在这种大雪封城的环境下，没有抗生素类药物，他们也只能等死。此时方雨晴想到了张毅，
他记得张毅在1个月前就疯狂往家里囤东西，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货车往他家里送货。他家里肯定有抗生素。周可儿闻言也说道，抗生素并不是什么罕见的药物，如果他确实提前得知灾难将至而进行囤积，那么他手中应当有大量抗生素和消炎药。此时受伤的2人看到还有希望，有些疯狂的喊道，你们快去找他拿药来救我们的伤就是他导致的，他必须得负责救我们。王敏陷入了沉思，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肯定不会给我们提供药物。方雨晴说道，我们并没有伤害到他，而且还打算破门之后多少都会给他留一点物资，反而是他对我们下死手。听到他们几人的对话，周可儿一阵无语，但是这件事情跟他无关，他也没有多做评价，而是打开医药箱，从里面取出纱布，打算先帮他们拔掉箭矢。经过一番深思，王敏最终决定将此事交给方雨晴处理。他知道张毅曾经追求过方雨晴，因此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孙志超和葛家良也虚弱的表示赞同。张鹏也说道，雨晴，这件事就委屈你一下了，我们大家好好的活着才能保护你。方雨晴内心十分不情愿，但是他没得选择，毕竟他也是靠着和周鹏的关系才能加入这个集体。由于条件有限，周可儿只能靠手动给他们拔箭矢，没有麻醉的手术现场，很快就传来杀猪般的惨叫。方雨晴硬着头皮拨通了张毅的语音电话，张毅正准备做点东西吃，忽然间电话响了起来，拿来一看发现是方雨晴打来的，于是毫不犹豫地接通了电话，戏谑地说道，刚刚被我打得那么惨，现在是要打电话来骂我吗？方雨晴哭哭啼啼地哀求道，张毅，求求你救救他们，家里没有药，他们都快死了。他哭得很惨，想要博得张毅的同情。张毅只是淡淡的说道，那挺好呀，早死早投胎，免得在这场雪灾中活受罪。接着靠近麦克风悠悠地说道，你们该不会觉得自己能在这场雪灾中幸存下来吧？这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王明等人后背一阵发凉，张毅说出了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现在这栋楼已经被厚厚的积雪所包围，成为了一座孤岛，大雪封城，物资短缺。虽然他们现在还顽强地苟活着，但等到物资耗尽，即便陈正豪不杀他们，他们最终也会被冻死饿死。方雨晴泪流满面地说道，张毅，我明白这全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辜负了你的一片真心，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爱你的，我可以对天发誓。王明简直看不下去了，一把抢过手机大声说道，张毅，现在世道这么艰难，我们彼此应该互相帮助才对，你别做得太绝情，我绝情，你们一群人不去对付陈正豪，好来砸我家房门，现在来跟我说互相帮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用生锈的箭射他们吗？我就是要他们感染之后痛苦的死去，没想到你们还跑来找我拿药，我看你们的脑子是真的进水了，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难道他们死了你的心里面就会愉快吗？我之前还请你吃过饭呢。张毅想了想说道，其实我的心里面对雨晴还是有感情的，那你们就让她一个人过来吧。方雨晴一把夺过电话，张毅哥哥，晴儿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我马上就来，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你想让晴儿怎么弄都可以。当这个女人听到能住进张毅家里时，顿时满脸兴奋地说道，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你想怎么干晴儿都听你的。张毅微微一笑，那你赶快过来。方雨晴像是喝了豆浆似的兴奋的双眼放光，林采宁也急不可耐地说道，张毅哥哥，我也好喜欢你，带上我吧。张毅故意高声说道，雨晴，现在环境如此艰难，你最好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保持距离，你一个人过来就好了。此话一出，其他人就坐不住了。原本指望方雨晴勾搭上张毅之后，大家都可以跟着沾光，怎么听张毅的意思，反而要跟他们切割？方雨晴哪里还顾得上别人，一想到自己可以摆脱如今地狱一般的生活，激动地朝着门外跑去，不料被林采宁一把抱住。方雨晴转过身，表情扭曲，大喊道，走开，不要阻止我前往张毅家，我已经无法忍受这地狱般的生活了。啪的一声，王敏一巴掌就狠狠地抽了过去，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孙志超他们都快死了，你却只顾自己想要一走了之。周鹏一脸震惊，没想到雨晴竟然不顾他的死活。方雨晴咆哮道，我想要活下去有错吗？这样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冻死。他看向一脸痛苦的周鹏，一脸你要理解我的表情，你是最爱我的对吗？你也希望我能好好的活下去对吧？周鹏脸色惨白的瘫坐在地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挽留。王敏见状赶紧过去安抚起来，表弟不要想太多，先保命要紧啊。然后指着方雨晴道，方雨晴，你要走我们不拦着你，但是除非张毅拿药物过来换。林采宁直接将他控制住，方雨晴，要走你也得带上我，否则你就别想离开。最后方雨晴被众人控制在房间里哭泣，周鹏还在激动的吼道，雨晴，不要相信他，他只是在耍你而已。但是当局者迷，更何况这样的环境之下，周可儿给3个人简单做了手术后开口道，没有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是会感染，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此时躺在床上的孙志超开口道，我有办法能搞到药物。众人都是眼睛一亮，望向了孙志超。张毅家里有壁炉，就说明他囤积了大量的燃料，而且看他的视频，食物也非常的充沛。既然靠我们几个拿不下张毅，那就再带上整栋楼里的几百号人，以及陈正豪那帮疯狗一起拆了他家，到时候我们只要一些药物和食物，应该不是难题。方雨晴却突然对众人破口大骂，你们这样太无耻了，你们毁了他，那我以后还怎么跟他一起生活？王敏举起手就想给他一巴掌，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儿理直气壮，你个贱人！就在这时，周鹏瞬间挡在了方雨晴的面前，表姐你不要打他，她是真的对我好的女人，她现在也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随后便转头对方雨晴温柔的说道，雨晴你别怕，我不会再让他们伤害你的。王敏瞪着眼睛，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都被这女人害成这样了还护着她。王敏等人按照孙志超的提议，就把张毅之前的视频和照片都发了出去，并且还说明视频是这几天张毅家拍的。有邻居说道，难怪雪灾来临前张毅天天往家里囤物资，他知道会有雪灾都不告诉我们，他太自私了，简直不是人。所有人义愤填膺，把自己现在所受的苦全都算到了张毅的头上。而陈正豪等人也看到了群里面的视频，眼睛顿时红了起来。张毅你个狗日的，
的，竟然过得那么舒服。陈正豪露出一脸狠毒的表情，正好新仇旧账，老子就跟你一起算。全球冰封物资匮乏，王敏他们为了报复张毅，把他家里拥有海量物资的消息给公布了出去。结果看到视频当中那美好的生活时，所有人都疯狂起来。张哥，我是你刘文强兄弟，你可得救救我呀！张毅，我和宝宝快要饿死了，我可以让孩子认你做干爹，大家都快要死了，你给我们分一点吧，我们家10几亿资产都给你，只要你让我住到你们家。张毅看了半天戏，这才慢悠悠地打了一个字过去。哦，他一个字，顿时让所有人更加激动了。道德绑架的继续道德绑架，求施舍的继续求施舍。过了许久之后，张毅淡淡问了一句：“我跟你们很熟吗？凭什么我们家的东西要分给你们？”他的目光有些邪恶。此时疯狂的邻居们让他想到前世的礼物，就是这些邻居冲进他的家里，给了他一斧头，还在他没死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将他分解吃掉。张毅自然也清楚，这种时候所有人都濒临绝望的边缘，只要可以活下去，他们能够舍弃一切人类的道德底线。见张毅如此回答的话语，立刻有人急眼了。张毅，你说的是人话吗？要不是你早一点没告诉我们雪灾会降临，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对，大家现在过得那么惨，全都是你的错，你必须赎罪。越是在绝望与希望的边缘，人的心态就越容易崩溃，他们的嘴脸就愈发的狰狞。张毅看着他们扭曲的模样，微笑着从异空间取出一瓶列装级的澳洲黄带鼠尾，来到窗前喝着红酒，欣赏起了外面的美好雪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窗外的雪依旧没有停下来，整座城市完全被大雪覆盖。张毅继续无聊地翻看着邻居们的消息。周可儿发来的消息引起了张毅的注意，不是卖惨，也不是道德绑架，亦或是威胁，而是跟他等价交换物资。张毅对周可儿的态度比较欣赏，末世之中，只有有价值的人才有活下去的资格，他的价值就是精湛的医术。他记得上一世的时候，周可儿殒命也是为了救谢丽华6岁的女儿，把最后的食物给了他们，是彻底绝望也好，真的善良也罢，最起码张毅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张毅一手敲着自己的大腿，开始犹豫起来。周可儿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可是他也很纠结，毕竟有了前世的经历，没有绝对的把握，他不敢这么轻易的放人进来。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方法，决定先考验考验他，反正也不急于一时。随即张毅回复道：“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和我交换的呢？”周可儿的语气带着几分犹豫：“以后你生病受伤，我可以给你免费治疗3次，就当是预付的诊金行吗？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求过一个陌生人。”张毅思索了片刻之后说道：“我现在身体很健康，没有用大夫的必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我给你提供食物。”什么事？周可儿问。这些邻居们大概要对我下手了，如果你知道了他们想如何行动，就告诉我一声。周医生，你是要出卖他们的消息，向我投诚，还是冷眼旁观？由你自己来选择了。当所有人都知道张毅家里有大量物资后，邻居们纷纷拿上武器，上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朝着张毅家进发，刀在手，跟我走，杀张毅，抢物资，一个个眼睛通红，气势汹汹地咆哮着。此刻张毅的房间里已经摆满了各种武器，5把金刚弩，3把专业级的高级复合弓，开山刀、棒球棍、猎刀。除了这些物理武器之外，还有电棍、汽油、大量的化学试剂，以及他用酒瓶布条和汽油制作的几十个燃烧瓶。就在刚才，周可儿答应了做张毅的外应，因为他的道德与良知不允许他做一个卑鄙的人。张毅说道：“你必须拿有用的情报来换取想要的东西，接下来可就看你的表现了。”周可儿道：“我明白，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但是绝对不蠢，不会傻乎乎的要求张毅无条件的帮助她。”群里面的消息99加，还在持续着艾特他，对他进行道德绑架与恐吓。已经有人开始不耐烦了。张毅，快给我们一个答案，到底交不交你手里的物资？张毅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我就是把家里的东西都烧了，也轮不到你们分一杯羹，你们吃屎去吧！”群里面立刻骂声滔天，什么下流的话都说出来了。孙志超也恶狠狠地说道：“罪魁祸首死到临头还嘴硬，我看你还能蹦跶多久？”接下来骂声慢慢小了，不用猜也知道，他们肯定像之前对付陈正豪那样，避开张毅，单独拉了一个群，然后共同商量怎么进攻张毅的家。就在这个时候，周可儿发过来了消息，他们打算要去你家了，应该有100多人，都拿着武器，你赶紧想想办法。张毅微笑着告诉他，让他千万不要过来，不用担心，待在家里等着看好戏。周可儿皱着眉头，他不知道张毅哪来的自信，能一人对抗整栋楼的人，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张毅正坐在家里，静静等候着那些疯狂的邻居们的到来。这时候，他收到了门卫尤大叔发来的消息：“小张，你快跑吧，他们都带着家伙找你去了。”张毅的心中微微一暖，叫尤大叔放心，他能够应付，这边不需要他操心。尤大叔沉默了片刻，说道：“小张，希望你能够活下来。对不起，我这回可能帮不上你的忙了。”此时，张毅通过监控看到一大群人沿着楼梯涌了上来，就连自己隔壁的邻居也拎着菜刀和扳手出来了。人群陆续的涌来，把张毅家门口的走廊堵了个水泄不通。咚咚咚，砸门的声音响起。张毅通过监控倒是没有看到孙志超等人的身影，更没有看到陈正豪的。张毅也不跟他们客气，高压电按钮直接接通。一瞬间，整个走廊里面的一大群人被电流狠狠地咬住，肌肉抽搐，面部扭曲。敲门的那几个人直接被电得浑身焦黑，其他人惊恐地望着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赶过去救。10几秒钟之后，张毅切断了电流，几个人身上冒起了青烟，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烤肉的味道。所有人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望着眼前这一幕。他们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死那么多人，而且就在自己的面前。被电击而死的人表情极其狰狞，眼珠子瞪得老大，有些人心生惧意，想要逃跑。
却发现楼道已经被陈正豪带着小弟堵死了。豪哥，张毅家的门上了高压电，好几个人都……陈正豪手里拿着枪对着他们，狠狠地说道：“都给我回去，谁跑我就打死谁！”上百人拿着武器冲到张毅家门口抢夺他的物资，不料还没进门就被高压电烧死几个。有些人心生惧意，想要逃跑，却发现楼道已经被陈正豪带着小弟堵死了，狠狠地说道：“都给我回去，谁跑我就打死谁！”孙志超看到众人有所畏惧，便大喊道：“张毅既然杀害自己的邻居，咱们必须杀了张毅，为他们报仇！”大家用木头去撞门，别碰门就可以了。一群人抱着木头对准张毅的大门，就开始了疯狂的撞击。张毅却取出一个森海瑟尔的大型音箱，播放起了自己非常喜欢的曲子，边做边爱，这让门外的人更加的愤怒。张毅，你嚣张个坤吧，马上就弄死你！他们拼命的撞了一会后，悲哀的发现那扇门微丝未堵。邻居们的心都凉了，每个人都气喘吁吁。这个时候，一个在银行上班的人惊叫道：“这是银行金库的防盗门啊！”周围的人一听，心里面更绝望了。此时，张毅举着手弩，已经来到了射击孔。咻的一声，一道锐利的破空之声掠过，顿时传来了一声惨叫。一个男人捂住自己的脖子，眼神惊恐的缓缓倒在了地上。周围的人吓得大叫，然后赶忙想要散开，可是过道里面就那么大地方，根本跑不动。张毅也不管那些，反正闷头就干2件事：装填射击，咻咻咻！锐利的破空之声像是夺命的梵音，让每一个邻居都肝胆欲裂，惨叫声此起彼伏，中箭的人鲜血直流，当场倒地，这让其他人更加的害怕，纷纷拼了命的往楼梯间里面挤。有一些人倒在地上，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就被人踩在了身上。陈正豪手里拿着枪挡在楼梯前，对准了想要逃走的众人。怕什么？他就一个人而已，都给我上！此时也有人用东西把门上的射击孔给死死的堵住了。见到张毅无法再射箭，邻居们才从惊恐当中回过神来，地上一片狼藉，不少人身上中箭，伤势深浅不一，有些人失去了亲人，一边痛哭一边大声咒骂着张毅：“张毅，你这个该死的狗贼，你卑鄙无耻，你这个杀人魔头，我要跟你拼了！”而回应他们的，依旧只有房间里那劲爆的嗨梗。眼瞅着张毅家的大门固若金汤，根本无法攻破，邻居们内心既焦急又绝望。就在这个时候，孙志超喊道：“大家不要着急，我有办法！”全球冰封，物资匮乏，上百人拿着武器冲到张毅家抢夺物资，不料张毅家的大门固若金汤，同时还被张毅射杀数十人，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就在这个时候，孙志超喊道：“大家不要着急，我有办法！他们家的门是合金打造的，咱们撞不开，那我们就砸他家的墙。”众人一听这话，顿时眼睛里冒出了睿智的光芒，于是他们很快就排着队来到张毅家的外墙跟前，抡起手中的铁锤和斧头就开始猛砸。砰的一声，一个大汉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锤子狠狠砸在墙上，顿时上面裂开了，白色的大灰絮絮掉落。大汉抡起锤子在砸第2下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了一声金铁撞击的声音，而那名大汉同时发出一声惨叫，手中的锤子轰然落地。众人一看，他的双手已经裂开了长长的口，鲜血秘密流淌了出来，很快就在低温之下凝固，看上去格外的瘆人。这时他们才发现墙里面也是钢铁铸成的，一个人忍不住仰天吼道：“为什么会这样？谁家的房子用钢板筑墙啊？”有人已经无法忍受这种绝望了，又拿起锤子去敲击其他地方，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最后发现的都是坚固厚重的钢铁墙壁。整栋楼的业主眼神空洞地望着面前一整面的金属墙壁，内心比外面的冰雪还要冰冷。它就像是一座残酷的城墙，隔绝了他们获取物资的希望。孙志超和周鹏、葛家良眼睛里满是血丝。如果今天全公寓楼的人都攻不破张毅家，他们就只能等死了。张毅他早就知道会有雪灾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我们。孙志超指着张毅家的房子，愤怒地大吼道。邻居们看了他一眼，痛苦的一边哭着一边痛骂张毅：“卑鄙小人张毅，只顾自己活着，不考虑我们大家。你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你晚上能睡得着吗？你就不会内疚吗？早晚有一天老天爷会让你遭报应的。你会因为没有提醒我们，没有帮助我们，而陷入无尽的悔恨与自责的。”就在这个时候，张毅的邻居忽然走了出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走阳台。”他们家装修的时候，阳台改成了落地窗，很大一面都是玻璃，或许有机会闯进去。一群人嗷嗷叫着，就从张毅隔壁家闯了进去，如同疯子一般跳上了张毅家的阳台，疯狂地朝着巨大的落地窗砸了过来。而张毅则是拖着他的白色躺椅来到窗前，不急不缓地躺了下来，顺手给自己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不大的阳台很快就被10几个人挤满，他们的脸色苍白，像极了活尸，再加上那疯狂扭曲的表情，真的没有一点活人的样子。张毅心想，如果真的有丧尸的话，大概也就是这种程度了。砰砰砰，低沉的声音在落地窗上此起彼伏。刚刚砸墙的时候，那种渴望的感觉还不够明显，可是此时只隔着一层玻璃，让他们更清楚地见识到张毅的生活有多奢侈。屋子里壁炉熊熊燃烧，张毅只穿着单衣，像个地主老爷似的躺在白色的躺椅上，手边放着一杯泡好的咖啡，还冒着热气。看奶泡的量应该是卡布奇诺。茶几上堆满了武器，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茶几下面一大堆吃了一半的零食丢在那儿，薯片、汉堡、可乐、披萨。
烧鸡、烤鸭，甚至还有油泼面。就是这些东西让阳台上的邻居们彻底的疯了，他们激动的甚至忘记了语音，而是用拼命嚎叫表达着自己的激动，然后更加拼命，用尽了吃奶的力气砸窗户。张毅手捧咖啡，欣赏着这一出好戏。这群人砸着砸着就发现了不对劲，本来以为用力砸几下就能给他砸碎，可是10几个人砸了半天，连个裂痕都没出来。全球冰封，物资匮乏，一群人疯狂的砸着张毅家的落地窗，不料拼命的砸了半天，连个裂痕都没出来。张毅拿着红酒杯，悠悠的说道：“我这防弹玻璃可是防炮弹的，还怕你们的手工活吗？”一个青年仰天吼道：“不，我不信我打不破它，只要打破它，屋子里的壁炉和吃的喝的就都是我的，我一定要打破它。”大概是极寒的温度之下，在这种希望与绝望之中左右逢源，大家的脑子都冻坏了，他们选择丢掉理智，拼命猛干，活出一个未来。张毅又从空间里面取出一些食物，酱香肘子、拔丝香蕉、纯可可脂巧克力。只隔着一层窗户，外面的人顶着凛冽的天气，在那里表情扭曲的拼命砸玻璃，张毅则悠闲的躺在躺椅上，吃着美味的食物。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外面那些邻居嫉妒的快要发狂，他们嘴里面发出咒骂，声嘶力竭，双眼通红。张毅，给我等着，马上我就弄死你！我砸破了这块玻璃，你就完蛋了！你这个该死的家伙！自私的败类，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就在这时，落地窗的上面出现了一个口子，一团火从里面扔了出来，瓶子在空中掠过一道黄色的弧线，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中落到地上，啪的一声脆响，然后熊熊的火焰就燃烧了起来。这是张毅自制的燃烧瓶，瓶子里的汽油迸溅的到处都是，10几个人身上的羽绒服和棉裤沾到汽油，顿时燃烧起大片火焰。张毅嘴角露出戏谑的笑容，继续点燃了下一个燃烧瓶，朝着外面扔了出去。10几个人挤在一块，而且阳台又是分离式的，这些人一时间跑不了，都变成了一团团燃烧扭曲的火球。有人妄图爬到隔壁去，但是匆忙之下手脚不稳，直接从24楼坠落。一个狰狞的人脸忽然扑到玻璃上，表情扭曲而恐怖，恶狠狠地盯着张毅，随后发出了绝望的惨叫声。隔壁阳台上的几10号人看到这幅修罗地狱一般的景象，也是吓得面无人色。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双手抓住了栏杆，想要爬过来。这边的一个男人毫不犹豫，一脚狠狠踹在了他的手上。快给我滚！你这个样子已经没救了，别来连累我。那个人挣扎了一阵，最后绝望地望着他，缓缓倒在了栅栏前。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焦味，有的人被烧得太痛苦，自己跳下了24层楼。这10几个人没过多久就全死了。人身体的油脂也是很好的燃料，熊熊燃烧的大火竟然带给了他们一丝久违的温暖。于是大家慢慢走向前，伸出了双手烤火，脸上露出一缕生怕别人察觉的笑容。一个2天没吃饭的小伙吸了吸鼻子，他忽然觉得这种油脂燃烧的味道很像，像极了他过去最爱吃的自助烤肉。他不由得望向了地上那10几具烧焦的尸体，不由得吞了口唾沫。空气中吞唾沫的声音此起彼伏。小伙子惊愕地望向众人，在大家那消瘦而麻木的脸上，他看到不止一个人露出尽释的欲望。只是由于现场的人太多了，他们残存的一丝丝道德底线让他们没好意思动手。忽然，一个女人扑通一声跪在了玻璃前。张毅，我快要饿死了，求求你救救我吧，哪怕只给我一块面包也行啊！不光他一个人，陆续的又有人跑过来给张毅磕头，痛哭流涕的求张毅给他们一口饭吃。窗外哀求的哭声连绵不绝，他们磕头磕的脑袋都出血了，无比的凄惨。张毅叹了一口气，走到窗前说道：“大家不要这个样子，我看着心里面难受。”说着，他举起了手中热气腾腾的面条。我心里一难受，就想吃东西，于是就当着众人的面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众人一听这话，哭喊声更大，磕头磕的也更加卖力。张毅，是我们错了，我们只想活着呀，你就施舍给我们一些食物，让我们像狗一样的活下去就行。以后你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听你的好吗？张毅吃了半碗面之后，随手把剩下的放在落地窗跟前。你们谁现在过去给我把陈正豪的脑袋拿过来？这样的面条我管他一星期，顿顿吃到饱。张毅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时发到了大群，告诉了整栋楼里的所有人。此时的陈正豪在隔壁的阳台上看着这场变故，他眉头紧皱，思索接下来如何行动。正在思索的时候，陈正豪忽然感觉后背如同针扎一般，让他汗毛都立了起来。他猛地回头，举起手中的枪，却发现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古怪。你们想干什么？众人看到枪之后，有些忌惮，顿时往后退去，都给我滚开！随后赶紧带着手下几个人离开了这里。张毅家的窗户前，磕头求饶的想要砸窗户的这2群人忍受不了寒冷彻骨的空虚，后面也陆续离开了。经过这一次，单元楼损失了40个人左右，几乎所有人都参与到了对他家的入侵。很快，张毅又收到了许多人的私信，许多人开始哭求张毅可怜他们，或者提出利益交换。富二代许浩把自己女朋友全身都给拍了一遍，对张毅说道：“张毅，我可以把我的女人送给你玩，只求你给我一些吃的行吗？他可是天海市有名的车模，你看看这大灯，这尾翼，光是这2条大长腿都够你玩1年的。”张毅自然认了那个模特，许浩在这里买了房子就是为了包他。这个女人现在憔悴了许多，似乎非常乐意被人交换，最起码她知道张毅家里有很多吃的，因此拍摄的时候非常多。张毅不屑地看了5遍他们的视频，然后轻蔑地关闭了聊天框。下面还有其他人的对话，
方雨晴兴奋地说道：“张毅哥哥，你好厉害啊！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晴儿现在脱不开身，他们太可恶了，一直把我锁在家里。你放心，晴儿一定会过去找你的。”周可儿也淡淡的发来一句祝贺，语气清冷，但张毅知道那就是他的性格。天很快就黑了，现在每天5点左右就入夜，昼短夜长，晚上的时候气温还要再降10度左右。电视里面仅存的几个官方电视台还在播放着节目，在官方的大力维持下，我国的雪灾情况得到了有效缓解，一切都在朝着稳中向好的方向发展。张毅觉得现在的新闻可比小品好笑多了，不过他也很好奇，这些电视台到底搬到了哪里，又是怎样维持运作。他一边听着无厘头的新闻，一边翻看着聊天记录，看那些邻居们痛骂、哭诉、求饶的信息，让张毅感觉非常的有意思。突然间，他发现阳台上面有动静，张毅好奇地走到前，发现有人在偷偷搬运那些已经被烧焦的尸体，10几个人被大火活活烧死，旁边的人不但不施救，反而伸出手烤火取暖，脸上还露出一缕生怕别人察觉的笑容。这时，一群人又纷纷爬到了张毅家的阳台上。张毅以为下一批人又要过来砸玻璃的时候，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玻璃前。张毅，我快要饿死了，求求你救救我吧，哪怕只给我1块面包也行啊！窗外哀求的哭声连绵不绝，他们磕头磕的脑袋都出血了，无比的凄惨。张毅叹了一口气，走到窗前说道：“大家不要这个样子，我看着心里面难受啊。”说着，他举起了手中热气腾腾的面条，我心里一难受就想吃东西，于是就当着众人的面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众人一听这话，哭喊声更大了，磕头磕的也更加卖力。张毅，是我们错了，我们只想活着呀，你就施舍给我们一些食物，让我们像狗一样的活下去就行。以后你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听你的好吗？张毅吃了半碗面之后，随手把剩下的放在落地窗跟前，就在这些邻居们的眼前，一窗之隔，他们看得见却吃不着，每个人都像狗一样，把整张脸贴在玻璃上，似乎这样就能吃到面一样。你们谁现在过去给我把陈正豪的脑袋拿过来，这样的面条我管他1星期，顿顿吃到饱。张毅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时发到了大群里面，告诉了整栋楼里面的所有人。此时的陈正豪在隔壁的阳台上看着这里的变化，他眉头紧皱，思索接下来如何行动。正在思索的时候，陈正豪忽然感觉后背如同针扎一般，让他汗毛都立了起来。他猛地回头，举起手中的枪，却发现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古怪。你们想干什么？都给我滚开！众人看到枪之后有些忌惮，顿时往后退去。但是大家伙看他的眼神依旧古怪，甚至可以说有些诡异，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像是在看食物。陈正豪毛骨悚然，赶紧带着手下几个人离开了这里。等等，张毅家怎么办？孙志超在一旁问道。陈正豪怒骂道：“草，攻又攻不进去，还能怎么办？回头再想办法吧。”说完就骂骂咧咧地离开了。第二天，2个男人手里拿着扳手和菜刀，守在陈正豪家过道旁边，想要拿陈正豪的脑袋去换吃的。陈正豪和2个小弟去外面挖雪滑水，从过道里出来，手脚麻利点，再晚点都要啃冰块了。正在他怒骂的时候，2个男人高举菜刀就朝着他的后背砍了上去。2个小卡米连忙大声喊道：“豪哥，小心后面！”作恶多端的陈正豪怎么也没有想到，2个小伙竟然为了1碗面条提刀砍他，他还是低估了绝境之中人的疯狂。楼道里突然传来了2声枪响，2个男人手里拿着扳手和菜刀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楼道。陈正豪手里拿着枪，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他让手下把这2具尸体拖回家中。这2个狗东西，给我把他们剁碎点！一个小弟突然喊道：“豪哥，你后背中刀了！”陈正豪的羽绒服上被菜刀劈出一条30厘米长的口子，鲜血在黑色的羽绒服上不太明显，仔细看才能看出来，他脑门上渗出来细密的汗珠。连忙打电话给周可儿。不久之后，周可儿就来到了陈正豪家。我可不会免费帮你。周可儿冷冷地说道。陈正豪指着碗里的手指肉块，这些我可以分你1块。周可儿强忍着呕吐的冲动，冷冷地说道：“不用了，与其碰这些，我宁可去死。那我可舍不得。现在这个世界，身边没有一个医生可不行。”陈正豪感叹道：“你放心，如果有一天非吃你不可，我也会把你留在最后面。”周可儿皱着眉头不再说话，而是帮他处理伤口。不一会儿，伤口就简单的包扎完毕。周可儿拎起药箱打算离开时，被2个小卡拉给拦了下来。陈正豪说道：“我的伤没好之前，你不能走。”也不管周可儿的抗拒，他强硬的把他留了下来。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这些牛马现在都敢反抗了，对我们很不利。豪哥，他们家就像个乌龟壳似的，攻不进去啊。陈正豪说道：“我就不信他不出门，咱们搬到他家隔壁轮班看守，等到机会直接把他给干掉。”周可儿借着上厕所的名义，去洗手间给张毅发消息，告诉了他这件事情。陈正豪等人收拾了一下物资，然后带着周可儿就来到了24楼。张毅的邻居看到凶神恶煞的陈正豪等人，躬身说道：“豪哥，这房子以后就是您的了，我们马上就走。”说着，他就要带着自己老婆离开。没等他们走出2步，陈正豪的一个小弟举起了手中的钢管，朝着2人的脑袋就砸了过去。看着他们一棍又一棍的砸着地上2人的头，周可儿死死捂着自己的嘴，他彻底被吓傻了。这还是他头一回见到杀人。陈正豪只是看了他一眼，冷笑道：“天太冷了，总得储备一点粮食，免得到时候没饭吃。”看着他们一棍又一棍的砸着地上2人的头，周可儿彻底被吓傻了。陈正豪只是看了他一眼，冷笑道：“天太冷了，总得储备一点粮食。”受伤的3个人没有药物治疗，身体已经开始出现异样，伤口奇痒无比，绷带的周围血迹开始变得古怪，出现了不正常的黄色。孙志超看到自己化脓的手臂，被吓得大哭了起来，鼻涕眼泪齐下。不要这样，我还不想死啊！周鹏和葛家良看到这一幕，更是亡魂皆
皆没，完蛋了，咱们都完蛋了，都得死。他们所受的都是贯穿伤，再加上病菌感染，以及无法得到充足的营养、药物，伤口恶化成了必然的事情。张毅通过监控一直监视着整栋楼的情况，任何人出现在楼道都会被他看到。一群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正被陈正豪用枪逼着，只要你们乖乖听我的话，咱们就还能活。陈正豪靠着一把枪勉强维持自己的权利，他威胁了一群人给自己当打手，怕被其他人群起公知。张毅给周可儿打去电话，询问他陈正豪那里的情况。陈正豪他们已经疯了，现在所有食物都吃完了。他带着一群还有战斗力的人闯进弱者的房子打砸抢夺。这几天他们天天出去找人，只要找到有人的房子就攻进去，然后把人给杀了。我2天没吃一点东西，感觉自己快饿死了。张毅，你还能救我吗？张毅听到这句话，感受到了这个高冷女医生的卑微，他对张毅似乎是不抱太大希望了。张毅思考了一会，最终做出了决定，这个女人她留着还有用，不能让她就这么死了。你帮我办一件事，事成之后我可以让你活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周鹏在砰砰砰地敲击他家的房门。张毅，给我滚出来！你这个缩头乌龟，没用的废物！张毅嘴角一撇，啊，对，你说的都对，感染的滋味不好受吧？你的胳膊伤口起码得有10几厘米深，铁锈上的破伤风杆菌进入你的伤口之后，就像是区域到了腐蚀一样，开始了疯狂的繁殖，吃掉你的血肉。周鹏听了之后，感觉自己的胳膊更疼了。张毅，老子杀了你！张毅悠悠地说道，反正你必死无疑，倒不如趁着你没死，把活着的时候没敢干的事情给干了。全球冰封的第19天，陈正豪一伙就已经吃掉了12个邻居的肉，被张毅射杀的3人伤口也开始溃烂。孙志超用蜡烛烤着刀子，然后用来烫自己的伤口，随着油脂的燃烧声和青烟的升起，他的瞳孔外凸，即使咬着被子也依然发出痛苦的哀嚎。他以为这样能够杀死所有的细菌。王敏在旁边心疼地看着自己的表弟周鹏，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知道周鹏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现在屋子里每天都能闻到几具尸体腐烂的味道，这些人还没死，身体却先腐烂，这种痛苦难以想象。周鹏没有理睬王敏，而是冲向了关押方雨晴的房间。方雨晴看见周鹏，吓得尖叫了一声：“周鹏，你干什么？”周鹏走到方雨晴跟前，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她：“雨晴，你愿意嫁给我吗？”这个可怜的舔狗，即使生命即将结束，最大的愿望竟然只是和方雨晴结婚。在末世之中，这个要求多么可笑，却又是多么的卑微。方雨晴皱起眉头，眼睛深处满是嫌弃。她下意识地捏住自己的鼻子说：“不，我不愿意。”周鹏的心都碎了。他为方雨晴付出了那么多，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方雨晴对他从未有过一丝心动。不，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周鹏怒吼一声，然后开始撕扯方雨晴的衣服。屋外面的人听到了声音，但谁也没有去管。在他们看来，方雨晴是导致他们陷入如今困境的罪魁祸首。周鹏撕开了方雨晴身上的羽绒服，急不可耐地脱下自己的衣服。不要，走开！你太臭了，好恶心！方雨晴大骂道。周鹏气急败坏，忽然扯下自己胳膊上的纱布。此时，他的伤口已经高度感染，发黑发紫，伤口化脓，令人恐怖。他做出一个令人反感的动作，竟然用手去抓腐烂的伤口，然后把烂肉塞进方雨晴的嘴里。让你骂我，让你骂我！周鹏狞笑起来，看着自己的女神被自己凌辱的模样，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意。周鹏扯掉方雨晴的衣服，不顾房间里的温度在零下60多度，一心想要与她深入交流。方雨晴已经无力反抗，双眼失神地躺在那里。然而，当周鹏脱掉裤子准备进一步行动时，他却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他已经无法抬头了。起来，你给我起来啊！周鹏焦急地尝试各种方法，可是都没有效果。他的下体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房间里回荡着周鹏绝望的怒吼声，像极了一条被嘎了荔枝的泰迪。晚上，陈正豪等人坐在客厅里，一个小弟被派去厨房做饭。周可儿突然站起来说：“我去帮忙。”陈正豪用冰冷的眼神看向他，脸上带着瘆人的笑容：“我知道你忍不住了，2天没吃东西，任何人都会坚持不住。不要害怕，只要尝过1次就会上瘾，那种肉的味道非常鲜美，比我过去吃过的任何肉都要美味。”周可儿咬着嘴唇说：“我不想死，我想活着。”陈正豪以为周可儿想通了，点点头说：“那最好，你现在对我还是有些用处的。如果实在不肯吃肉，本来打算拿你做食材。”周可儿深吸一口气，默默地转过身去厨房帮忙。厨房里面到处都是飞溅的血迹，以及一些未处理的残肢断臂，简直如同地狱一般。他强忍住内心的不适，走过去给那个做饭的小弟帮忙。那个小弟一脸麻木，指了指旁边的斧头和碎裂的家具，让他劈柴生火。过了一会儿，那个小弟把肉砍完丢进了锅里，随便倒了些调料进去。看着小弟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就离开了厨房。周可儿等了许久，确认安全之后，才伸手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瓶子，然后慌慌张张地拧开瓶盖，朝汤水里面倒进去一堆白色的药粉。此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快得像是单缸发动机，双腿也因为过于紧张一直在发抖。中午吃饭时，周可儿端上一大锅肉汤，他们立刻眼神炽热，急不可耐地开始捞肉吃。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周可儿也盛了一碗汤，默默地回到屋里。没有人管他，大家都只顾自己狼吞虎咽。没过多久，周可儿听到客厅传来此起彼伏的鼾声，他小心地来到客厅，看到所有人都躺在沙发和椅子上熟睡，他松了一口气，给张毅发去了消息：“我给他们下了大量安眠药，他们都昏睡过去了。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看到消息后，张毅挑了挑眉，对他说：“把他们拖到阳台上面来。”
他是不会过去的，以防这是对方的陷阱。当看到周可儿气喘吁吁的把那些人全都拖出来时，他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周可儿声音颤抖的问道：“接下来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可以了，你先等我一会儿。”张毅从异空间之中取出了厚厚的防寒服穿在身上，又拿出了10根小孩手臂粗细的麻绳挂在腰上，左手拿着上好弦的弩箭，背后背着一把开山刀。张毅想了想，觉得还是不够安全，他又把那只买回来之后一直没有机会使用的手枪打开保险，握在手中，来到了阳台上面。周可儿在窗户边上抱着膀子，瑟瑟发抖的看着他。“你要杀了他们吗？”张毅嘴角一歪，举起了手中的枪，对准地上的恶棍们，隐隐也对准了周可儿。他顺手把那些绳索扔到周可儿脚下，用这些绳子把他们的手都给我反绑起来。另外，我记得陈正豪身上有一把枪，也把它交给我。周可儿一脸无语的表情，见到张毅如此谨慎，甚至不愿意过来帮忙，他咬了咬干裂的嘴唇，愤愤地说道：“你也太小心了吧！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不会让自己冒一点点风险的。”张毅淡淡的说道。周可儿拿起绳索，将那些人的双手从背后牢牢地绑住。当他从陈正豪的口袋里掏出那把手枪的时候，张毅的枪口也对准了他的脑袋。全球冰封第21天，一群人拿着炸药放到张毅家门口。周可儿刚洗完澡出来，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一声惊天动地的声音传遍了整栋单元楼。张毅立马打开监控查看，发现门口有10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手里的家伙多以铁锹为主，还有钢筋和木板、斧头。烟尘散去，那些人急忙跑到了门口查看爆破有没有成功。一看这群人就是有备而来，看样子自己家中物资充沛的事情早就传到外界去了。房门之外，二叔等人看到毫发无损的厚重金属门，一个个目瞪口呆。“老驴，你干的什么活？搞得这个破玩意连个门都炸不开，这不对劲啊！我调配的炸药是没问题的，可能是受潮了吧？”老驴是工程队里面的爆破好手，不过他用的都是土方法。此时张毅的眸光冰冷，心中的怒火也是熊熊燃烧了起来。门外一群人还在抱怨，有的人已经尝试用手中的铁锹砸门了，他们没有注意头顶上方的铁门开了一扇小窗。张毅点燃了自制的燃烧瓶，朝着外面就扔了过去，熊熊的火焰瞬间燃烧了起来。张毅还不解恨，又从空间当中取出几个白色的小瓶，里面是近乎透明的白色液体，这是几瓶溶解在2氧化硫中的白磷，算是最简易版本的白磷弹。白磷弹被称为地狱之火，燃烧时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可以在一定范围消灭所有生物体。白磷弹爆炸会产生强烈光照和迸溅燃烧碎片，沾到皮肤就难以及时去除，伤口更是惨不忍睹。不但会形成恐怖的杀伤力，还会产生强烈的心理震慑力。在国际上，白磷弹的使用是被禁止的。燃烧瓶在地上形成火焰，就让2氧化硫迅速的蒸发，从而使溶解在其中的白磷燃烧了起来。一瞬间就在空气中制造出了上千度的高温，火焰迸溅到他们的衣服上，怎么扑都扑不灭。瞬间，外面的走道便化作了一片火海，凄厉的惨叫声如同来自地狱，被活活烧死，可以说是人类最痛苦的死法。张毅觉得并不解气，又拿出手枪对着外面拼命的射击，很快一具又一具尸体倒了下来。来犯的10几个人，最后留下来8具尸体，只有5、6个人侥幸逃了出去。确认那些人死了之后，他才关上射击孔，然后打开了空气过滤系统。张毅看了一眼手里的枪，子弹全都打完了。经过这件事，也让张毅的危机意识更加提高了不少。末世之中还能活下来的人都不简单，以后将要面对的人也全是狠角色。他走到周可儿面前，从异空间里拿出几份美食。周可儿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张毅把食物递给他，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你吃，我给你说个秘密，造成这次雪灾的原因，我相信你在网上也看到了，是由于超新星的爆炸导致的伽马射线爆发。这种射线对人体会造成一定影响，有可能导致人体变异，所以我拥有了一种超能力，就是获得一个独立的异空间。”不顾周可儿惊讶的眼神，张毅继续说道：“我之所以可以潇洒快活地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我的空间里面存储了大量的物资，因此我活着，你才可以跟着我享用到那些物资，才会有食物可以吃，才会有热水洗澡。我如果死了，这栋房子很快就会变得与其他房子没有差别，你还是会饿死。”张毅对周可儿并没有完全信任，哪怕他知道他是个善良的人，他只相信利益而不相信人性，因为人性是可以被扭曲的，甚至不需要太大的力气。等到周可儿吃饱喝足之后，张毅继续说道：“知不知道为什么整栋楼那么多人，你和我不是最熟悉的，可我偏偏选中了你吗？”周可儿抿了抿嘴唇，因为我是医生，你什么都不缺，但不能保证自己不会生病受伤。张毅微微点了点头，这是其一，虽然我的身体很健康，但是人总是要防患于未然。他从茶几下面拿出喝剩下的半瓶红酒，又变戏法似的取出2个高脚杯，倒了2杯红酒，一杯推到周可儿跟前。那么第二点，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周可儿接过红酒，犹豫了片刻，他喝了一口，眼神当中也出现了一丝明悟。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白吃的面包，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周可儿放下手中的高脚杯，站了起来，当着张毅的面，她解开了自己的浴袍。张毅也不装什么正人君子，于是就全球冰封，物资匮乏，别人都只能吃人才能生存，而张毅却和周可儿突突了一晚上。他们正在激动的交流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呼喊的声音，2个人扭头望向了窗外，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站在阳台上，高举着手臂在迎风呼喊。接着在2人的注视下，他仿佛一个跳水运动员般俯冲而下。周可儿微微蹙眉，忍不住叹息道：“这雪灾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末世之下，因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选择自杀的人不在少数。张毅摇了摇头，谁知道呢？大自然的变化本来就不是人类现在的技术水平能够掌握的，只要我们能够活着就好。2人正说话的时候，张毅的手机响了起来，是门卫由大叔
打来的。他关切地询问张毅需不需要帮助。昨晚来炸张毅家门的那些狗崽子由大叔认识，根据尤大叔的介绍，让张毅对那些人有了一点了解。那群工人是在一个叫天河集团的工程公司名下工作，非正式工，而是由包工头黄天放承接工作。他们跟着黄天放干。现在他们的团体自称天河帮，他们现在对张毅是恨之入骨。他们死了8个多年的兄弟，有2个人当夜回去之后，就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他们发誓一定要血洗25楼，杀掉张毅给兄弟们报仇。但是见识过张毅的手段，以及感受到张毅家的易守难攻后，他们就对张毅的邻居们下手。于是，在后续的几天，他们偷袭了好几户人家，杀完人之后，还用鲜血在楼道里写字。张毅，你不出来，我就杀光你的邻居。黄天放自以为聪明，杀了25楼许多人，借此要把张毅给逼出来。但很可惜，张毅非但没有感觉到自责，反而乐开了花。他的目的就是让黄天放多杀几个邻居，造成恐慌，使得这些邻居们不得不求他出手。果然，仅仅过去2天之后，邻居们就受不了了。他们看到了黄天放临走时留下的血字，并且一致认为只有张毅出去面对黄天放，才能够解决眼下的问题。于是，群里面各种对张毅狂轰滥炸，私信和语音电话也是络绎不绝。张毅，你惹的祸你要去解决啊！天河帮那群人是你引来的，也是你杀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总不能让我们来帮你承受这种代价吧？他们说了，你一天不出来，他们就一天不会停止杀人。张毅，如果你有点良心的话，就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吧。你真的忍心看着大家因为你而死吗？张毅看到这些人发来的消息，顿时笑了。他倒也没怎么生气，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些邻居的尿性。他随手发了几条信息在群里，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怎么他们过来杀我，被我反杀了，最后反倒成了我的不是了？你们自己没有本事抵抗他们，关我屁事！你们也说了，那群人太危险了。既然这样的话，我更不会出去了。说完，张毅还发了个笑脸，这可把楼里面的邻居给气坏了。张毅，你自己倒是安全了，你让我们怎么办？你招来的人，凭什么让我们替你面对？你这样还有没有良心？张毅冷笑着嘲讽道：“我管你们怎么办？你们死不死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还真别跟我谈良心。当初进攻我家的时候，你们谁家没有犯？也就是老子大度，没有拎着枪上门，一个个把你们全给崩死了。你们倒是叫起来了，你们也配跟我谈良心？你们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弄死你们？”张毅最后一句话说出来，把许多人嗓子眼里的话都给堵了回去。他们这才想起来，陈正豪怎么死的？那是被活活冻成冰块，然后砸得粉碎。这可怎么办啊？本以为陈正豪死了，我们就能活下去，结果天河帮的那些人更残忍。陈正豪杀人是为了立威和口粮，而黄天放等人杀人则是为了报复。他们见人就杀，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多。难道说我们真的只有等死吗？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野蛮的社会就是以后的常态吗？雪灾短时间不会度过，而我们都会葬身在这场雪灾当中。许多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认为自己活不了几天了。大家不要慌张，天河帮也只有差不多20号人，咱们团结一致，可以跟他们对抗的。尤大叔的出现让许多人眼睛里出现了亮光。尤大叔，你最近一直不说话，我还以为你也死了呢。太好了，尤大叔在，大家的安全就有保障了。尤大叔，你说要怎么干吧？大家一定鼎力支持你。尤大叔看到邻居们的话，眼皮也是忍不住抖了抖。鼎力支持我，那意思还是想让我上呗？你们在后面看热闹。尤大叔说道，就靠我一个人也没用啊，我们家的物资也耗尽了，好几天没吃饭，现在饿得没有力气。大家伙跟我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这种状态凭什么跟天河帮抗衡？邻居们有的默默不语，有一部分邻居，他们最近的伙食质量其实还不错，吃的都是烤肉。一旦你的精神已经麻木了，其实那些东西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尤大叔，那该怎么办啊？你有什么建议提一提呗，大家都听你的。尤大叔便说道，咱们楼现在要和其他楼对抗，只能够靠张毅了。张毅家里面有很多武器，而且他天天吃得饱饭，也有力气，让他带领我们是最合适的选择。可是张毅刚刚才说让我们自生自灭呢，他是不会离开那间房子的，我们也叫不出来他。尤大叔说道，这样吧，我和张毅还能说上2句话，我去找他谈谈，看看能不能说动他出山。众人连忙说道，尤大叔，全靠你了。经过2人一番双簧，再加之他们也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大家纷纷开口，只要张毅愿意出来带着他们，他们都愿意听从张毅的号令，给自己拼一条活路。全球冰封第25天，地面积雪也达到3层楼高，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一辆雪地摩托轰鸣而过，直奔天海市公安局而去。这里绝大部分都被淹没了。市公安局原本6层的建筑，下面3层彻底看不见。张毅把摩托车停在了4层的窗户前，然后抄起撬棍朝着玻璃窗就砸了过去，哗啦啦，钢化玻璃碎了一地。张毅从口袋里掏出枪，带上矿工灯就爬了进去。张毅对公安局的内部构造也不了解，所以只好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去搜查。来到被冰雪覆盖的2楼，当他用力撬开一间被反锁的房间时，里面的一幕让他微微有些动容。房间的角落里，7、8名警员蜷缩在一起，他们的身上裹着单薄的毛毯，身体已经变得比雪还白。张毅深吸了一口气，心里面多多少少有些难过。他们都是晚上值夜班的警员，在遇到暴风雪来临的时候，甚至连御寒用的衣物都没有。张毅想要把他们给安葬了，可是思索了一番之后，又觉得外面冰天雪地，被掩埋在这座他们奉献了多年心血的地方，或许也是一种圆满。他低头鞠躬致意，为这些保护过城市的人默哀。然后他绕过这些尸体继续搜寻，过了快2个小时才找到了枪库，不过外面上了大锁，张毅撬了半天都没有撬开，只好回去找钥匙。好在他知道这玩意肯定在值班室里面，并不难找。张毅拿到钥匙之后，
顺利的开了门，里面很多枪械、手枪和步枪都有，一共几十把，甚至还找到了一把大狙。不过这些玩意他也是头一回见到，叫不上来名字也没用过。张毅不管那么多，一股脑的收了起来，回去可以慢慢研究。随后他又在枪库里面找到了1000多发子弹，除了枪支弹药，张毅还找到了10几件防弹衣和整套的防爆用具。光是找到这些，他今天就没有白出来。同时也让他确认了一件事情，外面依旧有着大量的物资，毕竟12月12号半夜下的大雪，等到第二天人们醒来，门前的积雪都1米多厚了，温度更是达到了零下数10度，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末世的来临，也没有开始疯狂的抢购物资。等到后来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出门了。张毅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就离开了警局，随后跨上雪地摩托朝着经济开发区开去。那里2年前刚刚建成了一个万达商城，附近最近的居民楼都有3公里，因此被抢空的概率比较低。到来之后同样是只能够看到一个屋顶了，他如法炮制，打破上面的玻璃，用攀岩的绳索套着自己钻了进去。进入商城之后，里面那些曾经繁华的景象依稀残留着痕迹。环形的商场，一间间门店里面陈列着精美的商品。张毅挑选了一些有用的商店，直接把整个门店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了自己的空间。他带上搜刮好的物资离开超市，骑着雪地摩托车开始往回赶。等到他回到岳麓小区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暗淡，轰隆隆，发动机的声音在寂静的小区里格外明显。他一回来，各个楼的窗户上都冒出了人脸，死死盯着他在看。26楼15层的一个房间，天河帮的老大黄天放眯着小眼睛，死死盯着那辆崭新的雪地摩托车，竟然还有这种玩意，雪地里面也能跑，这么好的东西，要是我们能拿来用的话，以后就可以出去找吃的了，哪里还用得着吃那些酸肉？不光黄天放这样想，每一个盯着张毅的人都会这么想。半个多月的隔离，他们很多人已经疯掉了，剩下的人距离疯掉和死亡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需要离开这里，出去找食物和生存的空间。原本漫天的大雪阻碍了他们，可张毅的雪地摩托让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张毅能够感受到这么多目光中蕴含着多少贪婪以及赤裸裸的杀意，但是摸了摸腰间的手枪，想到自己今天找到的大量武器装备，他就觉得非常安心。张毅回去之后就开始给邻居们发放物资，楼梯上一层一层站满了人。这些干瘦饥饿的邻居看到2大袋食物，激动的眼睛都冒绿光。这一回我出去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回来这些物资，但现在是危难时刻，我绝对不养闲人，吃了这些东西就得拿起武器对抗敌人。谁要是敢吃了东西不干活，我保证让他吃多少吐出来更多。看着张毅手里面的枪，还有地上的那些食物，大家纷纷点头，臣服在了张毅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之下。就在准备点名发放物资时，天河帮的几个工人闯了进来，他们看到地上摆着那么多吃的，兴奋的眼神亮得可怕。赵哥，好多吃的，咱们发了。一个工人兴奋地说道。还有啥好说的？抢！4个工人掏出武器，朝着张毅就砍了过来。张毅没有开枪，而是往后面退去，一边退一边喊道：“这些食物都是给你们的，别让他们抢走了。谁要是杀一个人，我奖励给他5人份的食物。”此话一出，原本畏惧的只想逃跑的邻居们停住了脚步。几个小伙子一咬牙，从身上掏出钢管和菜刀就冲了上去。天河帮的4个人猝不及防，本来以为这些软蛋会吓得逃跑，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跟打了鸡血似的冲了上来。一群人为了一包泡面大打出手，数十个人挤在一起，铁锨、钢管和菜刀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大家伙都杀红了眼。再加上极寒温度的条件，让大家即便受了伤都不会觉得很疼。扑哧扑哧，很快就有人受伤，鲜血飞溅。可没有倒下之前，他们仍旧在拼命地挥舞手里面的武器。尤大叔是战斗的主力，他手里挥舞着一根铁棍，虎虎生风，一边怒吼着一边砸下去。天河帮的4个人虽然不怕死，但是也架不住那么多人。仅仅10几秒钟过后，他们就被砸翻在了地上。众人害怕他们不死，又继续打了半天。空气中充斥着人们的怒吼，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毕竟这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又每天被天河帮的人袭击，所以眼下干净利落地干掉了4个天河帮的人，让他们心中痛快多了。对于天河帮的畏惧也减轻了许多。战斗结束之后，地上留下了6具尸体，除了天河帮的4个人之外，还有2个楼里面邻居的，他们的脑袋和脖子被铁锹砍到了，当场血流不止，失血过多倒地。周可儿看到这一幕微微蹙眉，作为一个专业的主刀医生，他知道这2人可能还有救，但是需要专业的手术条件以及大量的药物和输血，目前这种条件下也就只能等死。张毅看着眼前的邻居们，满意的点了点头，动手杀了人之后，这些邻居们才可以成为合格的排头兵，以后帮他应付其他单元楼的袭击就方便多了。张毅笑着拍了拍手，好，干得漂亮！你们看到了吗？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这些人有什么好怕的？张毅望向前方，朝2个最卖力的年轻人招了招手，你们俩过来。那2个年轻人一脸喜色，顾不得擦拭脸上的血迹，就来到张毅跟前。张毅直接从地上抓了一大把吃的，然后塞到一个人怀里，膨胀鼓气的面包、发霉的饼干、脱水的菜叶子，还有一大块发白的僵尸肉，这些可都是地道的好东西。其他邻居看到这一幕，都羡慕得直吞口水，多么希望那些东西是他们的。张毅给2个人都塞了一大堆东西，然后拍了拍他们的肩膀，好好干，只要以后保持这种劲头，我不会亏待你们的。那2个年轻人激动坏了，身体都在颤抖，这些东西足够他们吃上好几天，他们眼泪都流了下来，已经太久没有吃过正常的食物了。而其他邻居见到了希望，心中也是暗暗有些后悔，为什么自己刚刚没有再多出些力气。奖励完了2个出力最多的小伙子，张毅对其他人说道：“下面该分配食物了，一个个来。”刚刚众人的表现，张毅都看在眼里，表现的卖力的，
他就多给一点；表现差的他就少给。不过大部分人得到的只是一块面包或者2袋没有小孩巴掌大的饼干。张毅是养过狗的，所以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天天让狗吃得太饱了，他就会变得懒惰，而且没那么听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饿不死，但是一直处于饥饿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让狗一直听话。邻居们看到手里不多的食物，心里面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也不敢说什么。许浩，张毅指着富二代许浩，许浩赶紧走了过来，伸出双手。张毅有些嫌弃地看着他，然后用脚在地上扒拉了2下，随手拿了一块水果糖放在他的手里。这就是你的食物。周围的邻居发出讥笑的声音，即便是领到食物不多的人，此时也平衡了许多。许浩瞪大了眼睛，一股浓烈的屈辱感笼罩住了他的心头。他生气地吼道：“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凭什么我就只有1粒糖果？”张毅冷笑道：“你还有脸叫？刚刚别人都在动手的时候，你从头到尾就在后面晃悠，你连那几个人碰都没碰一下。给你这粒糖果都是我发善心了。”许浩气急败坏，不甘心地嚷道：“不公平！你这样太不公平了，你就是摆明了在针对我。”张毅轻蔑地笑了笑：“公平？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事情？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和我谈公平？你真的以为我是在和你讲道理吗？我是在命令你服从我的要求，懂吗？废物！”张毅看了一眼旁边的李成斌和姜磊，这种不服从命令、无组织无纪律的人要怎么处置？李成斌和姜磊此时已经变成了张毅的忠诚走狗。张毅一声令下，2人把手中的食物小心放在地上，然后走过去拽住许浩就很走。许浩一开始还想辩驳2句，但是随着一拳狠狠轰在他的肚子上，他全身都痉挛了起来。许浩被揍了半天，奄奄一息的时候，张毅才让李成斌和姜磊停手。虽然许浩是个废物，但是拿起武器也能去当炮灰。张毅指着许浩对众人说道：“这就是不服从楼主命令的下场。也别说我霸道，我这个人非常公平。如果在座的某一位认为我霸道，现在就可以放下手里的食物，有骨气的离开，我绝对不会找他任何麻烦。”邻居们看了看彼此，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的。张毅点了点头，很好，那么我们就达成共识了。他走到许浩跟前，此时的许浩虽然被打得浑身痉挛，蜷缩成一个虾米，但是他的手还是紧紧握着1粒水果糖，或许都能让他保住性命。张毅眼神冷漠，一脚狠狠踩在他的手上。他穿的是雪地靴，鞋底非常的粗糙坚硬，踩在许浩的手上，直接让他手背掉了一层皮肉，鲜血直流。许浩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不由得松开了手。张毅把那粒糖果踢走，在许浩绝望的眼神当中对他说道：“下次希望你能学乖一点。我张毅是不养废物的。”有了这个下马威之后，所有人都老实了起来，乖乖的等着张毅给他们分配食物。很快，张毅就分配完了食物，让周可儿把剩下来的物资收进口袋里。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焦急的喊声：“张毅哥哥，我还没有啊！”发出声音的人是方雨晴。他一直以为张毅肯定会对他特殊照顾，给他最多的食物，可是眼巴巴的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方雨晴旁边的林采宁也焦急的说道：“张毅哥哥，你怎么把我也给忘了啊？”张毅戏谑的看着2人，没有忘掉你们啊。2人脸色一喜，还以为张毅是对他们特殊照顾，故意放在最后，可是下面张毅一句话却让他们坠入谷底：“你们俩本来就没有。”方雨晴和林采宁目瞪口呆，瞪着眼睛，仿佛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林采宁脱口而出道：“凭什么？别人都有，凭什么我没有？”方雨晴更是无法接受这件事情，从人群中冲到张毅跟前，流着眼泪委屈的问道：“张毅哥哥，你是在跟晴儿开玩笑的对吧？你不会对我这个样子的，你不是说过喜欢晴儿的吗？”张毅抱着胳膊挑了挑眉：“我是说过喜欢你，不过你不会当真了吧？我对许多女孩都是这样，大家本来就是出来玩的嘛，彼此心知肚明。现在我对你失去新鲜感了，麻烦你以后不要过来烦我，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张毅说着，故意把周可儿搂进了怀里。方雨晴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她哭着指着张毅道：“不，这不是真的，明明前一阵子你还让我去你家住，为什么现在你又这个样子？”张毅嘴角一撇：“我就是在耍你呢，你看看你现在这个蠢样子有多好笑，你这种女人还自以为是个仙女，天天想着去钓富二代，却不知道你在天海市的富二代圈子里那是出了名的，谁不知道你是个花点钱就能睡得破烂。”张毅看向许浩：“许浩，你说说他的外号是什么？”许浩蜷缩在地上，咬牙切齿地说道：“万能插座、公共汽车、俄罗斯轮盘。”现场顿时发出了一阵爆笑，哈哈，想不到我们单元楼里还有这样的人才，亏我之前还暗恋过他呢。操，看样子几百块就能搞定，早知道我还费那劲干啥？周围嘲讽谩骂的音浪把方雨晴彻底包围，即便他努力捂着耳朵，也无法杜绝这种声音。他疯了似的大叫一声，然后跑了出去。张毅拿出小袋饼干丢到许浩跟前，很懂事，这是奖励你的。许浩眼睛里满是狂喜，他没想到食物竟然失而复得，以至于即便刚刚被暴打一顿，他心里对张毅的仇恨都变淡了许多。分配完了物资，张毅便说道：“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怎么做好防御的事情。咱们楼里面去掉不能走路的孩子，还有47个人，分成6个组，每组7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防止其他楼的人进攻过来。一旦发现了有人过来，你们就敲响楼梯扶手或者其他金属物件，通知所有人。其他楼层的人醒来以后，同样用这种方法通知高层的人。我刚刚说的奖励一直有效，杀一个敌人，奖励5人份的食物。如果没有功绩的话，只是值班每天也会有1人份的食物，但是得由别人先挑选，而且分量也无法保证。”接着，张毅对尤大叔说道：“尤大叔，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安排吧。”尤大叔点了点头，行，没问题。安排完了之后，张毅便让邻居们各回各家，只让值班的人留在4层附近。想要进攻他们单元楼，4楼是必经之处，无论是下面挖地道，还是从4楼窗口爬进来，所以守住这里就可以及时发现任何来犯之敌。全球冰封物资匮乏，张毅家里却藏了一整个沃尔玛超市，还有500桌星级大厨做的满汉全席。
张毅躺在沙发上懒洋洋地说道：“我今天有点累了，你来动。”周可儿顺从地来到他跟前，跪倒在地板上。就在这时，失去了4名帮众的天河帮再度对25楼发动了袭击，带队的人是黄天放的侄子黄伟，他带着8个人摸黑进入了25楼，结果没想到刚刚来到楼梯，上面就有砖头扔了下来，当当当！负责值班的这些人发现了敌人，立刻用手中的东西反击他们手持菜刀、棍棒等武器居高临下的阻拦天河帮，然后把捡来的石头、砖块和手边随意什么重物砸下去，借此拖延时间。反抗的同时，他们又敲响楼梯和窗户，制造动静，引来邻居。很快，整栋楼的邻居都被吵醒了。黄伟等人报仇心切，再加上物资的匮乏，选择进行强攻。但是他们的人数毕竟太少了，即便战斗力剽悍，也打不过那么多人。何况由于张毅的悬赏，他们1条人命就等于5人份的粮食。邻居们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争着去抢人头。战斗仅仅维持了几分钟，大家吓得都是死手，现场就留下了3具尸体。黄伟等人见势不对，连忙喊道：“先撤，走走走！”他们这一跑，后面的邻居们高兴坏了，嗷嗷叫着跟在后面追。一个跑得慢的工人没来得及爬出窗户，屁股上就被一把菜刀劈了上去，竟然陷进去小半个刀头。他哎呦一声惨叫，歪着屁股挣扎着爬了出去。他们出去之后，邻居们没敢深追，毕竟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被打断施法的张毅来到阳台上，望着底下那些逃跑的天河帮成员，很生气的从异空间掏出狙击枪，站在24层的阳台上就开始朝下面瞄准。原本从24层楼的高度看着只有蚂蚁大小的几个人，通过8倍镜看上去却清清楚楚。张毅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对准一个人的后背就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在寂静的夜晚里显得格外清晰。不知道多少人被这个声音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张毅透过瞄准镜就看到那个人倒在了地上，鲜血染红了大片的雪地。卧槽，我这枪法怎么那么准？我难道是个天才？张毅又惊又喜，他原本只是想试试枪好不好用，也没抱多大希望，可没想到竟然一发入魂。刚刚出现的那种奇怪感觉是什么？张毅有些惊讶，不过他来不及细想，旁边几个人听到枪声，又看到一个同伙死了，都吓得加快了速度。张毅赶紧换弹，然后瞄准了下一个人。当他全神贯注望着一个人时，那种神奇的感觉又再一次出现了。砰的一声响起，又有一个人应声倒地。张毅这次明白了，他能够从24楼的高度射中敌人，不是巧合，而是天赋。确切的来说，应该是某种特殊的能力。张毅的内心非常激动，末世之下，多拥有一种能力就多了一分保命的本钱。他再度换弹举枪，这一回瞄准的是一个人的脑袋。砰！枪声过处，他就看到那个人的脑袋炸开一大团血雾。确认无误，这的确是一种强大的精准射击的能力。张毅内心狂喜，他对准其他几个人，咔咔咔打一枪，他就迅速的拉栓更换子弹，枪声此起彼伏，在小区里回荡。那几个人没有来得及逃回去，就全都死在了半路上。7具尸体倒在白茫茫的雪地上，鲜血染成了大片的嫣红，看上去格外的刺目。张毅的嘴角是止不住的笑容，从今以后，他可以躲起来做一个顶级老六，专门阴死别人。而此时，楼下的那些邻居听到枪声，又眼睁睁看着黄伟等人一个个被点名似的倒下，眼睛里露出骇然的神色。这枪声是从楼上传来的，楼上肯定是张毅做的啊！这么远的距离，一定不是手枪，应该是狙击枪的威力。我的天啊，那么远，一击毙命！张毅竟然是个神枪手！众人目瞪口呆，同时又感觉到一阵后怕。就凭张毅这本事，想杀他们的话，岂不是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他们自动进行了脑补，觉得张毅很可能是一个隐藏在都市当中的兵王。看样子，以后还是乖乖听张毅的话为好。是啊，我们能活到现在，就是因为张毅没有发火。人类的脑补能力是十分可怕的。此时，他们对张毅的敬畏突破了天际，而不光是他们，这午夜的枪声让整个小区的人都惊醒了。刘大叔给张毅发来了消息，询问枪是不是他开的。刘大叔在部队里待过，所以直接就判断出来这是狙击枪。张毅也没有隐瞒，对他说道：“这是今天去警局拿到的。”刘大叔好奇地问道：“你之前是不是在部队里面待过？部队番号是什么？”张毅的枪法太凌厉了，根据刘大叔的眼光来看，绝对是部队里枪王的级别。张毅笑了笑：“我只是有天赋罢了。”哈哈，刘大叔还以为张毅不想说，就没有继续问：“是你开的枪就好，万一是别人，咱们可就危险了。”张毅随便和他聊了聊，然后继续回到房间里，抱着美人躺在自己温暖柔软的床上。全球冰封第27天，张毅正在跟周可儿做着高难度的动作时，天河帮的人却带队杀了过来。被打断施法的他非常的生气，扛起狙击枪朝着楼下就是一顿突突。黄天放听到枪声后就感觉到了不妙，他清楚知道黄伟等人已经回不来了。早上的时候，他们看到外面堆积了10具尸体，这下子他们天河帮的人只剩下9个，战斗力大大削弱。即使强迫还活着的业主加入，也无法弥补那些工人的战斗力空缺。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与其他楼发生战斗，他们将陷入极大的劣势当中。他们有枪，而且不是普通的枪，可能是步枪或狙击枪。昨晚的密集枪声表明他们手中有大量的弹药。黄天放的表情非常凝重，他的手下们也充满了恐惧。老大，我们该怎么办？大伟他们都死了，我们还打吗？黄天放阴狠地看向隔壁的25楼，咬着牙说道：“打什么打？
他们有枪，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打？手下的人急了，可是不抢了他们的爬犁和物资，咱们这栋楼的业主们不够吃几天啊！黄天放沉默了片刻后沉声说道：“晚上过去把大伟他们的尸体偷回来。”众人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挣扎的神色。他们都是多年的兄弟，一起出生入死，现在却要大家心里都很难受，却也没有人开口。他们知道，比起活下去，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不久之后，张毅骑着雪地车从小区离开，他的背影在许多房子的窗前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窗边的人们眼神复杂，有的激动，有的羡慕，有的甚至流露出野性的贪婪。在21楼，此时管理这栋楼的是自称天狼帮的组织，成员都是一群20岁左右的小伙子。天狼帮帮主王强站在窗前，手里握着一把带有些许锈迹的血淋淋的砍刀，对身边的2把手肖路坚定地说道：“这辆车必须在我们天狼帮的控制之下，有了这辆雪地摩托车，我们就可以出去寻找更多的物资，到时候扩张队伍，成立一个大大的帮派都不是问题。”肖路认真的点头赞同：“不错，乱世出英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兄弟的机会，我们不能错过。”他看着张毅离去的方向，眼中充满了决然和野心。与此同时，其他单元楼的画室人们也在针对张毅进行讨论。他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危机在于他持有枪械，且是大型枪械，但同样这也是机遇，因为他有雪地摩托车，可以出去获取更多的生存物资。有的人选择挑战，有的人选择合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很快都会和张毅发生接触，这是无法避免的。张毅这一次离开，先到了附近的超市看了看，不过可惜附近的几家超市建造的不够高，一些小超市只有1层，所以都被大雪给掩埋了。看来除了大雪融化，整座城市能够获取食物的地方，应该只剩下几个独立的大型超市和仓库。张毅突然想到自己之前工作的地方，经济开发区的西南方向曾经是一片荒地，后来被开发用于建造厂房和仓库。由于地价便宜，城市的好几百个仓库基本都在那里。张毅把沃尔玛的仓库搬空了，但那边还有其他公司的货物，食品、医疗、汽车、玩具应有尽有，过去看一看，或许能找到有用的东西。张毅打定主意，便调转车头，朝着仓库区域驶去。这里非常空旷，厂房也建造的比较高，没有像城市里那样堆积过高的雪，所以张毅过来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厂房的顶部。张毅拿出手枪和撬棍，来到大润发的仓库，直接从顶部把窗户砸烂，结果探头往里面一看，却发现偌大的厂房此时已经空空如也，全都被人给转运走了。张毅心里早有准备，所以并没有过于惊讶。他继续来到其他仓库，结果也是一样，医疗器材、生活用品、食物，甚至是零食和宠物粮食的仓库都被搬空了，除了一些大型的机器设备和汽车。和我想的一样，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官方的那些专家会第一时间通报灾情，上面的人肯定会把物资进行转移。张毅骑上雪地摩托车，思索了一番之后，朝着天海市最大的加油站驶去。不久之后，他便到达了记忆中的所在地。然而，那座巨大的加油站已经完全被落雪所掩盖，他只能通过周边的高大建筑来大致判断它的位置。虽然有心理准备，但难免还是有些失望。难不成以后得节约用油？按照他异空间里的存量和雪地摩托的耗油程度，可能20年就消耗殆尽了，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全球冰封末日求生，张毅骑着雪地摩托来到加油站，发现加油站整个都被冰雪覆盖，于是他就从异空间之中取出了一辆大型挖掘机，近20吨重的挖掘机重重砸在地上，竟然直接陷进去1米多。张毅第一次操作挖掘机，但是问题不大，之前在仓库工作的时候，起重机、叉车和大卡车他都开过，这个设备对他来说也不在话下，稍微琢磨一下就知道如何驾驶了。由于技术生疏，张毅花了4-5个小时才挖掘到加油站的便利店窗户。张毅从挖掘机上下来，将它收进了他的异空间，然后打破窗户的玻璃，跳进了便利店内。没过多久就找到了储油室，4个巨大的储油罐放在里面，大约有200个立方的油量。然后他把这4个巨大的油罐都收进了自己的异空间。有了这3罐汽油和1罐柴油，今后他开车时不需要为加油的问题发愁了。等一等，张毅突然意识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能用挖掘机挖开雪，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能挖开其他被雪覆盖的地方？这样一来，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一座巨大的宝库。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内心狂喜，大雪之下隐藏着许多珍贵的宝藏。张毅心中有了底气，今后不再需要担心任何物品的短缺问题，大千世界都是他的资源宝库。随后他又去了一趟万达商场的超市，搞了2袋子垃圾食品带回去。摩托车刚刚出现在小区之外，就有许多人趴在窗户上盯着他看。张毅驾车来到单元楼后方，假装将车辆放入车库，然后提着2袋食品返回25楼。无需他指令，邻居们已经齐聚一堂。昨天对抗那些入侵者，大家心情付出，今天的食物是对你们的奖赏，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规则进行食物分配。他以贡献度作为食物的分配标准，毕竟食物有限，多拿意味着有人会少拿。简而言之，干活少的人你就别打算吃上几口。众人因狙击枪之事对张毅心生畏惧，不敢多言。在分配完食物后，张毅就让他们各自回去。周可儿挽住他的胳膊，低声告诉他感觉小区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劲，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窥探他们。张毅淡淡一笑，解释说，雪地摩托车的出现必然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因为这种交通工具在南方非常罕见，有了它就可以出去寻找物资，也就代表着能够活下去，谁又会不想活着呢？周可儿有些忧虑，你说其他单元楼的人会不会也进攻过来？我担心到时候会非常危险。张毅环顾四周，确定没有其他人后低声回答，我们不是还有很多炮灰吗？而且不管他们有多厉害，想攻进我们家比登天还难。当他们路过13层时，张毅习惯性的朝周围观望。此时楼梯间的铁门露出了一条缝隙，他突然看到一条黑色的裂缝出现在余光末部，一颗血红的眼珠子透过缝隙死死地盯着他。
是谁？张毅警惕地喊道。楼梯间的门砰的一下被推开，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尖叫着冲出来，手持一把布满血污的菜刀朝他脑袋上砍去。周可儿吓得尖叫一声，张毅迅速把周可儿往侧面一推，由于反作用力，他自己的身体也倒向一侧。这一刀在空中落空，没有砍到人。可是那个女人像疯了一样，继续持刀朝张毅劈来。谁知道张毅顺势往下一滚，直接沿着楼梯滚了下去。张毅滚了好几层楼梯才稳住身体。他这时看清了那女人的面孔，竟然是消失了很久的林大妈。林大妈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举起菜刀又追了过来。张毅，我要让你给我孙子偿命！该死的老东西！张毅迅速从异空间取出一根撬棍，直接朝林大妈砸去。林大妈本能的躲闪了一下，撬棍砸在了他的肩膀上，咔嚓！张毅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这老人的骨头和肌肉实在是不堪一击。林大妈被打翻在楼梯上，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即使如此，她仍然紧握着那把沾满血迹的菜刀，眼神凶狠地瞪着张毅。杀！我要杀了你，为我的孙子报仇！张毅冷冷地俯视着他，然后举起撬棍狠狠砸在他的手上。严寒的天气使人的身体也变得异常脆弱，这一击下去，3根手指头瞬间被砸飞，手中的菜刀也咣当一声掉落在地，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回荡在楼道里。接着又冷冷地问道：“你孙子又不是我害死的，你为什么来找我报仇？”林大妈怒目圆睁，恶狠狠地瞪着张毅，口中唾液四溅，如同一条狂暴的母狗。我的孙子就是你害死的！罪该万死！我恨不得将你生吞活剥，一口一口咬碎你的骨头。可是我不记得杀害了你的孙子，严格来说，我还是你的恩人，因为踢死你孙子的是陈正豪的人，而我帮你杀掉了陈正豪等人，你应该感谢我才对。林大妈愣了一下，思绪有些混乱，然而她变得更加愤怒，因为她意识到张毅说的可能是真的。但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女人怎么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呢？你别在这里假仁假义，我的孙子当时还没死，因为缺乏药物治疗才被活活疼死的，就是你，是你不戒药给我导致他悲惨死去，你就是罪魁祸首。林大妈唾沫飞溅，双目充血，像极了一只狰狞的恶鬼。哦，原来是这样，你是这么理解的，这你可是误会我了。他低头看着林大妈，迎上了她充满仇恨的目光，声音低沉的缓缓说道：“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嘴硬心软，我怎么忍心看着一个孩子活活疼死呢？所以后来我亲自去你们家送过药的。”林大妈瞪大了眼睛：“你胡说八道！没，我真的没有胡说八道，我去过你们家，你仔细想想。哦，对了，当时你太专注了，有可能是忘记了。”张毅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惋惜，因为我当时过去的时候，你正在忙着吃东西呢，确切的说是在啃东西。你的孙子林小虎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死，只要吃了我的药，他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但是你却把他给活活砍死了。林大妈为了生存而吃掉了自己的孙子，你的孙子林小虎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死，只要吃了我的药，他就可以活得好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过去的时候，却发现你把他给活活砍死了。张毅的眸光变得幽暗，语气也冷漠无比。林大妈的精神本来就不正常了，此时听到张毅说的这番话，脑子里更加凌乱，她的眼睛里掠过一抹惊慌失措，因为她记得在林小虎死后，她为了活下去，的确不得已把他给料理。不可能，小虎当时已经死了，是被你给害死的。张毅大笑了起来，指着周可说道：“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问一问周医生，林小虎是不是还有救？”林大妈茫然地扭过头，望着台阶上的周可。周可看到张毅那森然的笑容，心里也是不禁产生了一种寒意。怪不得张毅没有直接杀掉林大妈，反而是和他谈了那么久。原来他不光要让林大妈死，还要杀人诛心，让她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周可低头望着林大妈，缓缓点了点头。不错，林小虎其实是有机会救活的。当时是我联系的张毅，他同意送药过去，可是你没有等到他过去，就错误的以为林小虎已经死了，把还活着的他给……周可儿最后几个字没有说出口，他也觉得挺恶心的。毕竟林大妈天天标榜着自己多么爱自己的孙子，可是最后怎么样呢？为了活着，他连林小虎都能下得去口，是已经超出了做人的底线，连猪狗都不如。林大妈绝望的捂着脸，痛苦的哀嚎起来。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还活着，我以为他已经死了呀。他等了好久好久，直到自己实在受不了了才下的刀。一开始他告诉自己就只吃一点点就好，可是后面他越来越吃过肉之后，那种饱腹感带来的满足让他的食欲也更加的旺盛，直到后来他啃光了林小虎的每一根骨头。张毅忽然扯着嗓子大声说道：“哈哈，原来是这样，这就是林家的好奶奶，为了一口吃的，狠心把自己还活着的孙子给砍死了。怎么样，你孙子的味道很不错吧？你可真疼爱他啊！你的儿子和儿媳妇把孙子托付给你，你对得起他们吗？”林大妈的眼神涣散，捂着脑袋发出痛苦的哀嚎。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干的。林大妈在那里痛苦而绝望的哀嚎，张毅则是在旁边笑着给他补刀。周可儿都觉得毛骨悚然，张毅这样的人死都别招惹，他折磨起人来简直太可怕了啊！林大妈忽然大叫了一声，一头朝着墙壁狠狠撞过去。她已经彻底崩溃了，丧失了活下去的希望，死亡对她来说是最好的解脱。可是，在关键时候，张毅却当了一次好人。他这么善良，怎么忍心看着自己的邻居死在面前？张毅嘴里大喊着不要，然后一脚把林大妈给踹飞了出去。咚！林大妈摔落一旁，然后沿着楼梯直接滚到了下面一层。张毅语重心长地说道：“林大妈，做人要往前看，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毕竟你可是牺牲掉你的孙子才活下去的，你死了下去怎么面对你们一大家子？”林大妈此时嘴里吐血，话都说不出来了，可她的眼睛里满是对张毅的祈求。“不要说了，求求你，不要再说了。”此时，附近几层楼的邻居听到动静，都赶过来看热闹。张毅指着林大妈，大声地说道：“大家快来看啊！林大妈想不开要自杀。”
她为了活命，把自己孙子林小虎给杀了，还吃了个精光。这是一个求生欲望多么强烈的女人啊！邻居们听到这句话后，眼睛里露出极度恶心的表情。即便有些人为了活下去对尸体下了手，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对自己的至亲做出这种事来，那是他们最后的道德底线了。林大妈被这些目光注视着，精神崩溃的更厉害了，嘴里大口大口的吐出鲜血，眼睛里全都是挣扎与痛苦的神色。她活不了多久了，最多半个小时就会被冻死。周可儿走到张毅身边，对他说道：“张毅那几下可都是下的重手，打得他内脏都破裂了。”冻死？张毅皱了皱眉头，怎么可以这么残忍？现在这么冷的天气，还让他冻死？这种事情我看不下去。邻居们一脸诧异的看着张毅，难道说张毅要放过林大妈？只有了解张毅的周可儿无奈的瞥了他一眼，你想怎么办啊？张毅轻叹了一口气，唉，老人家一辈子也不容易，临死前让他暖和暖和吧。他把手伸进了衣服里面，假装掏东西，实际上是从异空间取出一瓶酒精，拧开瓶盖，哗啦啦洒在了林大妈的身上。看到这一幕，邻居们才明白张毅想要干嘛，无语的同时却又觉得这样非常合理，毕竟这个人可是张毅啊，你几时见过他对别人手下留情？一瓶酒精泼完之后，张毅快速后退，用打火机点燃一根香烟，抽了2口就丢了过去。呼，火焰一瞬间熊熊燃烧了起来。很快，楼梯间就响起了极为凄厉的惨叫。张毅转过身就往回走，看都不带多看一眼。其他邻居吓得慌忙为张毅让开道路，眼神中满是畏惧。张毅和周可儿回到房间之后，把防寒服一脱，坐在沙发上，狠狠地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疯婆子！”他大喇喇地躺在沙发上。周可儿走进洗手间，过了一会儿，端出一盆热水来。他微笑着跪在张毅身前，帮他把脚上的棉袜脱掉，然后亲手为他洗脚。他柔声问道：“刚刚是不是吓了一大跳？”张毅靠着沙发，悠悠地说道：“其实还好。自从末世之后，我已经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到太过惊讶。在混乱的年代里，多么荒唐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他的身上可是穿着警用的防弹衣，除非老太婆是身手敏捷的杀手，能精准地砍到他的脖子，否则伤不了他。但张毅又不是一根木头，他自然也会懂。我不在的时候，小区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尤其是其他单元楼有没有什么动静？周可儿听到这话，缓缓点了点头。我刚刚还打算和你说来着。张毅稍微坐直了身体，眼睛里带着好奇和谨慎。哦，发生了什么事情？周可儿帮张毅按摩着脚底，淡淡的说道：“9楼那边现在管事的人是我之前的病人，叫陈玲玉。他今天联系我，希望我牵线搭桥，让你通过他的好友申请，然后说有事情希望跟你聊聊。”张毅眉头微微一皱，9楼陈玲玉，这是一个他很陌生的名字。而且虽然都在同一个小区，可是岳麓小区很大，南北都有差不多500米了。他想要跟我聊什么？张毅问道。周可儿却摇了摇头，他只是说想和25楼的楼长谈谈合作的事情，但是具体的细节必须由你来谈。张毅嗤笑了一声，合作？狗屁合作！现在我什么也不去，而他们却只能眼巴巴的在大楼里面等死，拿什么跟我合作？周可儿抬起头，嘴角带着轻盈的笑。那我告诉他，你不想和他聊了。张毅摆了摆手，倒也用不着这么着急。你给我说说他这个人怎么样吧，还有他们那栋楼里的具体情况。周可儿便把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告诉了张毅。陈玲玉是天海市一家估值2个亿的美容化妆品公司老板，说是美容化妆品公司，实际上是一个搞微商的企业。陈玲玉38岁年纪，长相中上，性格强势，是一个干练的女强人。她和周可儿认识是之前去第一人民医院看病产生的契机，跟周可儿的关系一般，最多是个点头之交。至于她所在的9楼，现在都被她以及她的手下控制住。根据周可儿打听到的消息，9楼目前管理得很不错，直到现在也仅仅死了10个人。张毅听完之后，捏了捏自己的手指，点了点头道：“在这种时候，一个女人竟然能管理一栋楼，这个陈玲玉的确有2下子。”周可儿也是轻叹了一口气：“是啊，毕竟是干微商传销的，给别人洗脑当然有一手了。”张毅轻笑道：“这才是狠人呢。真的狠起来能六亲不认，连父母亲戚都坑，对这种女人千万大意不得。”周可儿点了点头，我对她的印象也不是很好，之前好久没有联系过了，今天突然找到我，让我帮她传递消息。张毅说道：“这个并不奇怪，如今我拥有雪地摩托车，并且可以外出搜集物资的消息早就传出去了，整个小区的人谁不嫉妒我，谁又不想搞到我的雪地摩托？”周可儿点了点头，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还要不要跟他谈谈？张毅把手放在下巴底下，思索了几分钟，聊聊看吧。我也想知道其他单元楼如今打的是什么主意，最起码也不能一下子把那些人都给逼急眼了，否则其他29栋楼的人都和我翻脸，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如果张毅只是躲在房子里不出去，倒不用怕他们。可是现在张毅知道外界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以后还需要出去继续收集各种生存物资，那暂时就不能和其他29栋楼的人都闹翻了。于是张毅一边享受着周可儿细腻的按摩，一边打开了自己的手机微信，上面的好友申请都99加了。他一直懒得看，毕竟找他的人基本都是讨要物资的，他才懒得搭理。打开好友申请列表，张毅看到的第一个就是 A 芙蓉集团总裁陈玲玉女士，西装白衬衫，双手抱胸显深沉，脸上露出夸张的笑容，标准的微商头像。张毅正要通过好友的时候，目光忽然注意到下面还有一个略显熟悉的头像。商务人士所使用的微信头像基本都是个人照片，所以张毅一下子认了出来那个人是谁，沃尔玛华南大区的财务总监李健。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之前公司开年会吃饭的时候见过他上台。张毅也知道他和自己住在一个小区，可2人工作没有交集，因此没什么联系。张毅看了一眼申请好友的时间，是在今天上午10点半，就是自己刚刚离开小区之后不久。看样子他找我也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张毅心里面有了数，他略微一思索，
索性把2个人的好友申请同时都给通过，看一看这2个人各自和他谈什么，以此来判断如何应对其他29楼的人。他这边好友申请一通过，那边几乎是秒回复消息：张毅先生您好，我是9楼的陈玲玉，目前9楼是我在负责管理，想跟您聊聊。张先生你好，我是18楼的李健，谢谢你通过我的好友申请，我想代表18楼的居民同您聊一聊合作的事。张毅先打开了陈玲玉的聊天框，想聊点什么？陈玲玉马上回复：这么聊不太方便，可以语音通话吗？不可以，我不方便，就这么聊好了。张毅冷冷地说道。他对干微商的女人特别熟悉，嘴巴就像是机关枪一样，给他个机会就能滔滔不绝地聊上3天3夜。有什么事情简单直接一点说，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不喜欢多说废话。张毅先给了陈玲玉一个下马威，让陈玲玉知道他不是好惹。陈玲玉站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天太冷了，多走2步还能暖和点。他的身上穿了很多层衣服，但又好似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考究，就连最外面还特地套了一件带狐狸皮围脖的大衣。收到张毅冷冰冰的消息之后，他深吸了一口凉气，自语道：果然是个厉害的人物，不能大意啊。面对张毅，陈玲玉的内心其实非常的紧张，甚至畏惧，毕竟张毅的事迹已经传开了，靠着一个人就杀掉了整栋楼一半的邻居，而且手里面有不少武器，甚至还有狙击枪这种可怕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传闻让其他楼听过张毅故事的人都对他深深的畏惧。陈玲玉平复下自己的情绪，把脑海里打了无数遍草稿的话一个个敲下来。张毅先生，久仰大名，你的故事我们早有耳闻，一直希望能和你见上一面。如今知道你有雪地摩托，可以外出去找物资，所以我们9楼希望能同你合作。张毅扫了一眼，轻蔑的一笑。合作？那你们可以提供给我什么？合作讲究对等的条件交换，你应该明白。陈玲玉马上说道。我们9楼比较和谐，并没有太多的人员死亡，所以有充沛的人力。现在你手中有雪地摩托车，可以离开小区，就可以去外面进行开拓。陈玲玉说到这里，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我们可以提供76人给你，这些都是最好的劳动力。外面大雪冰封，俨然已经失去了秩序。换句话说，这个世界被冰雪埋藏的一切，谁得到就是谁的。你有交通工具和武器，我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家人们干活。只要我们联手，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张毅掏了掏耳朵，听起来好像很唬人，不过全都是假大空的东西。我问你，现在那么多人连明天怎么活下去都不知道，你还发展个屁啊！陈玲玉吞了口唾沫。当然了，这就需要你帮我们搜集食物，先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然后无论你想做什么项目，我们的人都是最好的劳动力。张毅摇了摇头，已经失去了兴趣。一个搞传销的头子，骗那些绝境中的傻业主还行，骗到自己头上来不是自找没趣吗？他都懒得打字了，用语音发了一段话过去。你说的我完全没有兴趣，再见。陈玲玉听了张毅的话有些急了，他一咬牙，迅速的发了段消息过来。你现在已经成了整个小区嫉妒的对象，只需要提供给我们食物，最起码我们可以保持对你的中立。你也不希望让我们成为你的敌人吧？看到这句话之后，张毅的脸色才微微有些认真，这才是他想听到的。前面扯那么多没用的干嘛？哦，这么说来，许多单元楼的人都想对我出手了。呵呵，我怎么不太信呢？现在我过得好好的，哪有人来袭击我啊？张毅试探地问道。陈玲玉知道张毅是在试探，可是为了表达诚意，他必须透露一些消息。张毅，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怀璧其罪的道理。整个小区住着几千号人，大家都只能在房子里等着饿死，只有你可以骑着雪地摩托出去找吃的。换作是你，会不会羡慕嫉妒恨？大家之所以没出手，只是在权衡利弊，但是对你出手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我要求的不多，只要你能够保障我们的基本食物需求，我们楼的人就绝对不会对你出手。听到这句话，张毅微微眯起了眼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算是一种威胁。哦，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不答应，你们9楼就会进攻我们25楼，对不对？张毅的声音非常寒冷，充满了杀意。陈玲玉也是忍不住身体一颤，但是很快他就强硬地说道：我相信你不会选择这么做的，与我们为敌，就算你赢了也不会有任何好处。他之所以如此淡定，也是因为25楼和9楼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张毅想带人过去进攻的话，等于是断了后路，而且还有可能会被其他单元楼的人袭击。我们只需要一些食物，没有别的要求，而且靠着我的能力加上你的武力，将来我们统治整个小区都不成问题。陈玲玉有些激动地说道。张毅嘴角的笑容有些轻蔑，我头一回见到要饭还能要得这么理直气壮的。陈玲玉被气得倒吸了一口气，这是合作。张毅淡淡的回复道，让我考虑考虑，后续给你答复。说完，他不想再和陈玲玉继续聊下去，就关掉了聊天框。张毅把手机放在腿上，开始思索起后续的事态发展将会怎样。对陈玲玉，张毅的心里并不在乎，区一个9楼而已，想要跟他斗，人再多都不叫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张毅的手里有多少枪和多少发子弹，他们真要是打过来，张毅一个人一把突击步枪，靠着精准射击的异能力就能把他们全灭了。不过问题在于这个小区里有这样想法的人肯定不止一个，其他29栋单元楼人人都在垂涎他的雪地摩托车，甚至有些急躁的以及物资快耗尽的人不惜过来跟他搏命。真要是让他们联合起来同时进攻25楼，张毅得杀到手都酸了才杀得完。张毅抬头看了一眼自己家的安全屋，航天和金打造的外壳可以挡得住炮弹的轰击，就算是整个小区的人都攻进来，也绝对无法突破，除非那些人能够把25楼给拆了，否则对张毅基本上毫无威胁。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张毅皱着眉头思索这个问题。如果真是29栋单元楼的人一起出手，这件事情真的有概率发生。现在的电力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他们就无法用冲击锤和电钻等设备，想要完全靠人工来搞垮一栋大楼，在目前的超低温又极度缺少食物来提供能量环境下，绝对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毕竟以他们现在的体力水准，怕是在外面走上一会儿都冻得受不了，哪还有力气砸墙？张毅通过一番思考之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那就是只要他坚守在25楼不出去，利用手中的火力和安全屋的强度，即便是其他29栋楼的人联合起来也奈何不了他。说白了，在如今这种食物极度匮乏、温度又极度寒冷的情况下，一个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出来走2步都是巨大的煎熬。我的个人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再不济，我骑上摩托车杀出重围，利用手里的武器和他们打游击战，也能慢慢耗死他们。只不过这么做实在是太麻烦了，29栋楼的人，我得杀到什么时候？可是我不杀他们，他们一定会过来进攻我。张毅在心里面细细的琢磨，到底是耗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把小区里对自己有威胁的人都干掉，还是想别的办法？短时间内，张毅并没有拿定主意，他看了一眼手机，决定跟李健也聊一聊。他得看看是不是所有楼主都是这样的想法。张毅打开了同李健的聊天框，他没有搭理李健，李健却非常积极主动地向张毅介绍起了他们的情况。我们18楼到目前为止只死亡了5名老人，他们是因为极寒温度导致的并发症去世的。大家通过合理的规划分配物资，相处得很和谐。我觉得这才是末世之中最好的生存方式，为人类的文明保留了火种，也有利于雪灾过后的重建工作。现在我们缺少有效的食物来源，希望同您合作。作为代价，我们可以提供人力物力，来尽量满足您的一应要求，并且可以为您协调与其他单元楼的关系，避免冲突发生。张毅看到李健的这番介绍之后，觉得舒服多了。不愧是大集团的财务总监，这情商比那个做微商的陈玲玉不知道高了多少。条理清晰，利害关系陈述的简明扼要，而且说话的语气不卑不亢。不过张毅最在意的还是他说的那个和谐家园的事。张毅感叹道：不愧是财务总监，管理会计不光要懂得如何管理，还需要知晓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实际上，李健的做法才是最合理的。其他楼，比如说张毅所在的25楼，就因为冲突和内耗，导致了大量的物资浪费。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人不运动的话，包括脑力运动，一天消耗的能量极少，只吃1顿饭就足够。李健是个人才，张毅感慨了一句，可随后又说道：但是这样就想在末世之中长久的生存下去，依旧是不可能的。李健的能力在于建立秩序，通过他在18楼的影响力，早早把大家团结了起来。可是，一旦面临外界的进攻怎么办？安逸惯了的那群人，遇上天河帮或者陈正豪这种恶徒，怕是只有被屠杀的份。这就和古代的中原文明曾多次败给游牧文明是一个道理。没有武力的保护，所有的安定和谐都是虚假的。张毅问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会怎么做呢？李健那边思索了很久，然后才给张毅回复过来消息：我们秉持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向您提出合作的邀请。如果您拒绝的话，我深感惋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来您的想法不会发生改变，我依旧期待着下一次合作的机会。张毅笑了，这种官方的回复方式看起来很让人舒服。怎么，你们难道不选择进攻我们25楼，或者在其他单元楼进攻的时候，你们不选择加入吗？李健的回复也非常的坦诚。我们的武力只是用于自保，并不会主动去进攻别人，并不是我们没有实力，而是无用的内耗，最后的结果只能是2败俱伤。张毅都想给他鼓个掌了，瞧瞧人家明明是怂，偏要说的这么正气凛然。话又说回来了，18楼的和谐家园以和平的方式在末世度过半个月，的确没有与别人发生争斗的勇气。李健是个明白人，他也清楚，万一张毅真的同别人打起来了，他们就算过去也分不到多少好处，还不如坐山观虎斗。万一张毅输了，雪地摩托车落入其他人手里，他还可以去找其他人合作。等我答复吧。张毅发完这条消息，然后去好友申请列表里面找其他人。之前由于想加他好友讨要物资的人太多，所以他直接忽略了所有的好友申请。可现在看来，整个小区每一栋的人都希望同他对话，然后让他帮忙搜集物资。果然，后面张毅又加了几个楼的负责人，他们所表达的意思和陈玲玉、李健几乎没有区别，都是希望跟张毅合作，然后请求张毅帮他们搜集物资，使他们活下去。不过，他们所能给出的条件极其有限，只有劳动力、女人以及承诺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落井下石，区别只是态度好与坏，仅此而已。张毅躺在沙发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低声呢喃道：现在只有2个选择，战或者和。战，那就得把那些对我有威胁的人都杀了，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做到，就是太耗费时间与弹药，杀光整个小区30栋楼的大量住户，我存储的那些弹药都要耗尽。本身从警局获取的弹药储备量就不算太多，1000多发而已，这还是理想情况下的考量。他们过来进攻，我能杀光他们，可万一他们躲在楼里面不出来，我又不敢冒险进去。更何况，虽然我对于杀人没有什么心理阴影，但也不是什么变态屠夫。小区里大部分人跟我没有多大仇怨，要是把他们全都杀死，稍微还是有些不忍心的，说不定到时候还会把自己搞得精神出现问题。张毅揉着自己的太阳穴，他觉得杀光整个小区不是个好的选项，那也实在太麻烦了。听着张毅的喃喃自语，周可尔却觉得心惊肉跳。此时整个小区没有人知道，他们都在地狱入口的边缘疯狂的左右横跳，死或生就在张毅的一念之间。突然，张毅看向跪在身前的周可尔，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过来。周可尔走过来，坐在他的腿上。房间里温度很高，所以在家的时候，2个人通常都穿着睡衣，有时候直接就是只穿内衣。周可尔自己没有带衣服过来，全都是张毅给他选的，所以穿衣风格嘛，自然是张毅怎么喜欢怎么来。比如说现在他身上的这款，就是一套黑色的蕾丝睡衣，情趣的那种。他坐在张毅的腿上，锻炼到恰到好处的翘臀带来的触感，也让张毅身心愉悦。张毅搂过他纤细的腰肢，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当即让周可尔脸色通红，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可儿，你说说，从你的角度而言，我是跟他们打还是和呢？周可尔本以为张毅是想办正事，没想到他竟然是询问自己的意见。当然了，
这也算是另一种正事。他心里稍微有些遗憾，却又高兴张毅肯询问他的意见。周可儿眼珠一转，对张毅说道：“这样的话，同时面对其他29栋楼居民的进攻，你能够支撑得住吗？”没什么问题。张毅一脸自信地说道。其实他心里面有一点点虚，因为他只有99.99%的把握，但还有0.01%他拿不准，毕竟他也不能保证其他29栋楼里面就一定没有人在家里藏了可以炸他一栋楼的炸药。但是这种概率和天下掉核弹下来，刚好命中他家的房子概率也差不多，遇到了你也没办法呀。张毅就不去考虑了。周可儿的眼睛里写满了惊讶2个字，他本以为张毅会说做不到，可没想到张毅给到了肯定的答案。毕竟张毅手头有多少武器和物资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的。可周可儿转念一想，张毅是拥有异能的人，什么事情对他来说都有可能。他深吸了一口气，继续问道：“那要是和谈的话，是不是你之后就得提供整个小区所有人的生活物资？”张毅哈哈大笑了起来。按照他们的意思来看，的确是这么回事。周可儿立刻说道：“这当然不可以，整个小区哪怕每栋楼的存活人数按50人计算，那也有1500人。如果要管那么多人的吃喝，不知道得多少物资才足，全都放到你一个人身上，简直是强人所难。”张毅摆了摆手，账也不是这么算的，他们提出条件自然是往高了去说，然后等着我来杀价，而且也别把这群人真当什么好货色。但凡是能控制一栋楼的，肯定都有自己的小团体，他们有了物资，也是优先供给自己的人。张毅的眸中闪过一抹深邃的光芒。至于其他人嘛，都是储备粮而已，他们有必要在储备粮身上浪费食物吗？周可儿觉得张毅说的很有道理，点了点头。即便如此，30栋楼的物资让你一个人提供，也是个巨大的麻烦。张毅笑着点了点头，正是如此，所以我必须得摆脱这个麻烦，要么把他们全都杀了。这是个曲折而又麻烦的过程，可能稍微还会有一点点危险，毕竟到时候我就得离开这栋房子，出去跟他们玩。他揉了揉自己的脑袋，你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我既不需要麻烦的把他们全都干掉，又可以摆脱这群麻烦。良久之后，周可儿无奈地说道：“这个问题无解，你对他们而言是唯一的希望。如果你不帮助他们，他们就肯定会来杀你。倒是还有一种方法，你离开这个小区，换一个地方生活，摆脱他们不就得了？”张毅瞪大了眼睛看着周可儿，一开始他觉得周可儿的这个说法非常的滑稽，甚至是莫名其妙。他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安全屋，让他离开小区，不过突然之间又有一个想法在脑海当中浮现，可不可以把安全屋收入自己的空间，然后带走？张毅也尝试过收取大型物品，不过收取的物品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独立存在。他的安全屋是融入大楼框架之中的，要带走，除非拆除。可是怎么拆？拿什么去拆？要是能拆的话，相信他那些王八蛋邻居早就拆过了。这个想法虽然大胆，而且极难实现，不过却让张毅觉得耳目一新。或许以后有了条件，能够来尝试一下。不过目前这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选择。周可儿看着张毅认真思索的表情，忍不住笑道：“我就是随口说说，你不会当真了吧？”张毅看着他，笑着捏了捏他的小脸：“那你说说该怎么办才好？”周可儿撅着小嘴：“我也不知道啊。”张毅目光深邃：“那就先不着急，等一等再说吧。反正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优势在我。现在能让张毅稍微感到麻烦的，只有其他29栋楼联合起来这一件事情。但是如今末世之下，人与人之间都是勾心斗角。一个小区之内，30栋楼已经各自诞生出了各种文明类型的团体。张毅和天河帮、狂狼帮属于用武力和杀戮强行获得统治，陈灵玉是通过洗脑催眠控制一栋楼的人，李健则是通过科学管理的方式创造了无争斗的和谐家园。这么多组织，思想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且他们彼此还要提防，随时都可能变成敌人。他们想要联合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张毅打算继续观察，看看他们的动向，再决定如何做也不迟。反正主动权掌握在他的手里，武力层面有了一大堆的热武器，还有精准射击能力的加持，他也不惧群战。张毅的心中打定了主意，先静观其变。但是他也知道，那些人肯定有忍耐不住，想要出手对付他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对于安全问题要特别注意。头部他有警用头盔，身上还有防弹衣保护。张毅看向自己的腿部，不禁皱起了眉头。有防弹衣，可是没有防弹裤啊！思索了一番之后，张毅有了主意。他从异空间取出一件防弹衣，然后递给周可儿：“这是给我的吗？”周可儿高兴地问道：“帮我把他的线挑开，我要用。”张毅说道。周可儿小嘴一撇，有些失望，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地接过防弹衣，用剪刀把两侧的线给剪开。防弹衣的线也很坚韧，毕竟是为了承受巨大冲击而用的特殊材料。周可儿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防弹衣给拆开，这下子防弹衣就变成了前后2片的布料。张毅拿过来，在自己的腿上比划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把它裹在腿上，外面套上防寒服，这不就是防弹裤吗？腿上也是有大动脉的，粗心大意不得。准备好了装备以后，张毅想了一阵子，觉得不能让楼里面的邻居们太安逸了，必须给他们一些危机感，然后忽悠他们主动出去找人干架。毕竟当初张毅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当炮灰的，可不是养大爷。其他楼给他释放了信号，他必须做点什么来回应。于是张毅在业主群里面发了条消息，把目前面临的情况告诉了所有人。所有人25楼的各位兄弟姐妹，各位家人，现在我们遇到了重大的危机，有人要来抢夺我们的食物。附近的一些单元楼，眼红我可以出去帮大家寻找食物，所以出言对我进行威胁，声称如果我不把食物分给他们，那就要进攻我们单元楼。这番话一说出去，业主群里面顿时炸开了锅。邻居们刚刚看到了生存的希望，现在每天就指着张毅出去带些食物回来为他们续命。现在其他楼眼红，想要过来抢夺，他们当然不答应。这些王八蛋想什么呢？有本事的话自己出去找啊，跟他们拼了，誓死守护我们的粮食，1粒米都不可能给他们。对，反正咱们有张毅在呢，真要是打起来还能怕他们不成？
不过也有人提出了担忧，可是我们楼现在就30-40人，要是其他楼都过来进攻咱们的话，真的能守得住吗？这的确是有些困难，那可不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让他们不要搞我们？呵呵，你自己觉得可能吗？现在大家都在为了食物拼命，谁会跟你讲道理啊？那可怎么办才好？干就完了，没有食物也是个死。邻居们吵得非常厉害，他们义愤填膺，但大部分人心里面也有畏惧。真要是跟整个小区其他单元楼作对，岂不是要打1000多号人？那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张毅适时的发了消息过来，目前外面的情况大家是知道的，大雪已经把各种低层建筑都给淹没了，包括大部分的生活超市，所以寻找物资也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看运气，外面可是有上千号人，真要把食物给了他们，那你们大家就没得吃了。我张毅也不想得罪他们，反正我自己的物资还够支撑几天呢。所以到底要怎么做，决定权我交给你们。食物你们是留给自己，还是送给他们换取安慰，你们自己说了算。张毅给的选择题就好像拿着枪指着一个人的脑袋，询问他要死还是要活，其实根本就没得选。邻居们听到张毅的话，也知道他们并没有退路，没有食物，他们肯定还是个死，拼一拼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我明白了，那就跟他们干，这些食物都是属于我们的，凭什么让给他们？他们自己去死好了。就是自己没有本事搞到食物，就想着去抢别人的，缺德不缺德？我栾强这辈子最恶心的就是这种人。呸！张毅见到情绪拉得差不多了，便说道：那好，咱们不能让他们把咱们看扁了，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今天晚上，李成斌和江磊，你们带人冲进26楼，天河帮的那群老帮菜没剩下几个人了，把他们弄死。一来是给咱们死去的家人们报仇，二来给其他单元楼提个醒。我今天在外面忙了一天了，有些疲惫，就不带你们过去了。张哥，您今天辛苦了，张哥功劳最大，咱们不能让张哥啥事都干了，大家说对不对啊？对，好兄弟，你们去吧。CPU 完了邻居之后，张毅舒服的扔掉了手机，然后一把将周可抱了起来。啊！周可笑着发出一声尖叫。张毅跟周可的剧烈运动刚结束，张磊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张哥，我们死了8个人，结果只干掉他们3个，天河帮的那些老菜有点难对付啊。张毅嘴角一扬，废话，当然辛苦，要是容易的话，我早就端着枪冲进去把他们全突了。天河帮的人都是工地上干活的，手里面家伙多，力气大，耐力强，而且他们长时间跟建筑打交道，懂得利用地形。江磊等人过去冲击，在天河帮有准备的前提下，肯定要遭受重创。不过反正都是炮灰，他们死了，张毅也不心疼，甚至可以说有些想笑。毕竟这些王八蛋邻居，大部分都是分过他那杯肉羹的。天河帮的人本来就没剩下几个了，又都是能打架的狠角色，阵亡3个，王天放都快成孤家寡人了。张毅关切地问道：“你没事吧？”江磊没想到张毅还会特地询问他的情况，连忙说道：“就擦了一下，没事。”张毅立刻用悲愤的语气说道：“这些天河帮的狗贼，险伤我1员大将。江磊，明天你不用值班了，先休息一下。”随后他在大群里面说道：“今天晚上大家表现得很不错，明天论功行赏，凡是参与了进攻天河帮的人，最低都有2人份食物的奖励。江磊英勇负伤，值得大家学习，所以明天让他休息1天。另外奖励1份超大份的卤肉饭。”听到张毅这番激励的话语，邻居们激动不已。虽然死了8个邻居，但是现在死个人还叫什么？他们早就麻木了。最重要的是，明天他们有双倍保底的食物啊！最让人羡慕的还是江磊，竟然能够在这种时候吃到卤肉饭。他们现在即便有食材，也根本没有那么多调味料做菜，更舍不得生活，天天有什么吃什么，都快忘记卤肉饭是啥味了。果然还是得跟着张毅混啊，有肉吃。可恶，这次没有抢到人头，下一次的卤肉饭一定是我的。许多人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要更加努力的战斗。第2天上午，张毅穿戴上覆盖全身的装备，这才放心的离开了家门。他打算去附近一些著名的大型商场、酒店看看，找找有没有用得到的东西。从4楼的窗户爬出去，面前的雪地已经凹陷下去了一大片，而且都是斑驳的血色。张毅这才想到，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这边发生了很多的战斗。张毅只是稍微感慨一下，然后打起12分的精神，去暗地里取出了雪地摩托，然后朝着小区外面开去。摩托声响起来之后，那种被注视着的熟悉感觉又出现了。虽然张毅看不清楚一块块窗户后面的人，但他就是知道许多人都在望着他。张毅抬起头，眼神冷冷扫过一栋又一栋高楼，这些人在不久的将来都有可能会成为他的敌人，然后死在他的手上。张毅的目光由远及近，慢慢收了回来。不过就在掠过一栋楼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不太对劲。21楼墙壁上面红色的21非常瞩目，就是在他的提醒下，张毅的心里才出现那种强烈的违和感。21楼黄狼帮，张毅微微皱眉，略微一思索，目光立刻变得凌厉了起来。我怎么说哪里不对劲？黄狼帮所在的21楼距离他们楼并不远，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他们哪怕知道张毅手中有大量的物资，还有一辆雪地摩托车，却依旧没有对张毅动手。过去张毅认为是他们小心谨慎，怕了自己，可现在想来还是太过怪异。再过小心谨慎，终究是一群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面对雪地摩托这种诱惑力十足的东西，不可能无动于衷。最古怪的事情就是，附近其他楼的楼主都找过张毅聊了合作的事情，唯独狂狼帮的人从始至终没有联系过张毅，这很反常，极其的反常。张毅的理解当中，这种行为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不会叫的狗才是最狠的。他们打算悄悄发起袭击。张毅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枪，又想起一空间中那些压满子弹并且上膛的大枪，心里面踏实了许多。他从怀里取出手机，赶紧给尤大叔和周可发了消息，让他们在家里把门锁好，小心其他单元楼住户的偷袭，然后把手机塞进怀里，防止冻坏了。张毅发动了雪地摩托，就朝着前面开了过去。车子来到小区边缘的位置时，异变陡生，前面的地上雪花忽然迸溅开来，然后一块门板直直立了起来，挡在张毅车头的位置。张毅的车子来不及刹住，连忙调转车头，
砰！摩托车侧身撞在了门板上，雪地之中也有2个人随之被抛飞了出去。原来是2个人藏在雪里，用绳子绑住门板，当做拒马的陷阱来使用。只可惜这种门板实在是太轻薄，非但没有把张毅给绊倒，反而自己被甩飞了出去。事实证明，电视剧里面的东西不能乱学啊！张毅马上意识到自己被人给埋伏了，来不及思考，已经从雪地里面爬起来7、8个人，二话不说就拿出武器，吼叫着朝张毅扑了过来。张毅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让他冷静下来。随后，他迅速从口袋里取出枪，打开保险的时候，8个人都已经冲到了跟前。张毅举枪就射，砰砰砰！如果是普通人被这样近身，即便手里有枪，怕是也会遭难。但是张毅有精准射击的能力，对于空间的把控极为强大，手中的子弹并不会落空，3发子弹就把面前的3个人给打死了，枪都是爆头。没等到他喘口气，另一边几个人也举着砍刀来到距离他只有1米远的位置，砍刀高高举了起来，对着张毅就劈了下去。全球冰封第35天，张毅骑着雪地车出去寻找食物时，突然从雪地里冲出7、8个人，高举砍刀就朝着他劈了下来。砰砰砰，3声枪响，冲在最前面的3个人西瓜爆开。没等到他踹口气，背后又是一把砍刀朝着他砍了下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毅调转了枪口，刀未落，张毅的枪就塞进了他的嘴里，砰的一枪，他的脑袋上就多了一个洞。这样的一幕，把旁边其他几个正在冲锋的人给吓得愣在了原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用枪这么狠的人，一枪一个，瞬间干掉了他们4个人。难不成他是半人半鬼，神枪第一的燕双鹰？张毅可不给他们愣神的机会，举枪就射，又是2枪干掉了2个人。直到这个时候，剩下的4个人才吓破了胆子，慌忙扭头往回跑。张毅的枪瞄了瞄他们的后背，看着他们在雪地里拼了命的往前跑的样子，忽然改变了主意。他把枪咬在嘴里，然后发动摩托跟了上去。几个人在雪地里根本跑不快，与其说是跑，倒不如说是在爬。这时候，摩托车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几个人亡魂皆没，吓得裤子都尿了。张毅赶上最后面一个人，摩托车直接就撞了过去。他半边身子在雪地上面，张毅的摩托车把他上半身撞翻在地，然后毫不留情地开始碾压，连人带车400多公斤碾压过去是什么感觉？那个人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叫，他的脊柱直接被撞断了。摩托车碾过了他的背部，然后是脑袋。前面几个人听到这惨叫，脸色更白了，咬着牙拼命地往前跑，仿佛背后有恶鬼在追逐一般。张毅的摩托车开过那个男人之后，回头看了一眼，虽然他身体下面有血垫着，但是400多公斤的重量压在身上，也让他口吐鲜血。张毅反手给了他一枪，结束了他的痛苦，然后继续往前慢慢悠悠地追。他想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过来的，想要害他，那就必须得为之付出代价才可以。而几个人逃亡的方向很像是21楼狂狼帮的地盘。此时在21楼的7层，狂狼帮的帮主王强和副帮主肖路看着眼前的一幕，心里面都在滴血。为了今天这场抢劫，他们准备了好多天，把张毅出行的路线和时间都打探好了，又派了10名手下过去埋伏。原本以为这是万无一失的计策，可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张毅的枪法这么好。他们更没有想到张毅的手里还有如此多的子弹，眼下非但没有成功干倒张毅，抢走他的雪地摩托，反而损兵折将，更是让张毅杀了过来。这下子麻烦可就大了。王强说道：“快让所有人到门口集合，安排好陷阱，另外小心他手里面的枪。”肖路点了点头，放心好了，我们楼道里面布置得很齐全，他要是敢进来的话，就在这里杀了他也无所谓，反正结果都是一样。2个人嘴上说的非常硬气，但是脚底下却齐刷刷的往后退，不敢出现在窗户前。他们知道张毅手里有枪，而且还有狙击枪这种大杀器，冒头就等于是找死啊！狂狼帮的人如临大敌，全都躲在楼道里，心中祈祷张毅不要杀进来。而在外面，张毅还在不紧不慢地追杀着剩下的几个狂狼帮小崽子，一路走来，随手就是一枪解决掉1个人。最后1个人眼瞅着跑到了21楼前，可还没等到他到入口，张毅摩托车的轰鸣声就在他耳边响起了。张毅看了一眼面前黑黝黝的房间，他知道此时狂狼帮的人肯定在埋伏。张毅没有用枪，而是取出了自己之前买来的大马士革钢猎刀，这玩意是用来砍野兽的，锋利无比。不过张毅一直没有拿出来砍过人。噗嗤，猎刀从那人的脖子划过，意外的手感非常顺滑，鲜血飞溅的声音像是风声，一颗头颅高高飞起，然后坠落到地上。此时躲在暗处的狂狼帮众看到这一幕，无不感觉后背发凉。他们派出去的10个兄弟，竟然全都被张毅杀死了。张毅把雪地摩托车停了下来，他走下车，捡起了地上的那颗脑袋，然后丢进了4楼的房间当中。人头在地上几个滚落才停下，眼睛空洞无神地望着里面的人，里面鸦雀无声。狂狼帮的人紧张的手脚发凉，他们知道一旦张毅持枪进来，必定会是一场恶战，他们会死很多人。张毅却站在21楼之外，并没有走进去，里面具体有什么他不清楚，但肯定有陷阱和埋伏。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不会让自己生出血。但是就这么放过狂狼帮的人，他又觉得对这些人太不宽容了。正好此时枪声惊动了小区的所有人，也包括25楼的人。此时是由大叔和李斌带人值班，纷纷拿着武器过来支援张毅。张毅，这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和他们打起来的？由大叔愤怒地问道。张毅看了他们一眼，淡淡的说道：他们在外面埋伏我，
然后都被我杀了。一路上躺着10具尸体，鲜血淋漓，非常的刺目。尤大叔对后面的人说道：“张毅万一有了3长2短，咱们的食物可就断了，大家就没活路了。”一群人闻言也是吓了一跳，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张毅朝他们挥了挥手，先回去，叫人把所有人都给我喊过来。一群人当即回到了25楼，然后把所有业主都给叫了过来。张毅的表情非常冷峻，他此时的心情很差，相当的差。他并不害怕被偷袭，因为身处末世，这种事情是无法避免，而且他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一身上下都是装备，空间里还有突击步枪。等闲120人真的奈何不了他。他生气是因为他知道25楼的业主肯定有人给狂狼帮的人通风报信了，理由也很好解释。张毅出于安全考虑，每天外出的时间都不是固定的，就是不希望别人通过这个对付他。提前埋伏更是没有可能，这种温度还要把自己埋在雪地里，哪怕身上的衣服再厚，也不可能超过半个小时。可是今天那些人在雪地里刚好埋伏到了他，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巧的事情，就说明一定是内部的人知道他出门了，然后告诉了狂狼帮的人。张毅并没有被背叛的愤怒冲昏头脑，因为他知道这些邻居也不是什么好鸟，只要利益足够，反水根本不需要考虑。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杀掉那个泄露情报的人，可是整栋楼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他也不知道是谁做的。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一视同仁。21楼的狂狼帮在严防死守，强攻的话必定死伤无数。张毅索性让他们狗咬狗，反正谁死他都不心疼。张毅冰冷的目光扫过每个人，大家看到张毅这个样子，表情都满是畏惧。张毅淡淡的开口说道：“21楼的人对我出手了，我死了，你们也活不下去，所以他们想杀我，就是想杀你们。对这种人，我们必须要把他们全都干掉。”尤大叔，这次出去你陪我一起。剩下的人由李成斌带队，正式发起对21楼的进攻。杀一个人，我奖励10人份的食物。众人听到张毅的奖励不由得心动，许多人昨天晚上没有机会立功还在懊恼，不过也有人提出了异议，现在过去不太好吧？他们肯定在防备咱们报仇，哪怕要过去，也不如等到晚上。张毅看了一眼，那是一个地中海的大叔，名叫郭大海。他又指着尤大叔说道：“而且尤大叔是我们的主力，强攻的话，他留下来最好。”大家伙一听郭大海的话，也觉得很有道理，不禁纷纷小声嘀咕了起来。是啊，就算是为了报仇，也是晚上过去偷袭比较好。张毅现在是不是怒火攻心了？要冷静啊！尤大叔战斗力强，应该作为主力顶上。张毅听到这样的声音，冷笑了起来。最近每天给你们吃的，是不是把你们的胆子也养肥了？张毅的目光扫过众人，落在郭大海的身上。这个地中海胖子吓得连忙后退了2步。我当初做这个楼长的时候就说过，所有人必须听我的。他露出森然的笑容，这才几天你们就给忘了？说完这句话之后，张毅突然掏出了手枪，对准郭大海的脑袋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郭大海的脑袋炸开了血花，不少女邻居都吓得惊声尖叫。谁也没有想到张毅说开枪就开枪，说杀人就杀人，不听话的人就得死。直到这一刻，大家才突然之间想起，张毅不是一个给他们带饭的温柔邻家小哥，他是把整栋楼的业主杀掉了大半的恶魔。现场鸦雀无声，每个人大气都不敢出。张毅挑了挑眉毛，一脸的若无其事。现在马上过去，给我把狂狼帮的那群人干掉。谁赞成？谁反对？全球冰封才36天，整栋楼的业主就已经被张毅杀了一大半，然后又叫剩下的人去进攻狂狼帮为他报仇。有一个地中海大叔不服从安排，张毅直接掏出了手枪，对准郭大海的脑袋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郭大海的脑袋炸开了血花，不少女邻居都吓得惊声尖叫。现在马上过去，给我把狂狼帮的那群人干掉。谁赞成？谁反对？几秒钟的寂静之后，李成斌举起手说道：“我赞成，听张哥的话。”其他人这才陆陆续续的抬起手，听张毅的话。见到这一幕后，张毅的脸上重新露出了温和的笑容。这样才对嘛，咱们都是家人，家人就是要互相帮助。你们看，我也不是坑你们，我自己就干掉他们10个人呢，剩下的那些人让你们几10个人去处理。我对你们够好了吧？我和尤大叔出去帮你们找食物，今天晚上我们加餐，大家都好好吃上一顿。张毅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很有效果，虽然邻居们一开始被郭大海的死吓到了，但死的是郭大海，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张毅又许诺给他们找吃的回来，他们心中的不满顿时就少了许多。张毅手里拿着枪，就在后面看着他们上，于是这一群人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只能拿着家伙往21栋里面冲。过了一会儿，里面就响起了混乱的响动以及嘈杂的喊杀声。张毅看了一眼手表，金色的劳力士依旧是那么朴实无华且枯燥。让他们继续打吧，我们得走了，要不然回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几点了。今天出去依旧是常规搜索，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东西，所以带上尤大叔也无所谓。尤大叔嘿嘿一笑，看了一眼不远处的21楼，点了点头道好，咱们走。张毅微微皱着眉头，仿佛有些痛苦的样子，捂着自己的肋骨。车子我不能开了，刚刚跟他们打的时候撞了一下，现在肋骨有点疼。尤大叔看了看那辆雪地摩托车，自告奋勇地说道：“那么我来开吧。”于是尤大叔负责开车，而张毅坐在他的后面。受伤是假的，只不过他不放心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别人。战神燕双鹰曾经说过，小心你的背后。尤大叔没有头盔和护目镜，冰冷的风吹得他只能眯起眼睛，任由冷冷的风雪在他脸上胡乱的拍。不过他却并不觉得难受，反而是非常的痛快。好久没有离开小区了，被封闭在小区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他也压抑得厉害。出来是真的爽啊！对了，张毅，我们要去哪？先到世贸那边去看看吧。世贸是天海市有名的商业街区。尤大叔点了点头，然后凭借着对周围的记忆朝世贸开去。过了半个多小时，两个人就到达了这儿。此时的世贸区，许多高楼仿佛从雪地里长出来的笋一样，冒出来一半，一半还留在底下。张毅和尤大叔下了车，两个人去建筑物里面随意的搜集东西。尤大叔头一回出来，在
在商业街看哪里都觉得新鲜，尤其是那些商厦当中，不少都是奢侈品牌的专柜，金银珠宝、名牌衣服，展厅中的豪车，曾经那些他不敢想的大牌商品，现在成了无主之物，随便就可以拿。尤大叔激动的不行，跑进去就开始找个袋子往里面搂东西。张毅看了一眼，赫然发现他找的主要是衣服，尤其是婴幼儿的衣服，他不禁有些无语。该说尤大叔善良呢，还是该说他舔狗呢？张毅百无聊赖，走过去对他说道：“尤大叔，这附近我瞧过了，没有食物，看样子咱们来错地方了呀。”尤大叔闻言笑道：“的确是，不过家里面食物还不太缺，反而是小孩长得快，没有衣服穿。”张毅无奈的一笑：“你现在和谢大姐的关系看起来挺不错的，你要是喜欢这个，回头我给你介绍几个胸大屁股大的女人，让他们好好服侍你，如何？”尤大叔背对着张毅，可张毅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晃动了一下，这不太好吧？你知道的，我也不太是那种人啊。张毅抬起下巴，露出一个我懂你意思的眼神。他可是知道尤大叔之前每个月都会去几趟玉湖街，找双峰理发店的女技师帮他解决一些麻烦。尤大叔是个耿直的人没错，但是不代表他不喜欢女人。真要是那样，他也不会被谢丽梅那么轻易的给拿下。放心好了，都是哥们，这种事情以后包在我身上。张毅搂着他的肩膀，一脸坏笑的说道：“哎呀，你看看你，又说那话，我是个正经人。”尤大叔舔了舔嘴唇，嘴上这么说，但是脸上却都是压抑不住的笑容啊！对，张毅的心里面有了判断，尤大叔对谢丽梅有感情，但是并不多，所以将来如果那个谢丽梅比较麻烦，他就可以下手把她处理掉。不过为了不影响他和尤大叔之间的关系，那就得再重新帮他找个知冷暖、技术好的贴心女人。张毅正打算帮尤大叔找一个技术好的贴心女人，尤大叔却脸色凝重的说道：“黄天放已经被你给打怕了，他联系到我想要跟你求和。另外，他还透露给我一件事情，那就是其他单元楼已经有人在组织起联盟，要一起向你施加压力。有人邀请了他，他可以不加入那些人，但是需要你提供食物和防寒物资。现在果然是人人都想搞我啊！如果不是考虑弹药，只要给他足够长的时间，他甚至可以将整个小区都给灭掉。当然，这个时间线或许就会拉得比较长了。不过黄天放这个狗东西，我是一定要干掉他的。一个是他的天河帮，还有一个狂狼帮的那群人，一个我都不会放过。”张毅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话语当中却透露出了森然的杀意。是他们先动手发动了对张毅的攻击，所以张毅一定得让他们死。为了在末世好好活着，他不允许任何会威胁自己安全的人存在。尤大叔说道：“他们的确是该死，滥杀了太多无辜的人，而且还主动袭击你。可是跟他们打的话，你现在手中的武器够用吗？”张毅自从掏空了警局的武器库之后，获得了一大批的武器弹药，但是具体多少，尤大叔却不清楚。他只知道那天张毅回来的时候身上挺干净的，没见到太多东西。他还以为张毅经过这几天的战斗，已经把子弹消耗的差不多了。张毅眸中闪过一抹金芒，随后无奈的长长叹了一口气。这方面的确是有些困难，我手里的子弹不多，但是只要不是大规模的战斗，应该可以应付的。尤大叔挠了挠头，张毅，如果有足够的武器装备的话，你说我们能不能成功保护自己的家，还有你的雪地摩托？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张毅瞬间眼睛大亮。尤大叔，你知道哪里有武器？张毅手中的武器弹药还有许多，不过狙击枪的子弹就比较少了，毕竟这种玩意警局也不会大量的存储，就连警用狙击枪也只找到一把，其他武器弹药当然也是多多益善。一切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嘛。尤大叔嘿嘿一笑，表情中带着几分得意。你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了？我以前可是在部队里当过5年兵。张毅急忙问道：“是在天海市当的兵吗？那样的话，尤大叔就可以带他去天海市的军营搜集武器。”尤大叔说道：“我那个时候走，不是在天海市服役，但是天海市的部队那边也有我的老熟人，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只要去了军营，找到储备的弹药，以后你就不需要为子弹发愁了。”他有些崇拜地望着张毅，像你这样的神枪手，如果没有弹药，那岂不是太过浪费才能了？部队里面向来是崇尚强者，而一名枪王更是所有士兵心中的大神。尤大叔见识过张毅恐怖的枪法，自然对他心生仰慕。张毅欣喜若狂，没有想到这一回还有意外收获，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过去吧！部队里面的热武器可太多了，万一到时候能够搞到坦克、装甲车之类的，他直接开过来把那些不服自己的人给轰死，到时候谁还敢跟他张毅作对？尤大叔，你可真是个宝贝啊！张毅的眼睛都放光。尤大叔挠了挠头，见到张毅这么兴奋，他也是略显尴尬。你先别着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那个地方比较偏远，在城区西北了，咱们从这儿过去得有100多公里了。而且我虽然知道那里有军营，可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下了那么久的雪，想找准方向不容易。就算是过去了，也可能什么都让雪埋起来了。军营的位置都是在城市边缘的地带，而天海市的驻扎部队营地都位于农村里，那里周围都是农田和荒地，被大雪掩埋之后，找准位置都困难。张毅冷静下来，认真的说道：“多花点时间，能确认位置在哪里吗？”那周围我特别熟，高层建筑没有，但是6层的门面房还是有的，仔细找找，应该可以确认方位。我就是怕军营都被雪给埋起来了，去了也没用，毕竟咱们没有办法挖掘啊。张毅的嘴角露出神秘的微笑，没关系，最起码先找到地方，万一以后想到办法了，不就可以用吗？他的脸色认真起来，伸手拍在尤大叔的肩膀上。现在咱们即将面临的敌人可能会非常多，必须要有更多的武器，才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尤大叔用力点了点头，你说的对，那咱们过去找找吧。2个人上了摩托车，顶着寒风和大雪，朝着天海市的西北驶去。
厚度高达10几米的冰雪掩盖了地面上几乎可以掩盖的一切，面前是一片的白茫茫。尤大叔在路边把车暂时停下，多次观察之后才确认了方向。他指着远处一座凸起的白色山头说道：“幸好还有这玩意可以看，距离不远了，还有大概5公里远。”张毅点了点头，心中充满了期待。二人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山脚下，大地之上依稀还能见到零零散散的凸起建筑。尤大叔说道：“就在这附近了。至于军营的具体方位，我得再好好确认一下。军营当中很少有高层建筑，宿舍也都是2、3层，这是为了方便紧急集合。再加上军营的面积比较大，这就增大了搜寻的困难。如果不是有尤大叔这个识途老马带路，张毅自己一个人过来的话，非得找上10天半个月不可。”2个人找寻了一阵，忽然尤大叔看到不远处一座建筑，眼睛一亮，找到了。他惊喜地说道：“找到军营的位置了吗？”张毅也连忙看了过去，尤大叔却摇了摇头，伸手指着那建筑上金色的招牌，找到了洗浴中心。张毅的表情顿时变得无语了起来，斜着眼看向尤大叔。尤大叔嘿嘿笑道：“你别着急啊，只要找到了这里，我就能确定军营的方位了。”他向张毅解释起来，原来这个洗浴中心是他战友开的，尤大叔每年都会过来1、2趟，一来是叙旧，二来也是消费。内有乾坤洗浴中心，坤妙啊！张毅看着金色的招牌，不禁拍手称妙。这家洗浴中心的老板的确是个人才，但是他有些好奇地问道：“洗浴中心开在军营外面，这能有生意吗？”尤大叔笑道：“这你就不懂了吧？开在这里生意才好。部队里面的生活非常枯燥，绝大部分士兵都没有女朋友，年轻人精力旺盛，也需要发泄发泄。而且他们在部队里没有花钱的地方，每个月补给下来了，得找地方花吧。再加上他们体能好，活力猛，又不会惹事，所以特别受洗浴中心的欢迎。”尤大叔说的头头是道，讲起自己过去在部队里面的经历时，他的眼睛里分明有光芒在闪烁。张毅笑道：“那部队里面的领导就不管这种事情，当然纪律上不许了。可是领导也明白，士兵们有所需求，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指着那有乾坤的牌匾说道：“总之，只要看到这个，就知道军营的大体方位了。”尤大叔转身望向北边，站在风中仔细观望了半晌，突然指向遥远的一个方位：“在那，你看到那座瞭望塔了没有？”张毅眯起眼睛，仔细观看，才在风雪中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小点。看见了，军营的位置就在那里。张毅望了尤大叔一眼，可是军营的面积不小吧？只是确认了军营的位置，我们如何找到他们的军火库？早些年我过来看老战友，也进去院子里过，军火库的大概位置我还是记得的。只要知道了大概的位置，下次过来他就可以用挖掘机把那里挖开。2个人上了雪地摩托车，然后一路朝着那边疾驰而去。很快，尤大叔就给张毅指明了方位，差不多就在这一块。哎，可惜啊，我们来得太晚了，现在全都被雪给埋上了。尤大叔的表情有些愧疚，不好意思啊，张毅，可能让你白跑一趟了。来的时候他还心里抱有过幻想，万一这个地方没有被彻底埋住呢？可到了地方一看，才知道这个想法过于天真了。张毅仔细盯着面前的雪地看了半晌，把附近明显的标志给牢牢记在了心里，比如说哨塔和军官的办公楼，这些尚未被完全覆盖。记完这些，张毅对尤大叔笑道：“没有关系，你也是一片好心嘛，说不定哪天雪融化了，咱们不就可以过来了吗？走吧，咱们也该回去了。出来跑了半天，天也不早了，回去的路上又得2、3个小时，不能继续耽误。”尤大叔应了一声，赶紧过去开车。小区内，撤，快撤！李成斌带着一大帮子邻居，急急忙忙地从21楼狂狼帮的地盘撤退了出来。这一次进攻，他们损失惨重，竟然被干掉了10几个人。果然客场作战劣势太大了，虽然他们人多，但是对方准备充分，里面还布置了许多陷阱，打起来根本不占便宜。不过他们也干掉了对面5、6个人，算是成果不错。由于天气太冷，打到后面大家都气喘吁吁，觉得继续往楼上强攻不明智，这才选择了撤退。回去的路上，李成斌掰着手指头，琢磨着张毅回来之后会给他多少奖励，心里面还有些美滋滋的。可是也有人心情非常的低落，脸上写满了不悦，真不知道这次进攻有什么意义，白白死掉了10几个人。上一回打天河帮不也是，咱们死的人比杀的还多，再这么打下去，咱们的人就全死光了，就是为了给他张毅出气吗？刚才差一点，就差一点，我的脑袋就被砍下来了。张毅让我们过去进攻，自己却带着尤大叔跑了，明明他们俩最能打，却躲在后面不肯上。这样的声音来自于邻居中几个中年大叔，人老奸马老滑，他们出力最少，但是嘴上的抱怨却是最多的。再加上这一回进攻的狂狼帮本身就是狠角色，让一些人受了伤，甚至差点死掉，所以他们忍不住抱怨起张毅来。走在前面的李成斌听到这句话，顿时皱起了眉头，大骂道：“说什么呢？嘴巴老实点，别不该说的话瞎说。要是没有张毅给咱们带来食物，咱们楼里不知道多少人饿死了，你还能在这里乱叫？全球冰封物资匮乏，杀一个人奖励10人份的食物。”听到这句话，邻居们红着眼就去强攻狂狼帮，却被别人反杀了13人后狼狈逃窜。一个叫栾强的人埋怨道：“张毅就是把我们当炮灰。”其他邻居听到之后也是变了脸色，毕竟这几天由于接连进攻天河帮与狂狼帮，他们都死了20几个人了。其他人想到这或许就是自己的结局，也是脊背发凉。李成斌指着他骂道：“你不要胡说八道，最起码咱们现在能吃上饭，这都是张毅给的。”栾强轻蔑地嗤笑了一声：“他给我们饭吃，这是不假，我也承认，一开始我还挺感动的，可是后来呢？他非要逼着我们去跟人家干仗，这是把我们往火坑里面推啊！明明只要守在我们自己的单元楼就好了，为什么要去打别人？我们保证自己的安全，让张毅每天去给我们找食物，这才是最好的结果。就是他偏偏要惹是生非，得罪其他楼的人，真把其他人都惹急了，
以后过来攻打我们怎么办？说到这里，栾强又丢下来一个重磅炸弹。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他给我们带来的食物，他自己是从来不吃的，所以他肯定偷偷留下来好的给自己，却让我们吃垃圾食品。外面那么多超市和商场，他天天说自己搜集食物有多难，你们真的信吗？他就是拿大家伙当傻子骗呢。这番话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一开始，他们都以为自己只需要安静的守住25楼就好，然后张毅就会出去给他们带来大量的食物，让他们吃饱。可谁想到张毅竟然让他们出去跟人家干仗，这多残忍啊！他们又不想死，凭什么让他们去送死？人群中，一个女人也低头说道：“张毅这么做是有些不对，没必要白白让我们送死吧？情绪是会感染的，更别说他们现在是站在同一战线的。”陆续的，其他人也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我们天天拼死拼活，他只要出去找点东西回来就行了。他不过是仗着有一辆雪地摩托车罢了，贡献哪有我们大？就是啊，如果把他的那辆车给我，我也可以出去找食物，有什么难的？我看栾强说的对，他的心里就是打算让我们当炮灰，听他的话跟人家玩命。李成斌握着铁锹的手有些松动，他忽然怒喝了一声：“够了，不许再说这种话，小心被张毅知道了，把你们都给杀了。”大家伙心神一凛，纷纷闭上了嘴巴。这个时候，栾强却是一脸阴险地走到李成斌跟前，压低了声音说道：“这些话我们大家都说了，难道你要去告密，让张毅杀了我们所有人？”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李成斌。如果李成斌敢说一个让他们不满意的字，他们现在就要把李成斌杀了灭口。李成斌脊背发凉，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沫。我没有那个意思，大家都是邻居啊，而且你们要是死了，我还能活着吗？放心好了，我不会告密的。栾强这才笑道：“这样就对了吗？我们大家也只是随便吐槽一下而已，没有别的意思。”其他人也纷纷笑道：“就是干嘛那么认真？以前上班的时候也经常骂领导和老板，班还不是得照上？”大家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可是眼睛里却出现了异样的东西。毕竟他们这几天死的人太多了，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会产生一些想法。不久之后，张毅和尤大叔回来了，同时带来了2包垃圾食物。知道战况之后，他装模作样的安慰了一番众人，而且当众拿出2份卤肉饭奖励给了姜磊和李成斌。其他邻居也都分到了2人份以上的食物。不过张毅却感觉这一次大家的情绪有些不太对劲，虽然他们没有说什么，可是眼神中却带着几分对他的排斥。张毅心中冷笑，他知道这些人开始怀疑他了，可那又怎么样？他太了解这群邻居了，有贼心没有贼胆。当初被陈正豪一把手枪就给吓得任由宰割，现在他们心里再不愿意给张毅做炮灰，可是张毅用一把枪和一块发霉的面包就能让他们立刻跪舔。一群下贱的玩意，没有必要把他们当人看。尤大叔这边把自己搜集到的衣服笑呵呵地拿给了谢丽梅。谢丽梅眼睛一亮，高兴地把衣服接到手中。尤大叔给谢丽梅找的衣服都是名牌，甚至因为他自己不懂，还让张毅帮忙指点。谢丽梅从来没有穿过那么昂贵的衣服，见到自己和孩子都有新衣服穿了，不禁搂着尤大叔的胳膊亲昵地说道：“尤大哥，你真好。”邻居们看到那些新的棉衣，心里面不禁嫉妒了起来。栾强壮着胆子说道：“张毅，你下次出去能不能帮我们大家也带些衣服回来？最好是羽绒服，或者……”他望着张毅身上的专业级防寒服，贪婪地吞了口唾沫，指着他说道：“像你身上的这种，应该也可以找得到吧？衣服的质量好坏，看他们在外面的时候抖不抖就知道了。”每次看到张毅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们就知道张毅的衣服是御寒的顶级好货。大家的眼睛里流露出渴望，纷纷望向张毅。张毅，既然尤大叔可以找得到，那你下次就帮我们带些回来吧。张毅眉头微微一皱，心中发出了冷笑，还真是有够得寸进尺的。你们能吃饱饭，知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嫉妒都来不及，现在还想穿好衣服。他笑眯眯的点了点头，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帮你们大家找找。不过我这车子太小了，驮不了多少东西，要不然我先不给你们带吃的，去找衣服。众人一听连连反对，那不行，穿的衣服我们还有，虽然没那么暖和也冻不死，可没有吃的，那滋味太难受了。张毅缓缓点了点头，那还是先找吃的回来吧，等以后有机会了，我一定帮你们找御寒的衣服回来，让你们再也不会感觉到冷了。张毅笑得很灿烂。全球气温降至零下100度，99.99%的人被冻死，而我却在家中陪女友洗鸳鸯浴。张毅回到家中，周可儿穿着围裙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温柔地笑道：“你回来了，主人。”看着温柔贤惠的周可儿，张毅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时间长了，周可儿已经习惯了张毅仆人的这个角色。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在末世做一根攀附大树的藤蔓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对于张毅的各种要求，她都会去满足，甚至张毅没有主动提的事情，她都会努力地完成。你在做什么？张毅脱下身上的防寒服，一边如此问道。周可儿蹲下来，帮张毅
拿过来拖鞋，又把他的雪地靴放到一边的鞋架上。土豆炖牛奶，你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吗？我在尝试着做呢，就是不知道味道好不好。张毅此时也想吃点热的东西，暖一暖胃。他坐到沙发上，周可为他打来了洗脚水，双脚踩进温暖的热水当中，舒适和放松的感觉瞬间让张毅的身体都变得不再那么紧绷。今天冒着风雪跑了一天，即便有各种防寒设备，依旧会觉得有些冷。只有这个时候，他才会感受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多么舒服的事情。今天他的心情总体来说非常不错，有了军营的具体位置，下一次自己就可以一个人过去挖掘下面的武器库。军营当中的武器弹药肯定比警局多很多倍，而且还可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军用武器，比如说手雷、RPG， 甚至是坦克、装甲车。张毅摇了摇头，那些东西可不是普通部队会配备的，而且以他们的吨位，在雪地里把它们取出来，直接就沉到雪堆里面去了，并不好用。不过武器弹药肯定可以搞到不少，有了这些武器，这里任何人都无法对我造成威胁了。开心之余，自然也会想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比如说被狂狼帮的人暗中偷袭。幸亏他浑身上下都被装备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手里面还有枪和充足的子弹，否则近身搏杀的话，他在雪堆里怎么可能打得过10个人？狂狼帮我一定要灭掉，可是他们也挺狗的，知道我手里面的火力之后都龟缩不出，我也不敢轻易攻进去，要怎么对付他们呢？张毅陷入了思索当中。进攻一座高楼的话，强攻肯定是很愚蠢的，他们撤退的空间很大，可是进攻一方的后面都是雪地，行动不便，而且没有掩体，再加上楼道比较窄，环境复杂，以下课上非常难做到。万一他们像我一样用燃烧瓶进行火攻，就算不被烧死也被熏死了。想到这里的时候，张毅的眼睛突然一亮，火攻？对啊，可以用火攻啊。他回忆起之前经常会看到的新闻，某一栋居民楼失火，浓烟滚滚，导致高层的人无法逃离，最后被呛死。张毅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有门，人没办法进去，但是烟可以啊，而且烟都是往上飘的，他们逃到高层也没有用。如果他们打算开窗逃跑的话，跳下来一个我打死一个。张毅高兴地拍手称妙，这个方法非常好，是对付躲藏在建筑中敌人的绝佳手段。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要放火的话，一定得是大火才行。各栋楼能用来烧火的木材，除了门没有拆除，其他的都已经拆了。张毅也想到了办法，外面有很多树木，我这几天多砍一些，刚好这些树木是潮湿的，燃烧起来不能完全氧化，生成的烟雾更浓，只需要泼一些汽油上去，绝了。张毅想通了怎么对付那些躲在屋子里不出来的人，不禁心情舒畅。周可儿端来了准备好的晚饭，张毅尝了一口，微笑地称赞道：“手艺进步了。”周可儿听到张毅的夸奖，满脸欣喜：“真的？你喜欢吃的话，我可以天天做给你吃。”张毅笑着点了点头。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周可儿坐在张毅的对面，张毅的脑海里还在想着最近一段时间怎么解决小区里那些麻烦的邻居的问题，他心中有了初步的打算，暂时不要与他们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就算是要打，也得等到自己收集完放火用的木料，以及从军营当中挖掘出来大量的武器以后，那样他才有100%的把握，将那些意图对自己不利的家伙一举杀个干净。正吃着饭的时候，周可儿忽然对张毅说道：“这2天咱们单元死的人好像有点多。”张毅的思绪被周可儿打断了，他看了面前的女人一眼，语气平淡：“哦，是吗？然后呢？”周可儿继续说道：“我觉得他们似乎对你有些怨念了，你最好小心一点。”周可儿的眼睛里流露出对张毅的关切，女人都是很敏感的，今天邻居们的变化，她敏锐地察觉到了。张毅温柔地笑了，他伸手揉了揉她柔软的脸蛋：“放心好了，如果这种事情还需要你来提醒我，我早不知道死多少回了。”周可儿认真地说道：“这几天他们死亡的比例太大了，可能会有人变心，我是担心他们勾结其他单元楼的人，对你不利。”张毅点了点头，表情却不以为然：“没关系啊，他们想背叛的话就背叛好了，反正从头到尾我也没有相信过他们任何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我早晚是要把他们都给弄死的。这群王八蛋邻居反水张毅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周可儿惊讶地捂着嘴巴，然后泄气地说道：“我还在这里担心你呢，看来都是白担心了，你可比他们心狠多了。”虽然嘴上有些遗憾，可是他的心却踏实了下来，身边有这样一个可靠的男人，他的安全才有保障。周可儿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张毅说他谁都不信任，那么他呢？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周可儿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都交给他，内心对他也产生了浓厚的依赖。女人是感性的动物，哪怕是聪明绝顶，也难以从中自拔，所以他希望自己和别人是有所不同的。张毅，那你信任我吗？周可儿望着张毅，眼神当中带着一抹期待，甚至可以说是恳求。在这样人情淡薄、谁都无法信任的岁月，他也渴望能够得到一份温情。张毅望着他，毫不犹豫地说道：“可儿，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信任的人。”周可儿的眼睛里仿佛有星星在闪烁，她的脸庞也迅速红润了起来。“你又是在撒谎哄我开心吧？”张毅摇了摇头：“当然不，你是独一无二的，除了你，谁都不行。”他的目光坚定，仿佛自己说的是真的一样。周可儿的眼睛微微有些湿润，她的内心有些相信了张毅所说的话，不禁感动了起来。张毅温柔的一笑，给她夹了一块牛奶：“来，吃点东西。”看着周可儿一脸幸福的模样，张毅心中轻叹道：“女人原来都这么好对付，说谎话的时候不要心虚就可以了。”张毅的确喜欢周可儿，但是他爱的人只有他自己。不过他必须让周可儿相信他是爱周可儿的。这个世界上 CPU 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当然是用感情，这就跟你去公司上班一样，公司的领导不也是跟你谈感情，还称呼员工为家人，只不过人家开除你的时候就拔掉无情了。只有让周可儿如此认为，并且对张毅死心塌地，张毅的后方才能稳定。
吃过饭之后，张毅打算去洗个澡。周可儿脸红红的站起来问道：“要不要我帮你擦背啊？”张毅点了点头，也好，一个人洗澡的确不太方便擦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起洗吧。他倒是还没有尝试过鸳鸯浴呢。张毅走过去，帮周可儿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了下来，然后抱起她进了浴室。此时，25楼的那些邻居们捧着张毅给的食物，蜷缩在家里吃着晚饭。他们快1个月没有洗澡了，身上痒得难受，甚至有的人都长了皮癣。但是没办法，他们搞不到那么多热水，就算能用热水壶烧水，也得留着喝，哪敢去洗澡？洗完澡只要生病，现在就只有等死的份。姜磊和李成斌是室友，他们大学就是好兄弟，毕业了也在一个公司工作，关系铁得不能再铁。这天晚上，二人心情很不错，因为张毅给了他们1人1盒卤肉饭。这2盒卤肉饭是从超市货架上拿到的，早就冻得硬邦邦的了，不过却难不倒他们。他们将卤肉饭塞进羽绒服下面，加热了几10分钟，饭就可以咬得动了。乌漆嘛黑的屋子里，2个人身上裹着厚厚的毛毯和被子，只露出个脑袋。姜磊用勺子费力地抠出来一块卤肉，塞进嘴里咀嚼了半天，终于吃出来卤肉的味道。他满脸幸福的表情，此时能够吃到这个，就等于是吃到顶级大餐了。幸好咱们当初跟了张毅混啊，现在都能吃上卤肉呢。姜磊幸福地说道。可是，在旁边，李成斌却默不作声，闷头啃着手里的饭。没错，不是吃，是啃，毕竟米饭和肉都冻到了一起。他嫌弃用勺子麻烦，直接把脸贴上去啃着吃。姜磊见到李成斌不说话，还以为他没有听见，便用胳膊肘捅了捅他。哎，你说我讲的对不对？咱们以后就跟着张毅了。你没有看到周可儿吗？那家伙现在依旧光鲜亮丽的，衣服都是名牌，加拿大鹅。最恐怖的是，他好像还能洗澡。姜磊的眼睛里满是羡慕。他现在清洁卫生的方式就是用手在身上搓灰，一搓就是一长条。不过后来他都舍不得搓了，因为留着还能保暖。李成斌看了他一眼，闷声说道：“你羡慕人家有啥用？你又没有那个条件。”姜磊感叹道：“说的也是，人家那零件咱们也没有啊，不然的话，高低我也得去试试。”他看着自己的兄弟，嘿嘿一笑。不过在那之前，我会先让你爽一爽。李成斌没好气地说道：“滚！就你这模样，白给我都不要。”姜磊争辩道：“你还别嫌脏，大不了我用嘴。”闭嘴闭嘴，越说越恶心了。二人之间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微妙。沉默了片刻之后，李成斌才沉声说道：“姜磊，你有没有觉得张毅给咱们东西吃，实际上是在拿咱们当炮灰啊？他根本就没想让我们活着。”姜磊瞪大了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李成斌把白天邻居们说的话跟姜磊说了一遍。姜磊也陷入了沉默，说那些没用的又能怎么办？当初又不是没想过把他弄死，然后抢了他们家的房子和吃的，可咱们干不过他，还差点被他弄死了。现在这个世界，谁拳头硬谁就是爹，他能给我们一口饭，我们就得乖乖听话。李成斌默然不语。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手机响了起来。李成斌把手机从怀里掏出来，看了一眼消息之后，他的目光顿时变得严肃了起来。这严肃之中还夹杂着一丝意味难明的紧张与兴奋。第二天，张毅照例骑着摩托车离开了小区。由于昨天被偷袭过一次，所以这回他绕了一大圈，换一个方向出去。今天他没有叫上尤大叔，因为他要去军营挖掘那些被埋藏起来的武器装备，再顺便找一些树木砍伐下来留待以后使用。昨天晚上的时候，李健和陈林玉等人再度联系了他，无非就是询问张毅考虑的怎么样了。张毅只是敷衍了他们一番，然后说自己还要再考虑考虑。但是他明显能够感觉到，有些人的性情开始变得急躁。张毅不在意他们的态度，他只看这些人什么时候会展开行动。毕竟29栋楼的人要统一战线，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磋商。这段时间足够他做好万全的准备。花了2个半小时，张毅按照记忆来到了昨天过来的地方。脚下是一大片白茫茫的雪地，除了不远处的参照物外，周围空旷的什么也没有。张毅从异空间取出了挖掘机，然后和上次一样开始往下挖掘。有了经验之后，张毅操纵挖掘机的技术也变得熟练了不少。又是一番忙碌，好半天之后，他挖到了下面的房屋。张毅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武器库，但挖到了房子，哪怕是撞破墙壁打洞，也比挖雪要方便。所以他跳了下去，仔细寻找了一番，这才发现此处并非是武器库，而是军人的宿舍。虽然找错了地方，但是起码见到了建筑，就说明武器库距离此处也不会太远。不过张毅却在进入宿舍的时候察觉到一件古怪的事情。按理来说，天降大雪，几乎一切陆地上的交通工具都无法使用，那么这些士兵留在此地，一旦雪下的大了，便无法离开。所以在军营里面肯定可以找到许多尸体。但是他进入宿舍的时候，发现里面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都被捋平了，而一个冻死的士兵他都没有发现。好奇怪，怎么会没有人呢？张毅有些想不明白，这里的军人都去哪里了？他又来到旁边的几间宿舍查看，里面也是同样的场景。莫非他们全都离开了这里吗？张毅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想法，并且他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雪灾来临之后，那些高层肯定是第一时间获得精确的资料，知道末世的来临无法避免，所以他们需要前往避难所，而这些军人就是被他们调走，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及搬运物资。这么一想，张毅的脑袋就清醒了。结合之前他看到的仓库区域那些空荡荡的仓库，真相就是少部分官方高层的人大概在雪灾降临的晚上就已经完成了转移，只不过这一切普通人却没有得到丝毫的消息。他们此时正躲在某个地方，等待灾难过去再出来，继续统治这个世界。张毅的心中升起了一丝警惕，因为他知道灾难一时半会无法度过，而经过漫长时间的洗礼，每个人的内心都会产生变化。到了那个时候，可能有一部分拥有武装的势力出现，成为巨大的威胁。不过那个时间点不会来临的太快，因为现在他们还有起码的秩序在维持。张毅开着挖掘机在冰天雪地里寻找物资，却意外地挖到了一个军火库，里面的景象足以让每一个男人都热血沸腾。武器库中有很多靠墙的铁架，上
上面放着一把黝黑的枪支，清一色全是步枪。铁架上还有一些用不明金属打造成的灰绿色箱子，看上去就非常沉重。墙上挂着一些迷彩服和头盔，张毅甚至看到一些迷彩的喷漆摆在铁架下。张毅深吸了一口气，先把所有步枪都收入自己的一空间。现在他手里的枪可太多了，根本到了用不完的地步。但是张毅可不管那些，先收起来，万一将来有用吗？对于这些枪械，他的兴趣不算很大，他主要想找的还是子弹以及手雷，甚至 RPG 等装备。由于是在武器室内，张毅的动作非常小心，他把那些铁箱子一个个打开，果然是各种型号不同的子弹。张毅在射击俱乐部学习过枪械的知识，对于基本的子弹适配枪支类型还是明白的。这间武器库里面，手枪子弹大概有2000多发，各种步枪子弹5000多发，而狙击枪子弹则也有300多发。另外，他还找到了一把军用的狙击枪，和他使用的警用型号不同，这种军用的狙击枪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强，防水和防沙尘甚至抗冻能力都很不错，但是精准度的话比警用要差一些。可对张毅而言，这完全不是问题，能够用他的异能精准射击进行弥补。更让张毅惊喜的是，他找到了10箱手雷，每箱5枚，也就是50枚。这次搜寻对张毅来说已经是一场大丰收了。如果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的话，的确需要带上装备，所以这仓库里面的装备少了一大半。由于雪灾是突然降临，所以他们走得匆忙，没有时间处理掉这些剩余的物资。但是这些量对张毅个人而言已经是完全够用了。不过军营里应该不止这一个武器仓库才对。根据尤大叔所说，驻扎在天海市的部队有一个团的兵力，也就是1500人左右，所以不可能只有眼下这一个小小的武器仓库。张毅收集好眼下的东西，出去之后继续用挖掘机沿着房屋的水泥墙开始清理积雪。果然，很快他又在旁边发现了另外一个武器库。这个武器库里面的武器装备比刚刚那个少了一些，但是张毅也找到了几千发子弹和2箱手雷。目前来看的话，完全够用了。张毅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靠着这些武器装备，在天海市如果是比拼武力的话，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可以对他造成威胁。手雷这玩意他从来没有用过，但之后可以请教尤大叔或者上网查询使用方法。而其他重火器，张毅则是没有找到，毕竟天海市驻扎的是一支步兵军队，也没有火炮、战车。至于其他诸如重机枪一类的武器，肯定也被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带走了。要不是因为雪灾侵袭的速度太快，恐怕张毅捡到的这些武器弹药都难以留下。不管怎么说，这些武器对我而言已经够用了，而且这也为我指明了一个方向，以后可以通过各地的警局和部队来获取武器。每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都有警局和驻扎部队，张毅有交通工具，以后完全可以跨越城市到附近的卫星城寻找武器装备。张毅在附近又寻找了一番，确认已经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之后，便驾驶摩托车离开了军营。他没有走远，这附近都是荒野，种植了不少的树木，刚好符合张毅所需要的标准。他直接用挖掘机将这些树木拦腰折断，然后收进了自己的空间之中。这一次忙得很久，一直到了晚上他才回去。而此时，整栋楼的邻居们都在等着他回来发放食物。可是这次张毅是空着手回来的。见到邻居们之后，张毅双手一摊，今天找过了许多地方，没有找到食物，大家就先忍一忍吧。人不能喂得太饱，吃饱了就容易产生乱七八糟的心思。比如说昨天就有些人得寸进尺，开始索要衣服了。张毅今天故意什么都没拿回来，就是让他们记住，你们都是我饲养的，别给我蹬鼻子上脸，想要吃的就给我乖乖听话。听到张毅说没有食物，这些邻居们当时就嘀咕了起来。什么？今天怎么没有吃的？不会吧，外面那么多地方，你就不能多找找？这没有东西吃，晚上多难受啊！你忙活了一天，就什么收获都没有吗？张毅笑眯眯地望着叽叽喳喳的众人，说完了吗？大家神色一凛，面带不悦地把嘴给闭上了。最近你们似乎有点飘了，忘记了当初是你们求我救你们的，难不成这还没过几天，你们就觉得我张毅帮你带食物是理所应当？这样的话，那干脆大家伙一拍两散好了，以后你们的食物自己解决。众人心头一惊，李成斌赶紧道：张哥，大家不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你的辛苦，外面那么大的雪是不好搜寻食物，您回去先休息休息吧。他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就被张毅开枪打死。大家见张毅今天没有给他们带食物回来，人群之中的栾强说道：张毅，你一个人出去当然不好寻找，要不然还是多带几个人吧。我看你那个摩托车坐3个人也没什么问题，大家帮你的忙一起找，肯定快些嘛。其他人转过头，用奇异的眼神望向张毅。对于能够出去寻找物资，他们也很心动，尤其是上一回亲眼看到尤大叔帮谢丽梅母女俩找回来衣服之后，只要能出去，外面的东西还不是随便他们拿吗？张毅，你需要帮忙的话，大家肯定很乐意。一个女人壮着胆子说道。张毅微微眯起了眼睛，他笑了起来。怎么，你们也惦记上我的雪地车了？真要这个样子的话，那干脆大家就一拍两散，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了。栾强急忙想要解释什么，这个时候张毅不再继续废话，他只是掏出了自己的手枪，咔嗒，熟练的拉动了保险。所有人勃然变色，连忙往后面倒退出去好远。张毅，你别乱来啊，我们只是跟你商量，没有别的意思。对，你要是不同意的话，这件事情就算了，好吗？我们其实很感谢你帮我们找食物，也是怕你累着才那么说的，你可千万别误会。张毅轻蔑的一笑，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或者说我最近把你们喂得太饱了。张毅说完之后，抬起手中的枪，砰的一声把栾强给打死了。谁都没有想到，张毅一言不合就直接开枪了。他们还以为张毅会跟他们讲道理，然后他们利用人多和言语上的优势，让张毅无言以对，最后同意他们的要求。可是他们忘了，他们与张毅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对话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本才可以。现场响起了一片尖叫，邻居们吓得立刻往后面逃去。可是楼道
道实在太窄了，人挤人，顿时绊倒了一大片人。不杀几个人，你们是不会明白自己什么地步。张毅眼神冰冷，随即又连续开了好几枪，又是4个人被他直接给干掉，然后他才收手，看着这些人像狗一样的逃掉。现场只有尤大叔和谢丽梅没有跑，尤大叔是站在张毅这边的，谢丽梅则是一如既往的躲在他的身后装鸵鸟。尤大叔对张毅说道：“他们现在是吃饱了撑的，都忘记自己是谁了。”张毅心道：“要不是因为留着他们当炮灰还有用，我早就全给他们干掉了。”表面上他却大度的耸了耸肩：“没关系，我这个人一向善良，原谅他们了。”现在的他手里面火力充足的很，做起事情来也肆无忌惮了许多。谢丽梅拉着尤大叔的胳膊，望着张毅，内心有些畏惧：“走吧，我们回去。”张毅拎着枪，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现在的他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这些炮灰也用不了多久。即便接下来的争斗之中他们不死，张毅也会清理掉其中大部分人，甚至全部。所以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人是死是活，而且他知道，即便他杀了几个人，回过头来这些人依旧得求他提供食物。果然，如张毅所想的那样，25楼的众人被张毅吓破了胆子，慌忙的逃回了自己的家中，然后紧紧关上了房门。这一刻，他们回忆起了当初被陈正豪所支配的恐惧。那时的他们也是这么每天躲在家里，不知道死亡何时会到来。这些业主私下里建了一个新的群，只是没有把张毅、周可儿与尤大叔和谢丽梅拉进去。自从冰河末世来临之后，一栋楼里面起码都拉起了数十个群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虚与委蛇体现得淋漓尽致。怎么办？现在张毅被惹毛了，要杀我们啊！咱们又没有枪，怎么斗得过他？有人紧张地询问道。过了一会儿，从惊恐之中回过神来的邻居们才开始议论起来。张毅，他一点都不讲道理啊！我们只是和他商量而已，他动不动就开枪。可怕的是，他这几天都用枪杀了那么多人了，他的手里面到底有多少子弹？为什么一个普通人会有那么多子弹，甚至还有狙击枪啊？我早就说了，张毅是都市兵王，或者是退役的特种兵，你们还不信？某位重度网络小说爱好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别管他是什么人吧，总之我们早就不该对他抱有幻想，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我们付出代价的，什么好心帮助我们全都是假话，他根本没有那么善良，对，他就是要让我们当他手底下的炮灰，去为他冲锋陷阵，夺取物资和地盘。群里面大骂张毅，连带着张毅身边的周可儿、尤大叔等人也被骂了一个遍。他们打不过张毅，在张毅面前的时候卑微如同蝼蚁，但是在网络上他们就能捡回自尊心，化身战神抨击张毅。骂了好一阵子，大家伙出了一口恶气，心里面舒坦了许多。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虽然张毅这个人很自私，给我们食物都是有目的的，但是他要不给我们食物，我们以后吃什么啊？这句话被人发出来之后，聊天群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沉默。躲藏在各个房间中的业主们一脸惊愕，然后内心开始产生了极度恐慌的情绪。家里面能吃的东西全吃了，甚至包括一些真皮制成的皮带和夹克都被他们剪碎了煮着吃。最惨的人饿急了眼之后，想到了狗可以通过2次消化排泄物生存，于是开始吃屎。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从得到希望到再度绝望。倘若没有见到过光明，他们不会害怕黑暗。可有了张毅为他们提供这几天的食物作为先例，让他们再也不愿重新回到过去的时光。终于有人开口道：“其实仔细想想，张毅这个人也挺好的，他打死的那几个人也是自己该死。有的人饿极了真的会吃屎的，面临着死亡绝境的恐怖。”业主们又开始缅怀起张毅的好，说被他打死的那几个人也是自己该死。在这混乱的岁月，其他人很容易就被鼓动，尤其是现在他们都饿着肚子，更容易想到张毅提供给他们的食物是多么的美味。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对张毅要求的太过分了？他冒着那么大的风雪，一个人出去找食物也挺不容易的，而且还得找回来几十人份的食物。是啊，也就是今天他没有找到而已，大家又不会饿死，忍一忍也行啊。被打死的那几个人纯粹是自己作死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就是啊，你算什么东西，还敢打人家雪地摩托车的主意？嘿，死了也是活该。哎，你说这事我想起来了，那个栾强最不是东西，之前他遛狗不拴绳，差点把我给咬了，是吗？哎呦喂，那他是真该死，死之前还把咱们给害了。先不说别的，总之咱们必须说服张毅，重新帮咱们找食物才行啊。对，这是目前咱们唯一能活下去的办法。说的有道理，他们家房子都是合金的，攻又攻不进去，只好求他可怜咱们了。正如张毅所想的那样，这群邻居，你对他们稍微好一点，他们就蹬鼻子上脸；反而你把他们当猪狗畜生对待，他们还会过来跪舔你。孔子说得好，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张毅回到家没过多久，25楼的业主大群里面就有人艾特他，跟他道歉了。张毅，今天的事情是我们不对，在这里真诚的向你道歉，还希望你看在大家多年邻居的份上，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张毅，都是栾强那个狗东西在挑唆的，我们大家可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你要明鉴啊！大家以后肯定好好听你的话，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个，明天你再出去找点食物回来吧，大家真的饿得不行了。张毅看到这些消息，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也懒得回复，就这么让他们纠结痛苦，辗转反侧好了。要不要最后再让他们发挥一波余热，去做敢死队呢？张毅摸着下巴思索道：“我只要多扔2块发霉的面包过去，他们应该就争抢着干了吧？”就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叮咚叮咚的提示音传了过来。张毅有些好奇，自己大部分的群聊都屏蔽消息提示了，怎么还有？他看了一眼，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9楼的楼长陈玲玉把他拉到了一个新的群里面。他定睛一看，这才发现这个群的玄妙所在。群里面的人不多不少，算上他刚好30个。在这里面，他看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18楼李健，26楼黄天放，21楼王强，5楼张玉年。
这些全都是30栋单元楼现在的话事人。张毅的眸中闪过一抹锐利的金芒，看样子他们要跟我摊牌了。张毅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也并不奇怪，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手中有用不完的物资。见到张毅进来，陈林玉说道：“我已经把张毅拉进来了，大家聊聊那件事情吧。”张毅默不作声，想看看这群人如何商量的。作为张毅的仇敌，21楼的狂狼帮帮主王强第一个开口，语气中带着火药味。张毅嗤笑了一声，懒得跟他们扯皮，一张嘴是说不过29张嘴的，尤其是在线上的时候。如果你们拉我进来就是让我听你们放屁的，那我现在就走。黄天放急忙说道：“张毅，你先别着急，如果你现在走了，那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不敢保证。”张毅冷笑了起来：“你在威胁我？黄天放，你们天河帮的狗让我杀了那么多，你怎么敢在这里叫啊？信不信明天我就过去把你们全都给宰了？”此时在手机后的黄天放顿时脊背一凉，慌忙发语音道：“你别吓唬我，现在我们其他29栋楼的楼主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如果你想攻击我们任何一家，就等于是攻击其他家，你再厉害能斗得过我们那么多人吗？”张毅眸光闪烁，果然这些人已经联合起来了，而且达成了统一战线。老好人李健站了出来：“好了，大家都少说两句，我们建这个群是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合作，而不是为了互相残杀。”王强冷哼了一声，懒洋洋地说道：“老李，你嘴皮子好使，把咱们商量的事情跟他说说吧。”李健说道：“那好，张毅，就由我来为你解释一下目前的情况吧。首先，他们达成同一阵线，一致对张毅所在的25楼施压。如果在这个时候任何一家被张毅攻击，其他单元楼必须予以援助。第二，他们要求张毅也为他们提供物资，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而他们作为交换的条件就是不会进攻25楼。第三，为了确保张毅可以认真履行承诺，要求张毅的雪地摩托车由大家轮流使用，不可以放在一个人的手里。第四，张毅需要把自己掌握到的资源点交代出来，毕竟外面大雪封城，就算是有了交通工具，也不是人人都能找得到物资。张毅就是这样，你听完了吗？”张毅的嘴角露出轻蔑的冷笑，这群人的心可真够大的，要抢他的雪地摩托车，还要让他免费帮忙带路，保障整个小区人的生活需求，而他们所付出的就是所谓的诚意，仅仅是不进攻张毅所在的25楼，他们也配？张毅并没有发火，虽然这些条件非常的可笑，甚至在他看来是非常滑稽的，不过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倒也有几分道理。谈判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彼此一点一滴的攫取利益，狮子大开口也是为了后续更好的杀价做准备。只不过张毅依然可以嘲笑他们，因为他们提出这些条件的基础是建立在他们对25楼战斗力的严重错误判断上。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联合起来杀光25楼所有人都不会是一件难事，可是他们又如何知道现在的张毅手里面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如果真的打起来，双方之间的差距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不是人多就一定能打得赢。三体人的一颗水滴就能全灭地球的宇宙舰队。全球冰封第41天，张毅想要杀光整个小区的上千人，因为整个小区30栋楼的人全部联合起来给他施压，要求张毅为他们提供物资，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否则就会杀光他们25楼所有人。张毅在考虑要不要就趁现在把他们都给干掉，然后顺带把25楼也给清理干净。有了充足的火力以及对付躲藏在楼中人的办法，他想要杀光整个小区的人应该不会太难。而且25楼的这些王八蛋邻居到时候没有利用价值，也可以顺带清理。不行，这样做还是会有安全漏洞，就算要灭他们，我也得一个栋楼一栋楼的杀。可万一他们都不要命了，一起扑过来跟我玩命，上千号人，光是用尸体压都能压死我。虽然这些人胆小如鼠，这么做的概率不高，可也不是完全没有。我的命可比他们值钱，不能玩尬的，还是得想更为稳妥的办法。张毅思索的时候，聊天群中的楼主们见张毅久久没有回答，也有些不耐烦了。他们觉得自己稳操胜券，张毅除了向他们低头，再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毕竟在他们自己的认知里面，想要同时对抗上千人，岳麓小区不存在那么牛逼的人物，如果有，那就是神话了。王强已经开始了催促，人哑巴了，赶紧说话，这件事情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要不然的话，我们大家可不会心慈手软。陈林玉说道：“张毅，大家都不想死，都是为了活着。虽然我知道你心里面可能不太平衡，但人生在世，有些时候就是得能屈能伸，毕竟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先生，我觉得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想通过冲突的方式来解决，但是我们也想活着。如果你答应与我们合作，那么整个小区的物资问题就能得到良好的解决。到时候我们说不定能够恢复到之前文明社会的状态。”其他人也有七嘴八舌议论的，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但是说到底，意思只有一个：你张毅必须同意我们的要求，否则的话就得死。张毅看了一眼群里的消息，眼睛掠过一个个楼主的名字时，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擒贼先擒王。如果能够把这些各栋楼的楼主给弄死，那么剩下来的人势必会乱，到时候让他们自己消耗一番，怕是张毅都没出手，人就死伤大半了。于是他缓缓开口说道：“这件事情我还得考虑考虑，你们商量了很久，却没有给我思考的时间，而且我希望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好好谈谈。在这里人多嘴杂，大家说话也不方便，要不然过几天咱们这些各楼的话事人碰一碰，好好聊聊关于合作的事情，怎么样？”此话一出，王强马上冷笑着回话：“怎么，你是想把他们所有人聚集到一起，然后杀掉是不是？碰面也行，但是你得到我们的地盘上来，我看就约在我们21楼好了。”张毅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人不会那么轻易同意，毕竟能活到现在的没有一个不是人精。他也不着急，只是淡淡的说道：“你们也可以派代表过来，但是必须在我们25楼谈判。”张毅的语气非常强硬，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味道。王强哈哈大笑：“凭什么你说了算？当我们都是白痴吗？”黄天放也说道：“
张毅，别耍小聪明了，我们又不是傻子。张毅嗤笑了一声，你们连派几个代表过来都不敢，那还谈什么？你们不是喜欢打吗？那好，别谈了，咱们就打吧。双方的语气都非常强硬，谁也不肯弱下去半头。谈判的时候气势非常重要，一定不能输，否则只有任人拿捏的份。这时候又是和事佬李健冒了出来，大家不要这样，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嘛。张毅，你打算怎么跟我们谈？张毅说道，你们这29栋楼派几个代表过来，咱们好好聊聊以后怎么合作。我张毅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如今你们都觊觎我手中的物资和雪地摩托车，我怎么敢去跟你们谈？反正我的条件就摆在这里了，你们爱来不来，我相信大家早就打听过我了。不怕告诉你们，这场史无前例的寒潮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家的房子打造的非常坚固，也不怕你们攻进来，大不了大家就这么耗着，看谁能耗得过谁。张毅这么说完之后，眼睛死死盯着屏幕，这是一种试探，看一看在这个小区当中有没有人可以破坏他的房子。虽然这种概率极低，但是眼见着大战一触即发，张毅可能会面对上千人的围攻，他必须得考虑的面面俱到。事实证明，数学是不会骗人的，那种小概率的事件并没有发生。群里的人思索了一阵之后，都觉得有些气馁。他们知道陈正豪是被张毅杀死的，当初黄天放带着人过去搞爆破，结果张毅家完好无损。他们只是社会上的普通人物，也搞不来大量的炸药炸楼，所以一旦张毅选择自封不出的话，他们还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过了一会儿，才有一位楼主说道：“你可以保得住你自己，但是你们单元楼里面那么多人，你都保得住吗？”张毅翻了个白眼，他难不成还以为自己是个圣母？估计也是黔驴技穷了，只能够拿这玩意来说事。都这种时候了，我当然是先保住自己，少跟我玩这种道德绑架，没有意义。陈玲玉有些急了，张毅，就算你的房子再结实，里面的食物也总有吃完的那一天，你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不出来？所以采用这种鸵鸟的方法逃避现实是没有意义的。张毅脸上的笑意完全止不住，那咱们可以试一试，看看谁能够耗得更久。大雪封城第43天，张毅想要杀掉29栋楼的楼主，于是就告诉他们，他早就知道灾难会降临。他在家里囤了大量的物资，想要物资就必须来25楼开会。其他楼主都没有想到张毅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应对他们，毕竟这段时间张毅每天都要出去寻找物资，这让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张毅必须得出门，通过搜寻物资的方式来存活。可现在张毅双手插兜，直接摊牌了，你们要打我是吗？来啊，我就躲在铁网吧里面，看你们怎么办。大家都比较纠结的时候，还是李健出来打破了僵局。我觉得谈判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总比鱼死网破要强。如果谈判的话，我可以出面。张毅笑着说道，李总，你的态度我很欣赏，过去在公司里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你最明事理，你过来和我谈吧，跟你聊我放心多了，不像那些喜欢偷袭别人的混蛋。张毅故意称呼李健为李总，这是在告诉其他人他和李健之前很熟，同时又拉踩了一波黄天放与王强。对付这种临时的结盟，就需要从他们内部制造矛盾。虽然这29栋楼的话事人临时达成了统一战线，但是彼此之间并不和睦。如果不是为了共同对付张毅，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争斗。果然，这番话产生了一定的效果。王强冷笑道：“李健，你能代表我们所有人？”黄天放也阴恻恻地说道：“不能让你一个人过去跟他谈。”陈玲玉道：“既然这样，那我也要过去。”几个人都生怕别人抢了先，私下里同张毅达成某种协定，所以乱了阵脚，都要求同张毅谈判。他们一开了这个头，其他人也忍不住了，同样要和张毅进行谈判。张毅的眸中闪过一抹杀意，不怕你们来，就怕你们不来。那好，明天下午2点半，我在25楼等候各位的大驾光临。过时不候。张毅丢下这一句话，也不给他们讨价还价的余地，就赶紧退出了群聊。如果成功的话，明天他就可以把这29个楼主全都杀了。虽然这样会引起他们手底下那群人的集体仇视，但是群龙无首，一旦陷入了混乱，就难以迅速联合起来。张毅则有时间逐个进行击破。还是那句话，张毅的自信来源于他强大的火力与不可攻破的堡垒，攻守兼备，他无惧任何对手。洗脚水有些凉了，张毅低着头对周可儿讲道：“好了，帮我擦干净吧。”周可儿点了点头，用擦脚布帮张毅把脚擦干净。他去洗手间倒掉了洗脚水，然后又过来帮张毅按摩。张毅转头看着这个漂亮的女医生，眼帘低垂，忽然朝她伸出手：“这几天先不要用手机了，给我保管，马上就是大战了。”他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举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家伙干掉，而不安全的因素也需要完全杜绝。周可儿愣了一下，就把手机递给了张毅：“是要跟他们打起来了吗？”他柔声问道：“说不定，但是我需要提前为战争做好准备，毕竟这一次需要面对的对手数量不是之前可比的。”周可儿点了点头，然后继续给张毅按摩，没有多问些什么。那么久了，他了解了张毅的性情，他心情好的时候开开玩笑聊聊天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当他严肃起来的时候，最好不要跟他多嘴，更不要问问题。看着张毅严肃的表情以及偶尔透露着锋芒的眼神，周可儿知道张毅在费尽心神的思索计策，他不能为张毅做别的，眼下只能做好一个女人的本分。想了想之后，周可儿来到张毅的身后，雪白的柔仪放在张毅的肩膀上，用恰到好处的力度开始揉捏，然后张毅就感觉自己的后脑勺被一股汹涌柔软的神秘力量包裹住了。这时张毅的目光都变得飘了起来，这种触感简直如同上了天堂一般快乐。没想到周可儿还有这样的技术，舒服。周可儿心中一喜，脸红红的说道：“你喜欢就好，人家也是最近刚刚学的。”张毅靠在周可儿胸口，这种被温暖柔软的事物所包裹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思路也变得清晰明朗了起来。张毅闭上眼睛，暗中思忖，他约了29栋楼的楼长见面，如果明天那些人都过来的话，张毅就毫不犹豫把他们全都给干掉。
剩下的那些人必定会方寸大乱，张毅就有机会把他们逐个击破。可是那些人也不全是傻子，有些人可能不会过来，保持观望的态度。若是那样的话，动手杀人反而会打草惊蛇，为之后的行动带来麻烦。那样应该怎么做呢？张毅的脑袋沉浸在起伏的波浪之中，思索了半晌之后，他拿定了主意。如果那些人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到来，或者说来的人不足一半，他就先暂时假装答应对方的要求，隐藏实力，让对方麻痹大意，然后通过一系列手段引起对方的内讧，削弱他们的战斗力，之后再等待合适的机会下手把他们全都干掉。反正时间站在张毅这边，论武力，只要不是主动深入其他楼进攻，张毅可以绝对的碾压他们所有人。一定不能着急，着急的话就容易出错，而一旦出错，可能我就会步入险境。要做一个有耐心的猎人，一步步设下陷阱，然后让猎物自己走进我的圈套里面。张毅脑海当中的思路理顺了，想通了到底应该怎么对付那些人。这或许跟周可尔的心事按摩也有关系。为了准备明天的那场谈判，他需要一些人手帮他维持场面。张毅先想到的自然是尤大叔，他拿起手机给尤大叔发过去消息，把明天的事情简单和他说了一遍。尤大叔立刻回答道：需要我做什么？你说一声就完事了，我都听你的。张毅这段时间对尤大叔小恩小惠不断，再加上几次战斗展现出的枪法，已经彻底把尤大叔给征服了。现在尤大叔死心塌地的跟着张毅混，对他的吩咐也是毫不犹豫的执行。计划完毕之后，张毅拍了拍周可儿的手背，今天早点休息吧，明天可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呢。周可儿咬了咬嘴唇，凑到他耳边娇羞的说道：这样的话，今天晚上要不要我陪你放松一下？张毅笑道：我需要保存体力，所以简化一下流程吧。周可儿点了点头，熟练的来到张毅跟前，俯下了脑袋。周可儿低头吃着张毅的子弹，他也提前准备着谈判时所用到的装备：防弹衣、改装的防弹裤、警用头盔、撬棍、开山刀，裤子外面的口袋上塞上2把军用的匕首。如果陷入近身肉搏的境地，这玩意可以起到奇效，比开山刀更好用。然后是2把警用的手枪，全都压满了子弹，另外备上6块弹夹，全都插在腰间。光是这些可不够，张毅从空间里面取出来2把突击步枪，同样是全部压满了子弹。到时候在一个房间里把这玩意掏出来，可以迅速的干掉一大堆人。恐怕没有人能想到张毅可以突然凭空掏出突击步枪来。再然后是张毅心爱的那把大狙，基本的武器装备这下子齐全了。张毅又把目光望向空间那几十箱手雷，如果他们到齐了，而且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到时候我只需要扔一颗手雷过去，他们就算不死也会残废。张毅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微笑。手雷的使用方法他都是从网上学来的，这种战场上中短距离的 AOE 制造武器用起来很简单，只要知道打开的方式和爆炸的时间就行，所以他可以克服对这种热武器的恐惧，起码扔手雷的时候不用担心手抖。接下来就等着鱼儿上钩了。张毅冰冷的眸中闪过一抹期待的笑容。过了中午12点，张毅就全副武装的走下楼去，同时在群里让所有人全都到7楼集合。13楼有一家的户型是打通的一居室，室内面积比较大，方便多人在里面聚集，而且在这个高度还能避免被下面的人用扔石头的方式攻击到。即便是下面打了起来，张毅跑回自己安全屋的时间也来得及，非常安全。那些邻居们为了张毅手中的食物，自然是不敢有任何意见，全都来到了这里。张毅瞥了他们一眼，什么话都没有说，而是从地上拎起来2个黑色的行李袋，砰的一声扔到了他们面前。这是今天给你们的食物，拿过去分一下。昨天他其实收集了食物，只是没有给这些邻居分而已。邻居们一天没有吃东西，此时看到张毅送来的食物，顿时激动地冲了上去，就跟恶狗抢食一样，开始争抢起来。张毅也不说话，就静静地看着他们在那里狼吞虎咽。今天可能需要打一场恶战，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些炮灰未必能够活下来几个人。别误会，张毅不是发善心让他们死前吃一顿饱饭，而是只有他们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帮张毅打架。等到这些人狼吞虎咽的吃完以后，张毅才开口布置任务。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我和其他楼的楼长谈判而已，大家将会采用和平的方式沟通，大概率不会有流血冲突，因此只需要你们站好岗位，维持现场的秩序。所以今天大家一定得打起12分的精神，不能让任何人破坏这场谈判，你们明白了吗？张毅画了一张很大的饼，正常的生活这几个字一说出来，现场的邻居们没有一个不激动到落泪，有的人捂着嘴蹲在地上痛哭了起来。他们从和谐社会再到末世，这接近1个月的时间里承受了太多的痛苦，甚至做了许多灭绝人性的事情。有些时候他们浑浑噩噩都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也只有在梦里他们才能梦到自己活在过去，而不是在这悲惨的世界里。有邻居不敢相信地问道：张毅，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能。张毅肯定地点了点头，眼神当中没有一丝的迟疑。只要这次谈判圆满结束，大家解决了食物的问题，今后将不会再有流血争斗。所以诸君，为了光明的未来，今天请你们再努力拼一次。为了能从张毅这里获得生存的物资，整个小区上千人开始朝着25楼涌来。单元楼里除去张毅和尤大叔以外，现场能用的人力还有28个。张毅让李成斌和姜伟带队，领着18个人守在4楼的入口。4楼的入口布置好了陷阱，只留下1个人出入的空间，旁边全都被各种电器和器材堆满了。一旦有人过来进攻，只能通过狭小的过道走进来，也就是说，他们来的人再多，也只能一个个攻进来，那就等同于送死。强攻的话，除非用大量的人手把堵在窗口的杂物都给搬走，但是这样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哪怕是其他29栋楼的人在谈判的时候突然发动攻击，张毅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杀光现场的所有人，
然后从容的离开。另一边，尤大叔带着10个人在13楼维持现场的秩序。张毅留下的人手不多，主要是充当门面罢了。毕竟，哪怕对方来了29个人，在这种开阔的空间里，张毅也可以全部杀完。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张毅安排好之后，就在这里等待着对方的到来。约好的时间是下午2点半。不过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急躁，所以过了2点钟以后，从其他单元楼便陆续的开始往外面钻出人来，就好像是一个个蚂蚁窝里面突然爬出来大群蚂蚁。白色的大地上，黑色的人影变得多了起来。风雪依旧不停，今天的雪比平时小了许多，但是风却好像更大了。呜呜咽咽的北风掠过，被一栋栋建筑切割，发出尖锐的鸣叫。张毅坐在7楼的窗前，看到了楼下的这一幕，人好多的人，源源不断的从4面8方围了过来。乍一看起码得有500-600，而且这个数量仍然在持续增加。小区中间的区域人都占满了，几乎看不到空地。跟我玩花样是吧？张毅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他从怀里掏出手机，在楼长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让所有人都给我滚远点，不然今天你们就用不着过来了。说完之后，他收起了手机，然后从空间取出狙击枪，放在脚底下，用桌子给挡了起来。随后朝外面喊道：“尤大叔，来的人有点多，我怕那几个小子镇不住场面，你过去一下。别担心，我在这里火力支援你们。”尤大叔朝着窗外看了一眼，瞳孔也是猛地缩紧，但他还是坚定的点了点头。好，我去办。张毅的消息发出去之后，那些人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不过却在25的5米开外停住了。黑压压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帽子，脸上裹着围巾。整个25楼前面被围堵得密不透风，连4楼的光线都变得暗淡了下来。李成斌和江哲等人看到如此之多的人，没有一个不感觉到后背发凉。这么多人万一冲过来，哪怕占据地利，他们也只能拖延一段时间而已。真打起来，他们必死无疑。这么多人怎么挡？不是说好了过来谈判的吗？他们这个样子哪里像是来谈判的？这分明是来灭我们的啊！守在4楼的邻居们都感觉心底一阵冰凉，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沉稳的声音从楼梯上传来：“慌什么？他们要是想打，早就冲过来了。”尤大叔冷静地拎着撬棍走了下来。见到尤大叔，众人的心里安定了一些，毕竟尤大叔强悍的战斗力他们有目共睹。李成斌皱着眉头：“尤大叔，这些人也太多了，怕不是整个小区的人都围过来了吧？我们怎么打？”其他人也是一脸害怕，把求助的眼神投向尤大叔。尤大叔只好安慰他们道：“你们用不着担心，他们的目标不是你们，而是逼迫张毅在谈判中让步。再说了，你们怕个毛？你们自己想想，有什么可让人家惦记的？”尤大叔说清楚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顿时让众人的心情放松了不少。是啊，他们身上啥也没有，人家大张旗鼓的过来干他们有什么意义？人家的目标是张毅，他们还不配？大家伙头一回为自己的无足轻重感到庆幸。这个时候，人群忽然出现了波动，只见到人群分开了几条道路，然后5个人在手下的簇拥中走了出来。这5个人分别是26楼天河帮的黄天放、21楼狂狼帮的王强、18楼和谐家园的李健、9楼的楼长陈玉林以及5楼的楼长张玉年。几个人来到25楼的门前，脸上带着自信满满的表情，尤其是王强这个22岁的街溜子，一脸的豪横，背后是上千人的大军，让他胸中产生了豪情万丈的感觉。即将面对的张毅都让他觉得只是个渺小的人物。对于今天的谈判，他们胜券在握。王强嘿嘿笑道：“瞧见他们那些人了没有？光是看到咱们的人数都快要吓尿了。”黄天放干瘦蜡黄的老脸上也绽放出得意的笑容。张毅估计已经去换裤子了，咱们提出来的条件，他但凡有一样敢不答应都不行。上千人对30人，他们想不到要怎么输。在他们眼里，张毅只有乖乖听他们吩咐的份。李健推了推眼镜，表情谦和，但是眼睛里也有几分傲然和自信。能够组织起上千人的队伍，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此时，他们都觉得自己像极了古代的将军，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陈林玉双手抱胸，一脸高傲地说道：“大家别愣着了，外面挺冷的，我们进去和张毅好好谈谈，把昨天敲定的事情通知他，让他接受就完了。”1000多人把25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张毅从13层的窗户丢了个手雷下去，轰隆一声巨响，7、8个人直接被炸飞了起来。前来谈判的几个楼长被吓得脸色惨白。就在刚才，他们以为自己胜券在握，黄天放还扯着嗓子嚣张地喊道：“张毅人呢？我们过来找他谈判了。”尤大叔扛着一根撬棍就走了过去，眼前的场面让他回想起当初在军旅的生涯，他觉得自己仿佛年轻了20岁，身体里的热血都要沸腾了。尤大叔毫不畏惧地望向眼前几位楼长说道：“我们的头儿就在上面等着各位呢，怎么，你们不是29个楼长一起来吗？”李健推了推自己的眼镜，脸上的笑容依旧是那样谦逊有礼。“我们昨天商量过了，大家一起过去的话不太合适，所以就让我们5个人做代表。”他们心中也有顾虑，担心张毅找机会把他们这些老大一锅端了，所以最后商量了半天，最终决定推选出5个最有实力的人，代表他们去跟张毅谈判。尤大叔得到过张毅的吩咐，微微皱眉说道：“那你们请进吧。不过今天只有你们5个人能过来，其他人不行，而且为了安全起见，各位身上要是有武器最好都收起来，否则检查起来可不好看。”尤大叔的这番话让眼前的几人脸色大变。陈林玉柳眉倒竖，怒斥道：“搜身！张毅他什么意思？这就是他的态度吗？”王强哈哈大笑，一脸狰狞地掏出砍刀，指着尤大叔就骂：“张毅他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还敢提条件？你们是真不怕死啊！”黄天放阴冷地笑道：“张毅是不是眼睛瞎了，看不见眼前是什么情况？就你们这几10号人，我们一人一口唾沫也把你们给淹死了。”尤大叔也不多说废话，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原来
来他一直在和张毅保持通话，方便张毅了解下面的状况。听到这些人蛮横的语气之后，张毅也笑了起来。我知道怎么回事了，稍微等一下，不打一打他们嚣张的气焰，看样子是不行了。他得让这些家伙们知道，不是人多就一定好办事的。张毅走到窗前，伸手推开了窗户，寒风呼啸而过。他看了一眼下面，到处都是人。张毅从异空间之中取出一颗手雷，按照从网上学到的手法，迅速的把手雷的拉环给拉开，然后朝着远处的人堆里扔了过去。后面的那些人都在看好戏，虽然他们人多，但是大部分人过来只是被各楼的楼长拉过来凑人数，因此他们也觉得自己是过来看热闹。一想到以后就有人可以为自己免费的提供食物、衣服等物资，他们的心情非常愉悦，都在欢快的聊着天，畅想着未来。忽然间，一道破空之声传来，众人下意识的抬头望去，就看到一个东西掉落了下来。什么玩意？有人还以为是扔的石头，并没有如何在意，反正距离自己还挺远。说时迟，那时快，手雷就落到了地上，轰的一声，火光冲天起，手雷落点附近7、8个人直接被炸飞了起来，伴随着雪花飞舞的还有鲜红的血液以及破碎的肢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引起了一片恐慌性的尖叫。一颗手雷当场就让7、8个人被炸死，中心点的2人更是被弹片射成筛子，而冲击波和弹片又波及到了10来个人，让他们血流不止。在这种环境下，这些伤者俨然也是一堆死人了。突如其来的爆炸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毕竟普通人一辈子都接触不到手雷这种玩意，哪怕是末世，他们也没想过自己会遭到手雷的袭击。现场一片混乱，来的人虽然很多，但是都是乌合之众，更多的是来充数的。一时间人仰马翻，大家尖叫着逃命。王强等楼长也是吓得脸色惨白，什么楼长也不过是普通人，就是胆子大些，心狠些，遇到爆炸他们也害怕。都不要慌，不要慌！人群中的楼长们强忍着恐惧，大声地命令众人停止慌乱。可是他们不是军队，哪里有纪律可言？甚至他们手底下那些兄弟亲信也吓成了孙子，慌忙地趴在地上抱着头，或者找地方龟缩成一团。就在这个时候，由大叔的手机里传来一个嘲讽意味十足的声音：“人多了不起啊！”王强等人瞪大了眼睛，目光之中满是错愕。这手雷竟然是张毅扔的，他哪来的手雷？他为什么会有手雷？别说他们了，就连尤大叔和后面的李成斌等人也是看傻了眼。直到他们听见张毅的声音，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时间，每个人心里都长长松了一口气。尤大叔震惊之余，还是咳嗽了一声，对王强等人说道：“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王强他们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才知道张毅有多么深不可测。有枪也就算了，后来他又掏出来狙击枪，狙击枪他们都忍了，现在怎么连手雷都出现了？他们还拿着棍棒和砍刀，怎么跟人家打？来的时候还气势汹汹的一群人，此时脸色无比的难看。王强阴沉着脸说道：“我们是过来谈判的，用不着这样吧？”手机里是张毅轻蔑的声音：“你们家谈判需要带1000多号人吗？我嫌他们碍眼，所以帮你们驱赶一下而已。13楼。”张毅看了一眼手表，哦，2点半快到了，你们还有5分钟，5分钟我见不到你们，那就不用谈了，咱们打个屁呀！你这分明是降维打击！王强等人脸上冒出了虚汗，陈林玉两腿用力的夹紧，一脸痛苦的咬着嘴唇。其实他在手雷爆炸的时候就已经吓得尿出来了，但是作为一个女楼长，她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别，我们可是抱着诚意过来合作的，你稍等，我们马上就到。李健急了，他连忙走到尤大叔跟前，麻烦你告诉我们他在几楼？尤大叔嘴一撇，表情稍微有些嘚瑟：13楼，那就意味着他们需要爬9层的高度，就凭他们的体力，爬上去恐怕也得大喘气。几个人也不敢耽搁，连忙把身上的武器都给留下，然后争先恐后的往楼上跑。张毅用一颗手雷就把1000多人给吓成了老鼠，直接间接杀死了快20人。13楼的窗口看到溃散的1000多名小区住户，张毅自己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他头一回用手雷，说实话，一开始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可能怪过去神剧看多了，那里的大侠顶着各种手雷、手榴弹都能毫发无伤。但事实上，现代化的热武器对于普通人的杀伤力是难以想象的。原本张毅还打算多扔几颗下去，但是第一颗爆炸后，其他人就鸟兽撞跑开了，继续扔效果没有第一颗那么好。看到他们那么没用，张毅也懒得浪费自己的手雷，毕竟他也只有20箱手雷，还是得省着点用。他坐在椅子上，等着王强和黄天放等人过来。过了几分钟后，气喘吁吁的几个人才陆续到达。这么寒冷的天气，一口气爬9楼，一般人的体力真的扛不住。也就干工地的黄天放和5楼的楼长张玉年好一些。张毅对张玉年有些了解，他之前经营一家拳击馆，是个有2下的练家子。但是这对张毅而言无关痛痒，因为他的手里有枪，7步之外枪快，7步之内枪又快又准。都来了，就你们几个吗？张毅语气平淡的说道。来的人太少了，他有些失望。如果没有办法将所有楼长一网打尽的话，那就只能实行第2套方案了。几个人喘匀了气，之前的嚣张气焰此时都被扑灭的差不多了。面对一个随时能扔手雷炸人的狠角色，他们算什么呀？李健一边给自己顺气，一边说道：“对，我们是代表。”张毅淡淡的回应：“那咱们就谈谈吧。”王强等人喘匀了气，找了地方坐下来，但是每个人都不敢靠近张毅，谁都知道张毅是带着枪的。依旧是李健率先开口，他一脸认真的望着张毅，语气深沉：“张毅，你也知道现在情况艰难，大家都缺衣少食，许多人甚至活活冻死、饿死。我还听说
说有一些单元楼都开始吃人了，再这么下去，我们大家都活不下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大家并不是针对你，大家只是想活着，所以才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跟你谈。李健的语气客气多了，不过张毅没扔那颗手雷的话，他的说法又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张毅却无动于衷，不要跟我打感情牌，你觉得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直接谈谈你们的条件。几个楼长看了看彼此，王强冲李健抬了抬下巴，老李，还是你说吧。动物他们现在是不敢了，只能和张毅谈。这样的话，明显是李健的口才更好。李健皱着眉头，稍微思索了片刻，才缓缓开口：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些必备的生活物资，首先是食物，需要你来协助我们从外界收集；其次是取暖所用的物资，比如说衣服和棉被。李健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其他人立刻用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没办法，李健又继续说道：以后我们的合作顺利的话，还可以让人协助你出去采集物资。大家要是能找来更多的生活材料，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嘛。说完之后，李健觉得自己一番话讲得还不错，又反问了张毅一句：张先生，你觉得怎么样？无论什么话从李健的嘴里说出来，总是让人的耳朵感觉舒服。不过张毅也不傻，听出来他话语中的弦外之音。语言从来都是门艺术，明明是同样的要求，用不同的话说出来，完全是不同的结果。张毅稍微一琢磨就明白了，他冷笑了一声：我懂你们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要让我帮你们搜集食物和生活物资，没有说数量，就是上不设限。另外什么帮我采集物资，也就是要让我把雪地摩托车交出去给你们使用，是不是这个意思？李健还想要解释，张毅的脸色骤然一变，他不多逼逼，掏出枪来，砰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五个人也是脸色大变，下意识的想要逃走，可是门口已经被尤大叔带人给堵死了。王强色厉内荏的说道：张毅，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就算是杀了我们也没用，到时候整个小区的人都不会放过你的。李健也摆着手劝解：张先生，你别激动，有话我们可以慢慢谈。张毅却淡淡一笑：你们紧张什么？我只是觉得这手枪有点碍事，拿出来亮亮。别紧张嘛，来坐下，我们继续。五个人的脸色不太好看，可还是坐了下来。张毅说道：首先我告诉你们，你们提出的条件我根本不可能答应，要让我管整个小区的死活，别开玩笑了，不管谁来都无法做到这一点。30栋楼，1000多号人的物资，每天光是寻找都得累死人。最关键的是，据我所知，各位也没有善良到自己都要吃不饱饭了，还关心自己的邻居吧？张毅阴阳怪气的说道，然后目光扫向现场的五人。五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言语，只有李健一个人眉头越皱越深，他是在权衡利弊。因为整个小区只有他们单元楼是以和谐家园的方式存在，所有人共享物资，不会彼此掠夺，这才让他们以最高的存活率撑到了现在。见到没有人提出意见，张毅说道：我现在说出我的合作条件，你们看看可不可行？不过你们不接受我也不改，咱们就打。五个人脸色各异，平心而论，他们现在很畏惧张毅的实力。张毅举起一根手指头：第一，我可以为你们提供物资，主要是食物，但是数量有限，每栋楼我只提供10个人的分量，具体这些食物分给谁，谁来分我不管，你们自己单元楼内部决定。这样我每天都要负担300多人的物资，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张毅说出这番话的时候，面前的五个人都低头沉思了起来。他们本来也没有指望张毅能答应承担整个小区人的生活物资，但是最起码他们要保障自己那一派系人可以活得下去。10个人的物资太少了，陈林玉第一个提出了意见。我们楼里活人可是有76个，光是我自己手底下的公司员工就有20多，你才给10人份的，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分？张毅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这么说是没得谈了？他的语气带着森冷的杀机。陈林玉这才想到张毅说过，如果谈不妥那就打。黄天放不乐意了，他赶紧举起手来说道：等等，陈林玉，你别急着代表我们大家啊，我看这个物资的数量还是可以再谈谈的。黄天放当然100个愿意了，他们天河帮的人被张毅宰了一大半，现在嫡系的人手也就7个，算上他一共8个人，10人份的物资完全足够了。至于其他邻居，到时候全都给宰了不就完事了？王强打量着张毅，心中也是有些犹豫。他手底下的人还有16个，10人份的物资显然不够用，但是也并非绝对没有办法，大不了优化6个人就是了。10人份是少了点，到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和其他单元楼交代。王强故意这么说道，试图争取更多的好处。张毅面无表情，每天要提供300人的食物，你们觉得很少吗？仅仅一个物资分量，就让他们这个松散的同盟出现了裂痕。有的人手下人多，有的人手下人少，这就是利益的差异。李健满面愁容，他之所以能当楼长，靠的就是利益均分的制度。一旦整栋楼80多人只能分10份物资，他的领导地位将瞬间丢失，从而整个和谐家园陷入崩溃，甚至会演变成比其他单元楼更疯狂的自相残杀的局面。李健看了看旁边，王强和黄天放明显有些异动，他连忙对张毅说道：这个让我们再考虑一下，你先说别的条件吧。张毅淡淡的说道：好啊，接下来就是我为你们提供物资，你们所需要付出的报酬了。他的右手放在桌子上，距离那把枪只有2厘米，轻轻敲打着桌面。既然我们要保留300个火种，那以后肯定要进行可持续的发展，光靠出去搜寻物资是无法持久的，谁也不清楚这场血浆下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自给自足，开始劳作。张毅说着，便戏法似的从身后取出一包玉米种子，丢到了几个人面前。我出去的时候找到了一批良种，我觉得我们可以种植农作物，以此来获得持续稳定的食物。张毅开玩笑道，就像我们的祖先那样，食物要靠双手的劳动来获得。饥饿了10多天的人们为了生存，打算在15米深的积雪里种植农作物，以此来获得持续稳定的食物。就像我们的祖先那样，食物要靠双手的劳动来获得。黄天放不满地说道：你种过地吗？
那么冷的天气，粮食全都会被冻死。张毅说道：“话不能这么说。想当年在西伯利亚，人家不也是大力推广玉米吗？你们要是觉得玉米不行，我这里还有其他种子，土豆、小麦，总有一款合适的。”李健等几个人彻底无语。张毅，真别开玩笑，外面多少度啊？再说了，冰天雪地的，你种在哪？张毅却神情严肃地说道：“再冷的天又怎么样？咱们不还是活下来了？这场雪灾不知道得延续到什么时候，你们或许也感觉到了，高层全部神隐，做好了长久潜伏的准备。这就说明末世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不种植农作物，吃的东西很快就会耗尽，到时候大家还不是死路一条？至于种在哪里，这个问题好解决。”张毅伸手一指窗外，外面不都是土地吗？只要大家把雪刨开，下面都是土地。想要克服低温，可以通过地下种植的方式。虽然这个过程很艰难，可我们必须得进行尝试。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一个完整的生态链，让大家在末世当中活下去。5个人中，黄天放和李健的表情有些异动。黄天放当过农民，种地他很在行。如果以后通过种地来解决粮食问题，他毫无疑问比小区里的城里人有优势。而李健则是认为他们单元的人数众多，那都是重要的劳动力。发展成农业模式的话，他在小区里的话语权也会提升。王强一脸怀疑地望着张毅，种地他是不可能种地的，但是他作为21楼的老大，自然可以让别人去干活。李健忽然提问，如果要开展种植业的话，就必须提供足够的食物，这样一来，300份的食物未免太少了。张毅嘴角微微勾起，笑眯眯地说道：“可是我需要的人300个都多了。”他两手一摊，好了，该仔细说说我的第2个条件了，那就是每一栋楼都需要派人出来整理出农田，我需要每天看到你们的劳动进度，毕竟我辛辛苦苦出去找吃的，也不是喂养闲人的嘛。张毅望向众人，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打着，而其他人在心里面也敲打着算盘。这就是我的2个条件，只要你们同意，我就答应为你们提供物资，而且300人份的话，食物的质量也会得到保证，甚至将来我还会提供香烟、酒水和衣物，乃至医疗用品。这句话一出，顿时有人坐不住了。王强蹭的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声问道：“你能搞到香烟？”他的眼睛里都是期待的神色。黄天放也是激动的嘴唇颤抖：“你手里有烟吗？快给我来一根尝尝，我都半个月没抽烟了，人都要疯掉了。”这2个人都是老烟民，让他们半个多月不抽烟，简直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之所以后面变得如此暴躁，也与戒断反应有所关联。张毅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利群，然后一人丢给他们一根。2个人贪婪地望着手里的香烟，赶忙往嘴里面塞。火有没有带火？这呢，来，赶紧点上。王强和黄天放此时甚至顾不得自己来是干啥的，跑到一边，双手哆哆嗦嗦地把烟点着，然后放到嘴里，深深吸了一口，白色的烟雾从鼻腔喷涌出，2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飘飘欲仙的表情。他们可以不吃饭，但是不抽烟真的会疯掉。张毅脸上的笑容更浓了。现在我的条件摆在这里了，你们答不答应？陈林玉此时双腿夹紧，心思都放在自己尿湿的裤裆上，冻得瑟瑟发抖，还不敢表现出来。而张玉年本身是肌肉发达、大脑简单的人，完全被张毅的种地条件给搞懵了，不知道怎么开口。只有李健本打算据理力争，再谈些条件，可是话未开口就被王强给打断了。只要你以后能保证我有烟抽，这些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但是说好了，一天最起码得给我2包。黄天放也说道：“我也是一样的条件。”张毅说道：“一天最多只能给你们1包，多了我也找不到。”王强和黄天放赶紧答应：“那成，说好了1天1包啊，你可一定得给我们带来。”张毅笑着摊了摊手：“那这么说，我们今天的谈判就达成共识了，对吧？”王强与黄天放都不是什么太聪明的人物，而且香烟这种东西上瘾性极大，很容易摧毁人的意志。只要可以得到烟抽，他们其他的都可以不在乎。2人得到张毅给的好处，没有什么意见。李健却说道：“这件事情我们还得商量商量。”陈林玉夹紧双腿，艰难地说道：“对，我们还得从长计议。”张毅挥了挥手：“那随你们的便，反正我的条件摆在这里了，这也是我最大的诚意和底线。你们要是再不同意的话，那咱们就只要刀枪相见了。”刀枪2字，张毅咬得有些重，这是在提醒眼前的几个人，他们和张毅打，就等于是拿着大刀长矛和洋枪火炮战斗。王强朝张毅伸手道：“我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先给我来条烟抽。”张毅嗤笑了一声：“开什么玩笑？你们不是统一战线的吗？在你们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之前，这些条件就没有正式生效。所以想要烟抽的话，就等你们确定了以后吧。”王强大口抽着烟，眼神都有些迷离了。他不耐烦地冲李健几个人说道：“还等什么？我们要的东西不是都有了吗？就按他说的办好了。”李健说道：“可是这也太……”王强瞪着眼道：“什么这也？我说了，就这么办，别耽误时间。最讨厌你们这些啰啰嗦嗦的人了。”黄天放吐出一口烟圈说道：“我看啊，差不多得了。张毅给咱们面子，咱们也得体谅他的难处，不是吗？”李健面沉如水，心里面把王强和黄天放给骂了个遍。这2个猪队友竟然当着对方的面就搞起了内讧。张毅把狙击枪架在了窗台上，对准了人群中一个高大的身影，扣动了扳机。砰！轰鸣声在小区回荡，那个11楼的楼长瞬间脑洞大开，红白之物飞溅在雪地上，下面想要偷袭的人同样懵在了原地。砰！第2枪继续响起，又是一颗头颅被贯穿。这个时候，惊呆的众人才反应过来，连忙拼了命的逃跑，或者直接匍匐在雪地里。张毅冰冷的眼眸像是死神一般，继续无情的开始收割生命。出于戏谑的心理，他这一回反而是不打那些拼命往回跑的人，而是对准了趴在地上的家伙们。伏地魔，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那我偏偏专杀你们！大枪的声音在整个小区回荡，趴在地上的人一个抽搐，脑袋就炸开了。而谈判室里，5个楼长也被这一幕深深的震撼到。
亲眼看到张毅开枪杀人，他们才明白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可怕。就在张毅提出了2个条件后，王强和黄天放因为烟瘾，恨不得立刻答应张毅的条件，只为了每天能够搞到1包烟来抽。陈林玉此时因为尿裤子的缘故，大部分注意力都在2腿中间，也分不出多余的精力。李健只好硬着头皮说道：“这个条件的确有些苛刻了，我们也不能擅自做决定，否则其他单元楼也不能同意。”张玉年一直抱着胳膊，他属于那种脑子并非很好使的人，在他的观念里，只要张毅能够提供食物，无论多少，反正他作为5楼的老大，肯定饿不着。但是人家都说话了，他也跟着装模作样的说道：“对啊，这件事情可不能轻易的决定，我看我们还是得再商量商量。”张毅的脸色忽然一变，声音也变得冷了下来：“再商量商量？你们是在耍我吗？如果你们5个人无法替整个小区做决定，你们为什么要自称代表跟我来谈判？”门外的尤大叔等人握紧了手中的武器，靠近门口，一脸的冰冷严肃。王强几个人心里面咯噔一声，现在张毅想杀他们简直太简单了，毕竟人家手里可是有枪的，而他们什么都没带。王强赶忙伸手阻止张毅：“你别急，谁说我们做不了主的？”他狠狠瞪了一眼李健和张玉年，说道：“这事情不是说好了吗？咱们5个人来做决定，其他楼的人还敢不听不成？要我说，张毅提的这个条件还是可以接受的。20岁出头的王强哪有多少社会经验？他犯了谈判当中的大忌，就是先暴露自己的底牌，而且急于表达自己的态度。不过也没办法，说是一栋楼的楼长，可他毕竟只是个爱逞凶斗狠的街溜子。李健和陈林玉看到王强的表现，恨不得把他给打死，但是话已经说出来了，也没有办法收回去。不只是王强，黄天放也站出来帮腔，毕竟他手底下的嫡系人数最少。老黄说道：“我看大家也得互相理解一下，张毅也有他的难处，大家差不多就得了，别逼人太甚。”为了获得张毅的好感，黄天放冲张毅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张毅，我先表个态，我同意你的提议。”王强紧跟着说道：“俺也一样。”张玉年依旧眉头紧皱，做出思索的模样，但头一回经历这种场面的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总之，装深沉就完事了。5人当中，只有李健和陈林玉有些头脑，可陈林玉由于特殊情况，智商锐减，只剩下李健一个人根本独木难支，几个人乱成一团，自己内部反倒是掀出了矛盾。张毅坐在窗户旁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顺带用眼角的余光观察楼下的反应。忽然，他的眉头微微一皱，发现了情况不对。刚刚被他一颗手雷吓得四散奔逃的一群人，突然开始一伙一伙的集结，然后悄悄朝25楼逼近。张毅的嘴角微微勾起，这些人趁着谈判的时候突然发起进攻。这种情况也在张毅的预料之内，毕竟整个25楼最强悍的战斗力就是张毅，甚至可以说99%以上的战斗力来源于张毅手中的武器。现在张毅在楼上被谈判拖住，其他人趁机偷袭抢攻，然后一举拿下25楼，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策略。只可惜张毅也不傻，1000多人在大楼外面，他会丝毫没有戒备吗？看着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张毅对面前的5个楼长开口说道：“你们是不是安排了人，趁我们谈判的时候过来偷袭？”几人闻言脸上满是茫然。王强不以为然地笑道：“你说什么呢？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还让人过来偷袭，那不是拿我们自己的命闹着玩吗？”张毅淡淡一笑：“我觉得也是，不过那样的话，你们回去之后就得好好查查了。这些人大概率不是眼前5人提前安排好的，毕竟他们知道张毅手里有枪，可以轻易的把他们全干掉。那么只有2种解释，要么其他楼长选择抛弃他们，用他们作为诱饵转移张毅的注意力，然后对25楼进行突袭；要么就是他们自己的手下想要夺权，不顾他们的死活发起进攻。”李健第一时间明白过来，他脸色一白，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们开始进攻了。王强、黄天放、陈林玉和张玉年闻声色变，这群该死的东西，谁让他们这么做的？张毅的脸上依旧带着冷淡的笑容，他忽然伸手从脚底下拿起了那把漆黑的大狙，全都给我坐下！张毅一声大喝，然后把手中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面前的5个人。尤大叔也是立刻带人冲进来，封堵住了他们所有的道路。5个人见到那把大狙，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张毅，真不是我们干的，你别开枪，千万别！王强急得脑门冒汗，而陈林玉彻底架不住了，直接瘫坐在地上，裤子湿得更加厉害。张毅也不理睬他们，转过身去，把狙击枪架在了窗台上。楼下的那些人已经开始朝着25楼的临时正门聚集，发动冲击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张毅对准了人群中一个高大的身影，扣动了扳机。张毅一口气杀了10几个人。对了，你有玩过那种砸蝌蚪的游戏吗？春天的时候，小溪里面会有许多蝌蚪，成群结队的在溪水里游荡。你丢一个石头进去，蝌蚪群哗的一下就散开了，非常的有意思。张毅杀人的时候，感觉和砸蝌蚪差不多。看到扎堆的人群，就挑里面显眼的点杀，然后其他人也被吓破了胆子，仓皇逃命。还活着的那些居民们，都是眼睁睁看着旁边的人死掉，他们的身上还沾着旁人的血液与脑浆。这种威慑力无疑是巨大的，让他们短时间内再也没有抵抗的勇气。张毅看到他们被吓破了胆子，这才缓缓地收起了自己的狙击枪，然后他转过身来，重新面对着目瞪口呆的5人，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们考虑清楚了吗？”王强咕嘟一声，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沫，然后举起手说道：“我同意你提出的这2个条件。”黄天放也说道：“我也没有意见。”随即是张玉年和陈林玉，2人什么都没有说，估计是不知道怎么发生了，只能举起手表示同意。李健看到其他4人都已经妥协，苦涩地举起了右手：“我也同意。”张毅嘴角微微勾起：“那好，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劳动，然后明天下午我会通知你们过来领取物资，另外一定要好好干哦。”
我会盯着你们的，别跟我耍心眼。几个人纷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张毅冲他们挥了挥手，你们回去吧。李健垂头丧气的率先离开了谈判室，紧接着是张玉年。陈玲玉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两腿紧紧的夹住，似乎生怕什么东西流出来一样。王强和黄天放却磨磨蹭蹭的，没有着急离开。张毅，你那包烟能不能给我？毕竟咱们现在已经是同伴了呀。王强指着张毅手里的烟，眼睛里充满了渴望。黄天放急了，生怕被王强吃了独食。王强，你可别想独吞。他转过头来，对张毅露出了讨好的笑容。张毅，我也好久没有烟抽了，你能不能把它给我？张毅瞥了他们一眼，拿起那半包烟就丢到了地上，你们自己拿去分吧。两个人如同恶狗扑食一样，同时扑到了地上。两个大男人为了半包利群，竟然毫不顾形象的在地上扭打了起来。王强，你个小兔崽子，敢跟你大爷我抢！黄老头，你别找死，赶紧给我撒手，拿来吧你！最后烟盒都被两个人给扯烂了，二人一人抢了几根，怒目试着离开了谈判楼。25楼的危机暂时解除了，张毅把狙击枪收了起来，坐在椅子上，表情无比的淡然。因为今天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最理想的，他原本期望能在今天一举把其他29栋楼的楼主全部杀光，不过那毕竟是理想状态下，而现在这种情况也不错，表面上与他们达成合作，然后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再找合适的机会下手。张毅并不着急，因为物资充足，生活环境优越的他永远站在时间的制高点上。5名楼长离开之后，25楼的人心里面都松了一口气，然后赶紧过来询问张毅会议的结果。张毅告诉他们，在我的武力威慑下，他们妥协了，以后需要为他们提供300人份的食物来换取和平，而且所有人都需要参与到劳动当中去，将来开发土地，进行农业种植，坚持可持续发展套路。一群邻居们听得目瞪口呆，300人份的食物，这能做到吗？而且把食物都给了他们，我们可怎么办啊？所有人都不理解张毅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条件，毕竟张毅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压根就没有和他们商量过。张毅不急不缓地解释道，不达成这个协议，你们想怎么办？真的要和整个小区上千号人打？他冷笑了一声说道，我是无所谓，他们人数再多我也不怕，可是你们顶得住吗？一群邻居面面相觑，都没有脸再说话了。整个25楼的武力值有99%都在张毅一个人的身上。张毅有强大的火力和几乎无法攻破的堡垒，人家要是一走了之，不管他们的话，照样能够活得很好。可是他们怎么办？还不是要被盛怒的小区业主们给杀死，做成烤串？张毅淡淡的说道，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会尽量去寻找食物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们饿死。邻居们抬起头，眼睛的光芒是感动，不敢相信，泪花都在闪烁。张毅，一个女人哽咽了，你真的是……我哭了。张毅，你这是要把整个25楼的压力扛在一个人的身上。张毅，我们果然没有看错你，你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领袖。邻居们泪眼汪汪，感动无比。搜寻食物的压力可全都在张毅一个人的身上。张毅轻叹了一口气，语气变得柔和了一些，他目光缓缓扫过众人，语气凝重而又深沉。大家别哭了，我知道过去你们对我有一些看法，觉得我是个坏人，但是无论你们怎么看我，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活下去，不只是我张毅，而是大家每一个人。姜磊抹着眼泪大声说道，张大哥，你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记住你的恩情，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其他邻居也是纷纷点头，小声的议论着。其实仔细想想，张毅虽然杀了70-80人，但他杀的人都是该死的，他可没有主动去攻击过那些人啊。张毅只是自保，他对我们其实很不错，或许过去我们都误会他了，他真是个好人啊。反正从今以后，我会全力支持张毅，维护他的所有决定。张毅的恩情一辈子也还不完。绝望至极的人会忘却对死亡的恐惧，在临死之前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整个小区1000多人的生活物资全都落在了一个人身上，而张毅却只能每天给他们提供300人份的食物。尤大叔一脸狐疑的看了张毅好久，仿佛他从来不认识张毅一样。你这么看我，我脸上有大难少妇吗？张毅笑着问道。尤大叔表情有些尴尬，他摇了摇头，不是，我只是觉得你今天有些奇怪，有些不像是过去的你了。张毅知道尤大叔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嘴角噙着笑，眼帘微垂。你是不是搞不懂为什么我会跟他们达成那样的合作协议？尤大叔点了点头，的确，总觉得妥协不像是你过去的风格，那可是每天都要提供300人份的食物啊，光是靠张毅一辆雪地摩托车运输非常费力，而且那么多人，那么多张嘴，得从雪地中挖掘出多少座超市才能喂饱他们？尤大叔很费解，在他的认知里面，张毅不是个坏人，但也绝对不是软弱可欺的人，更不是什么怜悯他人的圣母。张毅没有着急解释，而是看了一眼门外，指了指那边说道，外面有人吗？尤大叔闻言立刻过去观察了一番，确认周围一个人都不存在以后才回去，没有任何人在。张毅点了点头，有些话必须保密，不能被外人听见，不然刚刚他利用演技忽悠了邻居们的苦功可就白费了。张毅对尤大叔说道，跟他们合作只是权宜之计，我今天本来是打算把那些楼长都喊过来，然后全都杀死的，到时候各个单元楼群龙无首，就会重新陷入混乱的状态，那样的话我就有机会逐个击破。可是今天他们只派了5个人过来，虽然是势力最大的5个楼长，但杀了他们也不济事，毕竟其他人已经形成了同盟，那么我就必须忍耐杀意，先示敌以弱，让他们认为我不敢同时跟29栋单元楼的人作对，所以向他们妥协了。尤大叔听到这里眼睛一亮，他冲着张毅竖起大拇指，原来是这个样子啊，这就对了嘛，我就说之前的做法不像你的性格。张毅欣慰的点了点头，你听懂了？尤大叔摇了摇头，虽然听不懂，
但是感觉很有道理的样子。张毅深吸了一大口气，心里面却直翻白眼。好吧，简单来说就是先让他们麻痹大意，然后等他们露出破绽再解决他们。而且我也给他们挖了2个大坑。张毅说到这里，嘴角露出了恶魔般的微笑。尤大叔听得有些上瘾，急忙说道：“快给我仔细说说。”张毅看了一眼门外，指了指那边说道：“你去看看有没有人。”尤大叔还以为张毅看到人影了，急忙冲过去，结果找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到任何人影。他有些困惑的回来说道：“我没看到有人啊。”“哦，我也没看到，就是再确认一下罢了。万一我们说话的空档有人跑过来了怎么办？”张毅清了清嗓子：“我给他们挖的坑，第一就是物资的数量有限，每栋楼只有10份，这样一来，以后的物资肯定是不够吃的。俗话说得好，不患寡患不均。当我给他们分配食物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得到。可是各楼的楼长把食物领回去之后，却并没有发给所有人。你猜这个时候各个单元楼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大叔这回聪明了，他们会内乱。对，就是内乱。得不到食物的居民会从刚刚得到希望，然后重重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那种痛苦比死都要难受。虽然之前他们也没有食物，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在挨饿，都没有食物，大家起码是公平的，哪怕他们先死了，其他人也避免不了冻死、饿死的宿命。张毅嘴角的笑意更浓了。可是，一旦他们知道每栋楼可以有10个人能获得长久稳定的食物，从而活下去的时候，你觉得心态还能一样吗？尤大叔思索了一番之后，顿时觉得毛骨悚然。这种玩弄人心的手段，简直是过于残忍。先给你希望，再彻底剥夺，大家都要公平的面对死亡，却有人利用你的牺牲而获得生的希望。这种被践踏、被歧视、被区别对待的感觉，能让人彻底疯掉。张毅看着窗外，随着5名楼长的离开，其他单元楼的人也慢慢散去。不久之后，各个单元楼内部就要发生残酷的争斗与厮杀。绝望至极的人会忘却对死亡的恐惧，在临死之前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这样一来，之后的事情就会变得有趣起来了。张毅笑眯眯地说道。尤大叔望着张毅那淡定自若的模样，心里面既觉得佩服又觉得畏惧。他很庆幸自己没有站在张毅的对立面。张毅，你实在是太聪明，太可怕了。尤大叔感慨道。可张毅却摇了摇头，他的目光依旧冷静地像窗外的冰雪。不，虽然我有一些智慧，但我不会把自己当做一个聪明绝顶、可以靠头脑玩弄他人的人物。之所以会变成如今的局面，不过是因为我比他们更加的从容。我吃得饱穿得暖，每天睡觉都可以睡得香甜，不会因为食物和温度而发愁。我手里有着强大的火力，拥有同他们硬拼的底气。我有坚固的堡垒，不怕他们的威胁。当这些条件集齐的时候，我不会恐惧，不会头脑混乱，反倒是他们会各种瞻前顾后，智商难以再现。说到这里，张毅诙谐的同尤大叔开了个玩笑，即便是世界级拳王，在饿了30天之后，也会在擂台上输给我，不是吗？尤大叔愣了一下，饿了30天，那不就是个死人了吗？张毅理直气壮地说道。对啊，一个死人凭什么赢我？尤大叔初听此话，觉得像是在狡辩，但是仔细一想，却又觉得真的是至理名言。在末世，枕边的人也不能相信，万一出了问题，丢掉的可是性命。张毅通过监控看了一眼周可儿的房间，然后继续回答尤大叔的问题。他不明白张毅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这冰天雪地里种植农作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张毅的目光望向窗外，我让他们种地，只是单纯的激化他们的矛盾，同时消耗他们的体力罢了。他摊了摊手，毕竟现在他们能付出的东西，也只有不值钱的体力了。张毅微微眯起眼睛，今天没有把他们的楼长全都干掉，下次再打的时候，要杀的人肯定更多了。我必须尽可能的削弱他们每一分的战斗力。张毅说着，凑到尤大叔跟前，眼神当中带着认真的神色。这些人一个都不可信，我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早晚还是会打起来，所以这段时间不能松懈。另外，对我说的话绝对要保密才可以。尤大叔经过这番交流，深深被张毅的智慧所折服了。他缓慢而用力的点了点头。我明白，张毅，现在我们一家子活下去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张毅欣慰的笑着点了点头。那好，接下来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然后看看他们能走到哪一步吧。张毅跟尤大叔说的只是一部分真相，事实上他还有更多的后手没有告诉他，因为张毅已经知道25楼有人私下里勾结其他楼的人，内鬼曾经对他出手过，将来肯定也会出手。就比如那次狂狼帮在雪地里对他的埋伏。张毅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通过监控看了一眼周可儿的房间。如今的周可儿被张毅管得更紧了，毕竟大战在即，哪怕张毅相信周可儿没有蠢到出卖自己，可万事小心总没有问题，万一他输的话，丢掉的可是性命啊！没有人在生死面前不谨慎的。周可儿的手机被张毅没收了，张毅出门的时候都会把他锁在他的那间小屋里面，不许他出来。可是周可儿的自我调节能力相当的不错，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最起码她不会去挑衅张毅的权威，所以张毅让她做什么，她都会老老实实的去做。毕竟她是女仆，张毅是主人，而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此时，周可儿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做着瑜伽，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粉色的低胸吊带衬衫，饱满的胸脯随着她优雅的动作上下起伏，甚至让人担心那薄薄的衣服无法承受重量而掉下来。下半身则是一条棕色的瑜伽裤，将她完美的腿部线条展示在眼前。张毅走到她的门前，取出钥匙把门打开。周可儿抬起头来看向张毅，额头上细密的汗水打湿了头发，一缕秀发粘在额头，竟然有一丝说不出的妩媚。你回来了。周可儿见到张毅很高兴，双腿一屈便站了起来，眼睛里是真挚的笑容。她知道张毅今天是干大事去了，而此时看张毅轻松的表情，显然谈得很顺利。周可儿走到张毅面前，双手勾住他的脖子，眼睛亮晶晶地问道谈判的结果如何。他的身材太过汹涌，只是这样靠近过来，就自然地挤压在张毅的胸口，那种感觉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再多一眼看一眼就会爆炸。
再近一点，靠近点，快被融化。张毅没有感觉到被融化，反而是更加的坚挺了。他抱着周可儿，狠狠地亲了一口，然后搂着她躺到了床上。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会这样。张毅把谈判的内容告诉了周可儿，这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男人在做某些大事的时候，想要找个女人来倾诉一下。这几天可能会比较乱，你还是老样子，留在家里哪都不要去。张毅眯起眼睛，语气变得冰冷了起来。再过一阵子，麻烦就会彻底消失了。周可儿靠在张毅的胸口，听得不明就里，因为张毅只是大概讲述了一下，却没有触及到重要的部分，但他还是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因为张毅没有让他出去冒险，就说明他还是在乎他的。对一个女人而言，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张毅，你一定背负了许多的东西吧，而我却什么也帮不到你的忙。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挺没用的。周可儿的心中有一丝丝的愧疚。张毅低头看了他一眼，心说：我买个保险，为的不是智慧跳价，而是为了万一某天出了事，能有个托底的。你这个主治大夫，我巴不得一辈子都用不着呢。周可儿的面色忽然变得红润起来，右手往下面探去。我现在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至少能帮你放松一下，不要积攒太多的负能量。5个人还在与张毅谈判的时候，就有人不顾他们的死活，开始带人试图冲击25楼。如果当时不是被张毅用大狙震慑住了，那么最后的结果，他们5个人肯定是活不成。所以5个人心里面都压着火气。离开25楼之后，这几个人就开始去清算当初做决定的那批人。一整个下午，整个小区里面惨叫不断，血腥的清洗就开始了。可是第2天，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不管死了多少人，活下来的人还得继续拼命活下去。而各个楼当中也派出了人到中央的广场上进行扫雪活动。张毅知道那些楼长肯定都非常默契地隐瞒了10人份物资的事情，否则的话，大部分的居民不会这么老老实实下楼干活的。今天的风雪似乎比往常要小上一些，整个小区上千人，久违的能够如此和谐的集会，而且目的竟然不是为了争抢物资，而是为了共同劳作。大家手里面拿着工具，看着周围同样在劳动的小区邻居，脸上的笑容一开始有些尴尬，但是后来就变得温馨起来。好久没有这么一块出来了啊！之前雪灾没有来临的时候，咱们小区多热闹。是啊，一到晚上大家伙都会出来遛弯。我记得你们家养了一条大金毛，特别可爱。哎，是啊，我们家的阿金可乖了，乖得让人心疼。哪怕你用棍子打它，用刀砍它，它都不咬人。哎，呵呵，不说了，以后等到雪灾过去了，再养上一条。怕是那个时候只能够养北极熊了。咱们赶紧干活吧，我们楼长说了，干得多分到的食物就多。对，是得干活，咱们也体验一把农民的生活。一个大爷抬头望向天空，天空是阴霾的灰白色，但是他总觉得能看到若有若无的太阳，仿佛雪云马上就要离开，而明媚的阳光中会照耀万里，驱散所有的寒冷。咱们小区里达成了和平协议，以后就不用整天打打杀杀了，咱们也能吃得饱，穿得暖。大爷欣慰地笑着说道。整个小区的气氛都变得异常和谐，大家一边劳动一边有说有笑的。虽然风雪还在继续，可是大家心里面有了奔头，反而觉得没那么辛苦，甚至因为人多了，温度都提升了不少。王强等楼长则是带着自己的手下在旁边负责监工，而邻居们早已习惯，甚至不觉得他们什么也不干就能享受最多的资源有什么不对。而作为管理者仍然在闷头干活的只有李健一个人，与其他人快乐的模样不同，他的脸上表情凝重，一声不吭地低着头，用力地铲着雪。张毅全副武装地走下楼来，看到这一幕，嘴角微微勾起。哟，张毅，你出去找物资啊？隔壁单元楼的黄天放大老远就朝着张毅挥手打起了招呼，同时没有忘记举起2根手指，示意张毅不要忘记答应给他的香烟。张毅笑眯眯地说道：对，大家都在劳动，我也不能闲着呀。放心好了，你的烟少不了。另一个方向，21楼的王强声音也传了过来。张毅，你一个人行不行啊？要是东西太多，一个人搞不定，我陪你去吧。张毅哈哈大笑道：瞧你说的，我不是有雪地摩托车吗？用它驮着，再多东西都搞得定。就这么说了，你们跟我回来啊。对了，让大家伙不要懈怠，都好好干活，等我回来可是要检查进度的，干得不好会扣食物的哦。张毅笑意很浓地说道，然后他又假装去后面车库。不久发动机的声音传来，他骑着雪地摩托车扬长而去。目送着张毅远去，王强的脸色有些阴沉，他那辆车到底在哪放着啊？周围我都找遍了，根本没有。而黄天放则是低声呢喃道，原来那玩意叫雪地摩托车，不叫爬犁。张毅离开了小区，回头看了一眼小区里和谐的景象，莫名的感觉非常讽刺。不过他也没空去心疼那些韭菜，虽然他们和张毅没有恩怨，但是他们人数太多就是威胁，让他们的人自我解决，对张毅有利无害。张毅这一趟出去没有直奔超市而去，而是来到了天海市的天海明珠商场。天海明珠是天海市一个有名的老商场，有70年历史了。在天海市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天海明珠的商品却是出了名的物美价廉。天海明珠的主体是一栋12层高的商场楼，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品牌店，多是以20-30平的小店为主。里面卖廉价首饰的、卖山寨服装的居多。除此之外，还有卖内衣内裤、五金商品、修建裤腿等类型的店铺。张毅过来这里，是因为他知道这儿有一家寿衣店。来到天海明珠之后，大楼的主体同样是插在雪地里，露出上半截身子。张毅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破窗而入。由于这里基本都是廉价商品，张毅也没有什么兴趣，直接把其他店铺给忽略掉了，奔着那家寿衣店去。不一会儿，他找到了那家寿衣店。张毅用撬棍把玻璃给砸烂，进入了里面，就开始对着药柜开始翻找。如今不是古代了，
去药店里面你买不到砒霜，去卖农药的那里可以买到致死的农药，但是那么大的味道，除非是糊弄鬼。可是有一种东西无色无味，致死的能力却非常强悍，那就是耗子药。兽医店的耗子药可是畅销产品，因此储备的量也不少。很快，张毅就找出来2箱，一共30多瓶的耗子药。这个分量，想要死300个人的话，应该没问题吧？就算是吃不死他们，起码也吃出个内脏衰竭，得不到治疗也是必死无疑。张毅看着手里的小瓶子，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他们不是让张毅帮忙收集食物吗？没问题啊，他们不怕死，张毅当然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能说感谢他们对张毅的信任。不过下药的事情不可以着急，尤其是一开始的几回，他们肯定小心谨慎，让别人先吃。但是他们能次次都那么小心吗？张毅觉得他们做不到，尤其是现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而老鼠药的发作时间在10到30分钟，他特地去查过了，就算他们让人试毒，也不是每个人都懂这方面的知识，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你们全都要杀了，这是最好的结局。张毅微笑着把老鼠药都给收进了自己的异空间当中。搞定了老鼠药，张毅并没有着急回去，毕竟他要表演出费尽心思才找到300份食物的模样。走出了兽医店，张毅看了看周围，几乎全都是卖廉价衣服和内衣裤的。忽然他的脑海中产生了一个想法，衣服我不缺，但是燃料我还是挺需要的。这些衣服大多是化学纤维，烧起来对身体的危害很大，烟雾又黑又浓，嘿嘿，到时候对付那些躲在楼里面不肯出来的漏网之鱼绝对好使。张毅这个想法一出，高兴的直拍手，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搞破坏的天才，似乎每一个男孩子从小的时候起就是搞破坏的天才，而且一想到可以光明正大的放很大的火，还没有人管，他的内心竟然开始期待了。谁还不是个熊孩子呢？嘿嘿，张毅说干就干，用异空间把乱七八糟的衣服都给收了进去。没过多久，几十个店面的衣服都进入了他的空间，多的他也不要，燃料够用就好了，要那么多干嘛？里面那么多廉价的女士内衣内裤啥的，要是留着他都觉得自己变态。张毅等到时间差不多了，才又去了一趟开发区的万达商城。下面的那家永辉超市很大，搞到300份食物简简单单，看这个样子再维持个把月都不成问题。毕竟他只负责维持基本生存的食物，又不是让他们吃到饱。这些垃圾食物他用蛇皮口袋装起来，然后拆下来2块铁皮绑在自己的雪地摩托车后面，这样一来，一个简易的爬犁就做好了。做完这些，张毅开上摩托车返回了岳麓小区。此时下午5点钟左右，天色更加的暗了，小区里已经没有了人影。他们能够在外面劳动的时间有限，不可能真的干上一天。张毅谨慎地掏出手枪，咔嗒一声拉上保险，然后走过去观察了一番。雪地上被挖出来许许多多的坑，雪则是被堆砌到了外围的地带。张毅大概估算了一下，就这些劳动量，起码他们也得忙活2、3个小时，也差不多了。缺衣少食的状态下，干了那么久的活，他们的体力消耗一定很大。我很想看看，他们发现自己辛苦劳作了一天，却发现承诺的食物没有到手之后，会是怎样的绝望和疯狂。张毅的语气冰冷，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小事。他从怀里掏出手机，联络尤大叔和姜磊、李成斌带人过来。很快，尤大叔他们就拿着武器出来了。看到张毅真的带回来一大堆的食物，姜磊他们吓了一跳。张毅从哪里搞到那么多食物的？大家的眼睛里面满是狐疑。过去张毅每天只带回30份左右的食物给他们吃，没想到这一回竟然搞到了10倍的分量，这让他们的心里有些不平衡，认为张毅是在对他们搞饥饿营销，故意不让他们吃饱。张毅拿着手机，一边通知那些楼长派人过来领取食物，一边漫不经心的解释：我这次特地跑到远一点的地方找的，城市很大，越远的地方就越危险。以前我不想去那里，现在情况特殊，不得不去找找看。毕竟天寒地冻，离开家的地方越远越危险。有邻居点了点头，说的也是。张毅每天出去找食物，风险很大。我也觉得，如果车子抛锚了，那可就糟糕了。李成斌看着张毅，却微微皱起眉头，显然对张毅的说法不是很相信。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拿着武器站在一旁。不一会儿，其他楼的人都过来了，但是来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个栋楼的楼主，只是他们派来的手下。张毅心中发出一声冷笑，这些家伙真是够谨慎的，担心被他给一锅端了。张毅也不多说什么废话，从第1栋开始，一个个过来领取食物。他掏出一把匕首，把蛇皮口袋扯开，里面早就被他用大号的塑料口袋装好了食物，一袋子就是10人份的食物。张毅弯腰捡起一袋，然后就丢到面前2、3米外的雪地上，让他们自行捡取。那些人也不多说废话，捡了东西就走。很快，物资就分完了。张毅又让25楼的人回楼道里集合，给他们也分发了物资。大家的脸上这才露出了愉悦的表情。分发完食物，张毅脸上的表情比往常都更和煦。他笑着对所有人说道：从今以后，大家就不用老是那么紧张了。虽然不能放弃手中的武器，但大家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邻居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激动之情尽在不言之中。若是真的能够那样，哪怕是每天都需要劳作，他们也没有任何怨言。张毅笑着拍了拍手，好了，大家赶紧回去吧，明天还得继续干活呢。大家伙听话的回到各自的住处。这一天晚上，他们头一回能够稍稍放松下来，美美的吃上一顿饭。张毅计划用耗子药将300人给毒死，每天出去装模作样的收集食物，然后分给小区的邻居们。然后令人愉快的事情就要到来了，那就是笑看其他单元楼内部的冲突，瓦解敌人，从内部永远都是最快的。张毅回到家中，照例用手机的监控查看了一下屋内的情况，确认屋内没有任何异常。周可儿也在他自己的房间内，张毅才打开门走了进去。
他给周可儿打开门，然后去痛痛快快的洗了个热水澡，在外面待了一整天，防寒服让他不会被冻伤，但是皮肤仍然会感受到寒冷，导致毛孔收缩。只有打开淋浴喷头，热水哗啦一声淋到头发上，洒遍全身的时候，他浑身的戒备才会放松下来。张毅伸手用力洗了把脸，感觉自己无比的幸福。这样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了。重生已经有1个月了，张毅把当初害死自己的仇人干掉了绝大多数，而且复仇的手法绝对比前世他们对张毅的更狠。接下来，张毅清理干净整个小区，自然也会把他们一并收拾掉。到时候再想办法把安全屋给拆掉，搬运到其他地方。安全屋的质量非常坚固，张毅目前的打算就是寻找大量的炸药，对整栋楼进行爆破，而安全屋内的其他东西可以收纳静谧空间内。至于安全屋的外壳是轻盈坚固的航空金属打造的，哪怕是坠落到雪地之中，几乎也不会发生损毁。毕竟这玩意可是能够承受宇宙飞船从太空返回星球的摩擦力的。快了，解决这些家伙不会需要太长时间。张毅的脸上露出愉悦的微笑。不久的将来，他选择将自己的仇恨与痛苦埋葬在这个地方，然后展开全新的生活。洗完澡之后，张毅裹着浴巾来到周可儿门前，帮他把门给打开了。周可儿面色羞红地坐在床上，笔直坚挺的大长腿死死夹着双手，仿佛在极力忍耐些什么。等到张毅一打开门，他低着头不敢看张毅一眼，就慌慌张张地冲向了厕所。张毅摸了摸下巴，莫非他刚刚是在……不可能啊，我最近都有喂饱他，不至于做到这种程度。很快，张毅就听到了清晰的水声，他恍然大悟，这才一拍脑门，给他关了1天了，肯定是憋坏了。他的嘴角露出一抹坏笑，他倒是挺讲究的嘛，都憋得不行了，还不肯用矿泉水瓶。不久之后，周可儿才一脸羞红的从洗手间里走出来，憋了太久，他似乎都有些虚脱了。张毅走过去，一手搂住他纤细的腰肢，一手握住他洁白的手腕。你还行吗？周可儿瞪大了眼睛，狠狠瞥了张毅一眼，仿佛在反问，我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来啊？张毅嘿嘿一笑，你知道的，我喜欢粗暴一点。周可儿狼狈不堪的模样，反而激起了张毅的兴趣。他不管周可儿此时的懊恼与尴尬，强行把她抱了起来，然后用力扔到了沙发上。很快，婉转悠扬的声音在屋内响起，伴随着高频率的打拍子的声音。原始的交流方式其实是很解压的，只有在这个时候，张毅才能够忘记一切烦恼。就在张毅于家中享受着做人的快乐时，其他单元楼的楼长也拿到了手下送来的食物。看着那一塑料袋的食物，这些楼长们的表情各异，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些失望。10人份的食物仅仅是1天的基础分量，一个塑料袋就能塞得下。狂狼帮这边，王强不管身边的小弟，冲上去就把塑料袋给撕开，然后扒拉了半天，终于从里面扒拉出来一包金碗。王强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如获至宝地捧着那包烟。不光是他，周围的那些小弟们也是两眼发直，甚至开始蠕动喉头。这些家伙都是老烟民，因为末世的缘故，接近1个月没有抽烟了，人都快疯掉，脾气也无比的暴躁。现在看到有烟抽，能不激动吗？旁边的2把手肖路忍不住说道：“老大，这包烟能不能让我来一根？”其他小弟见状，也壮着胆子开口：“老大，给我们也来一根吧，我们都快要憋死了，再不抽烟，想死的心都有了。”王强的眉头顿时一皱，面色变得不善。如果分出去，面前这些人就得分掉半包。可是当他看到这些小弟布满血丝和疯狂的眼神时，心里面也是吓了一跳。思考了一下之后，王强说道：“这些香烟来之不易，都是我费尽心思强迫张毅必须给我带的。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所以我可以让你们过过瘾，以后都给我好好干活。”下面的小弟啥也听不进去，总之王强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只要能抽到烟，让他们干啥都行。王强咬着牙，一根根给他们散烟。散烟的时候，他的手都是抖的，心里面更是在滴血。那些狂狼帮成员接到烟之后，立刻激动地开始借火点燃，然后眼含热泪地去一旁吞云吐雾。只有老烟民才会明白，这一刻他们是有多么的幸福，就好像是酒矿的寡妇遇到了精壮的小伙一般快乐。但美好的时光毕竟是短暂的，一根烟没过多久就抽完了。王强早就把那半包烟塞进口袋里，他要留着自己抽。看到其他人幽怨的眼神，他假装没看见。王强打开塑料袋，看到里面装的东西都是一些质量堪忧的面包、饼干等物。然而在他眼中，这玩意可是久违的好东西。天知道他们吃了多久的烧烤了，就想吃点正常人类吃的东西。咕嘟，王强吞了口唾沫，没有着急去拿面包，而是朝一个小弟招了招手。那个小弟茫然地走过去，就见到王强拿起一块面包，笑眯眯地递给了他。徐毅啊，你身子骨最弱，你先吃。王强怕张毅在里面下了毒，于是就给一个小弟先吃。徐毅还以为王强是好心，激动的就接了过来，然后狼吞虎咽的往嘴里面塞。王强和肖路耐着性子等他吃完，再过了一阵子，看到他什么事也没有，这才放下心来。大家伙都过来，人人都有份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单元楼。张毅凶名在外，毕竟是一个人干掉了大半个单元楼的狠人，又让小区最凶狠的狂狼帮与天河帮吃了大亏，大家对他有着很深的戒备心。不过送上门的食物，他们也不能不吃，于是大部分楼长的做法都是找人去试毒。深谙人性的张毅，第1天提供的食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想得很清楚，要慢慢打消他们的戒备，让那些人自己先互相杀戮起来，然后他等待时机成熟，再一举出手解决所有问题。这天晚上，整个小区所有手握权力的人都勉强吃上了一顿饱饭，而那些普通的居民们还在家里苦苦等待着楼长给他们分配食物。此时的他们还傻傻的以为食物是每个人都有份的，还以为他们能够一直活下去。老婆，以后咱俩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会有人去给咱们带来食物，而咱们就好好劳动。老公，我们能熬到雪灾过去的，到时候我要给你生3个孩子，一个像你，一个像我，还有一个像咱们俩。爸，
妈，一定是你们在天堂保佑我，才让我坚持到了现在。放心吧，一切都好起来了，不会再有饥饿和杀戮，我会好好活着的。这个晚上，各单元楼的楼长以及他们的手下狼吞虎咽，吃光了分发给他们的10人份食物，而那些普通居民则是捂着饥饿的肚子，在幸福的美梦中艰难地睡了过去。第二天上午，张毅睡到7点多钟就醒了过来。之所以现在不睡懒觉，主要是因为房间里的温度恒定在25度到27度之间，温暖舒适的环境让人没有那么依赖床铺。正当他端着杯子刷牙的时候，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阵吵闹的声音。张毅挑了挑眉毛，嘴角带着一丝小恶魔般的笑意，然后赤裸着精壮的上半身来到窗口查看。声音从好几个方向传来，起码有5、6个单元楼里面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葛大明，你昨天不是说好了吗？只要我们干活，你就会提供给我们食物。现在食物哪去了？我不是说了吗？现在问题是这么个问题，情况也是这么个情况，大家也都看见了。关于食物的分配，我们还得开个会再讨论讨论，争取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黄老哥，我们可是按照你的吩咐好好干活的，可是你没有给我们吃的呀。还有老梆子，你还敢过来质问我？你们干的那叫什么活？跟伊托答辩似的，还敢要东西吃？可是尼玛啊！你们今天加把劲给我干活，干得好才有饭吃，我们不吃东西都没力气了呀！王帮主，您昨天答应给我们吃的，扑哧一声，那人就被一刀捅死了。还有谁想要吃的？现在站出来给我瞧瞧！没有事吗？那就好，记住了，让你们活着就是我王强对你们最大的施舍。以后谁要是给脸不要脸，我直接剁了他。张毅笑而不语，他知道清洗已经开始了。早上的时候，他和周可儿吃的比较简单，胡辣汤、油条和小笼包。胡辣汤是用汤包煮出来的，油条是半成品炸制的，小笼包则是周可儿自己亲手包的。虽然一空间里面储存了大量现成的美味佳肴，但是张毅却很喜欢吃周可儿手做的食物。他觉得家里面有一个女人，早上的时候裹体穿围裙在厨房里面叮叮当当的忙碌，特别有生活的气息。吃过早饭已经是10点多了，张毅给周可儿留下了午餐的口粮，又把她锁到了房间里面，然后他便离开单元楼，准备出去装模作样的搜集物资。而此时小区的中央依旧是一番忙碌的景象，由大叔和姜磊、李成斌几人有张毅特许可以不用劳作，在旁边负责监工，其他单元楼的居民也在各楼的楼长监督下卖力的铲雪。只不过比起昨天，他们的精神状态明显发生了变化，神情麻木、焦虑，并且带着强烈的不安。张毅走之前凑到尤大叔耳边说道：“多加些小心，其他单元楼食物不够分配，马上就要乱了，保护好咱们自己就可以，千万别惹祸上身。”尤大叔早就知晓张毅的计划，因此点了点头，低声回答道：“放心吧，我有分寸。”张毅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小区。外出转悠了半天，他来到了一家图书馆。这是一家市立图书馆，建筑牢固，楼层较高，所以没有被冰雪所淹没，内部的藏书大部分还保持着干燥。张毅过去并不怎么爱看书，信息化的时代，读书这种费时费力的事情早就被慢慢淘汰，有那个时间都忙着在手机上刷黑丝美腿小姐姐了。但是现在网络近乎于崩溃，张毅的娱乐方式变得少了，也很少会刷手机，因此他打算找一些藏书来打发时间，同时也希望能够借助书上面的内容来安抚自己在末世之中逐渐冰冷的心灵。厚厚的书籍蕴含着丰富的人类文明，放在口袋里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厚重。其他的书并没有动，而是留在这里，等待将来有空再来翻阅。因为一旦全都取走，他回到家真的未必有心思干这事。回到小区，天色已经暗淡下来，张毅照常还是先把尤大叔等人叫过来维持秩序，然后通知各单元楼的人下来领取食物。这一次，张毅看到每一栋楼的窗前都出现了模糊的黑影，那是一张张人的脸，正满怀渴望地望着派送食物的张毅。各个单元楼内陆续传来喊杀的声音，声嘶力竭的怒骂与绝望的吼叫在楼道里面回响，哪怕是北风也无法完全掩盖住，因为除了李健之外，其他单元楼的楼长仍然没有发放任何食物给普通居民。于是在这一天的夜里，眼见着最后的希望都彻底毁灭，小区的居民们彻底疯掉了，小区变得空前热闹了起来。当这些胆小的普通人连命都不要的时候，手握权势的各单元楼统治者才意识到他们有多强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张毅那样拥有完美的防御堡垒和恐怖的火，还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他们，人数的优势将会对战局造成巨大的影响。张毅坐在自己温暖舒适的天鹅绒白色棉被上，静静地看着窗外，灯关着，有一种安逸的寂静，与外面呼啸的风雪和凄厉地喊杀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也不知道外面进行到什么程度，但是他却明白，今天晚上死的人越多，对他来说就越有利。睡觉之前，张毅最后检查了一遍整个房间的安全，又把手枪和突击步枪的子弹压满，最后才舒心地躺了下去。第3天上午，张毅走出了单元楼，眼前的一幕让他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本还是白色的雪地，此时到处布满了鲜红。庭院的中央横七竖八倒着5、60具尸体，而且看他们的模样，像是从高处被逼着跳下来的。有些人死前蜷缩成了一团，虽然没有被摔死，可重伤之后同样冻死在了寒冷的冰雪之中。张毅抬起头扫视着周围的单元楼，在许多窗户上都看到凝固发黑的血迹，可想而知昨天晚上经历了怎样残酷的一场战斗，以至于今天上午没有一个人出来扫雪，甚至连这一大堆的尸体都没有人拖走。25楼的居民站在门口，一个个心惊胆寒，大气都不敢出。他们此时无比的庆幸自己是跟着张毅的，否则现在他们绝大多数人也是必死的结局。尤大
大叔凑过来问道：“张毅，今天还用干活吗？”张毅看了一眼尤大叔，又看了一眼后面的那些邻居们，他淡淡的说道：“如果你们以后想要有饭吃，就得干活，除非……”他伸手指向地面上的尸体，“你们想跟他们一样？”众人心中一凛，比起这些死去的人，他们简直太幸福了，最起码不需要去争抢那稀缺的食物，也不用去拼命，不就是干活吗？能活着就行。是，我们马上就干，马上就干！一群邻居被这惨状刺激，一个个卖力的拿着工具扫雪去了。尤大叔看着周围的场面，问张毅道：“其他单元楼貌似没有人出来扫雪，要不要通知他们出来？”张毅淡淡瞥了他一眼，忽然笑着反问道：“你觉得他们现在有时间吗？”昨天晚上只是一个开始，这场冲突发生在各单元楼的掌权者和普通居民之间，除非他们能够解决食物的分配问题，否则必须有一方彻底灭亡。才一个晚上，哪里杀得完啊？尤大叔听了张毅的话之后，瞬间觉得浑身发凉，这难道就是故事里讲的二桃杀三士？那我们接下来……张毅淡淡的说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让他们慢慢的杀吧。”恰当的时机还未到来，他并不着急。下午张毅回来之后，照常给他们分发食物，只不过他发现有几栋楼来的人变了，不是他之前熟悉的团体中的成员。看样子在食物获取权的争夺当中，有一些单元楼的控制权已经易主，但是对他来说无所谓，不管谁是楼长，他都会按照之前的约定合作。只不过当天晚上张毅回去之后，就在各单元的楼长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如果明天再没有让我见到劳动成果的话，那食物包括香烟就不敢保证了。于是第二天张毅出门的时候，又见到了大家集体出来劳动的热闹场面，只不过今天相比2天前的人数起码减少了1/3。换句话来说，因为食物的分配不公问题，2天时间里小区起码死了400人。尤大叔对眼前的景象表示无法理解，他问张毅道：“这些人明明很清楚，每栋楼10份的食物根本轮不到他们，可为什么他们不反抗，争取自己活下去的机会？”张毅闻言忽然玩味的笑了，他用下巴指了指面前的雪地：“你还记不记得昨天这里有多少尸体？”尤大叔微微皱眉，光是外面就70-80具，算上单元楼里面的，起码得有大几百。张毅摊了摊手：“你看，原因不就在这方面吗？食物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尤大叔恍然大悟，竟然还能这样。张毅淡淡的说道：“只要他们有吃的，就不敢去拼命。华国的绝大部分普通人，除非是逼到彻底没有活路，否则是没有勇气反抗的。”尤大叔不解的摇了摇头，但是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呀，等到吃完了怎么办？张毅毫不犹豫的说道：“那就再杀一波。”尤大叔吞了一口唾沫，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言语了。就在这个时候，风雪中一个穿着皮草的女人淌着血走了过来：“张毅，我想跟你再谈谈合作的事情。”来的人是9楼的楼长陈玲玉，她的身上血迹斑斑，显然昨天晚上也经历了非常残酷的杀戮，不过她活了下来。张毅微微一笑，表情中带着几分不屑：“你能跟我谈什么？”陈玲玉盯着张毅的眼睛，努力把自己做微商多年的本领应用到他身上。小区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早晚会崩溃的，内部矛盾重重，根本无法有效的管理。即便你能够带回来再多的食物，将来也肯定会有人仗着武力多拿，这样一来，矛盾就会一直被激发，然后人越死越多。张毅风轻云淡地看着他：“哦，然后呢？”废话，他能不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吗？因为如今这个局面就是他一手促成的。